眼前这男人手里拿了一块板砖，尾随着一个倒霉蛋。倒霉蛋发现有人跟踪后，想掉头了解。突然，这个男人跳跃而起，右手抓着一板砖拍了在倒霉蛋的脑袋上。发财了，发财了！就在几分钟之前，原本正在晒太阳的炸天，莫名其妙的就穿越了，正好穿越到徒步全球的真人秀节目上，还是全程24小时直播的状态。旁边正是分配的全程跟拍的摄影师。哥，想好吃啥了吗？不行，咱们退赛吧，3天饿9顿啊！人家都徒步走出了秦都了，咱俩还在城里兜圈子，干脆直接去火葬场门口，省事。这回时间，炸天彻底消化完这具身体的记忆。参赛第2天，原主饿死了，才让炸天突然穿越到这具身体上，这就离谱。这档真人秀节目比赛开始前，将参赛者银行卡和手机支付功能冻结，而比赛期限3年，也就是说3年时间内，几千名选手不仅需要徒步走完40075公里，并且全程都得自己想办法赚取合法的收益，养活自己和摄像师，想获得10亿奖金，可谓是难如登天。哥，重新认识一下，我是小黑黑，你喊我阿胖就行。等咱俩饿死了，最好就埋个隔壁，相互有个照应。胖摄影师开始不当然了，在炸天耳边说了些阴不阴、阳不阳的话，想办法搞钱，你等着，我去。丁，系统探测世界成功，激活自由人系统。自由人系统，我就说嘛，穿越怎么可能没系统？特喵的！他这个什么自由人系统，连个面板都没有啊，就2字。签到。丁，先到第1天，占卜运势，小吉，可根据提示赚取码内力量+1，口才+1。炸天目光随意扫向旁边，一头红发叼着根烟走过来的男子。待炸天看清系统提供的线索后，炸天算是明白了，这系统太牛逼了。看着2万的悬赏，对着阿胖说：“快起来，有地方吃饭了，跟哥走。”炸天捡起地上的板砖，于是就有了刚开始的一幕。此时的胖摄影师傻眼了，鬼使神差来了句：“翻钱，快翻钱啊！”这时直播间里的几个观众都炸了。不糟，这个选手狠了吗？当街欠警，不就学节目组这样，规定不靠谱吧？在第3天就有人走上犯罪道路了，太吓人了。勇，这位选手真的勇，真就生强啊！上报治安局啊！我刚已经打电话了，我估摸着这回节目组也懵了，出大事了。啥也别说了，我点关注了。看来我说的对吧？有压力才有动力，后面有抓捕人员，用不了3年，这位选手就能环球成功。在几名观众呼朋唤友下，炸天幕直播间的热度以直线开始上升，很快突破了100人、1000人、1万人。你愣着干什么？拿手机出来了！节目组收了选手电话，就你有电话，你赶紧通知治安局。哥，你这是要带我去吃国家饭吗？好歹在外面吃顿好的再进去啊！这都什么跟什么啊？速度，这是人贩子，你以为我抢钱呐？胖摄影师是说什么也不相信，半天也没狠心拿出手机打电话。这时陆陆续续有人走了过来。怎么了？当街打人了？好家伙，打人也就算了，怎么还骑人家身上？太过分了呀！老头子人呢？你快把假牙戴上，给老娘教训教训这臭小子！瞅给人家拍的，烟头都钻鼻子里去了，大家伙都别走，说啥今天也得把这2个混蛋玩意送到治安局去，太不是东西了，一个打人，一个还拍视频，我告诉你，头顶上有摄像头的就没一个好人。哎，别动手，大爷大妈，这是个人贩子，你们赶紧打电话，真的，我还能骗你们，有证据，有证据。说完，炸天埋头在对方身上找了起来，很快找到了一个铁疙瘩，掏出来一看，不仅炸天呆住了，就连众人都吓得往后退。还愣着干什么？都有枪了，还不相信我吗？打电话啊！别急，谁带糖了？给我个，我头晕的厉害，低血糖了估计。书接上回，炸天板砖逮住了人贩，还从他身上扒拉出个铁疙瘩。很快，秦都治安队的人就赶到了现场，并且疏散了群众。陈队长，没错，是名人贩子，悬赏通告5年前就发出了，没想到在咱们辖区被抓住了，枪也是真的。你们得跟我们治安局协助调查，然后奖金的话，估计得等几天才能到。哎，
好不容易走了3天，才从市区走出来，这又给他们拉回去。那什么，陈队长是吧？我们跟着回去协助调查可以，管饭吗？真的，我们都饿3天了，管顿饭不过分吧？太难了。就这样，炸天和阿胖跟着陈队长一起去了治安局协助调查。此时的节目组转播厅，连导演在内的所有人，此时看着猛涨的直播间数据，彻底傻眼了。没想到砸了那么多钱下去，连个热搜都没上去，就这一会的功夫，我们的徒步环球上了热搜最后1名。热搜的名称还是经徒步环球选手当街行凶，协助抓捕人贩子1名，有图有真相。幸亏炸天上去2板砖就拍翻了，要不然的话，对方手里可是有枪的。一旦炸天投摄影师凉凉了，我们的节目也凉凉了。导演，炸天2个人被带回治安局了，3天时间，2人才走到秦都郊区，现在被带回来，那前面走的路程到底算不算？算，协助治安局抓人，属于不可抗力，而且这是偶然事件，几率相当于0。对了，刚才治安局说这个人贩子的悬赏是多少钱？2万。现在身上资金最多的那名选手，在一处工地上足足扛了1天的水泥，才赚了不到300块。这2万省点花，差不多可以走出龙国了。此时秦都治安局里面，炸天跟阿胖正在狼吞虎咽吃着饭，足足吃了300大洋，才停了下来。好家伙，一顿饭足足炫了我近300块，光是肉夹馍1人就干了8个，还有烧鸡，心疼啊！吃饱了吗？实在是太谢谢陈队长了，吃饱了。天儿也不早了，您能不能派个车再送我们去我们上车的地方？其实吧，我们是在参加一档节目徒步环球，有空您也去看看。就这组合，打算靠双腿绕地球1周吗？我他妈的好想笑，不行，我要忍住，一定要忍住。行，我去准备车，马上送你们过去。陈队长把炸天和阿胖送回到原地后，天已经开始黑了。阿胖刚刚吃了烧鸡还有肉夹馍，好渴，前面有个小卖部，我们去买瓶水喝一下，然后今晚辛苦点摸黑赶路，正好消化消化。好，都听炸哥的，只要能吃饱就行，我都听你的。随后2人走向了便利店，刚好碰到便利店里走出来的老板。炸天看着头上的系统提示，捡起了下午那块板砖藏在身后，走向了便利店。哥，那什么，按摩布，带颜色的那种，提供上门服务，店里也没关系，清一水的小姑娘一家都出水，真的便宜，你考虑考虑呗。好家伙，现在服务行业都那么卷了吗？空降团队。就在便利店老板愣神的时候，炸天突然跳起辆重板砖，一板砖把便利店老板给拍飞。这时直播间又炸了，好家伙，同一个地方，同一块板砖，同样的味道，如此的熟悉。书接上回，陈队把炸天阿胖送回原地。炸天去便利店，看到店里的老板头顶上顶着系统提示，便上去假装推广服务。就在便利店老板愣神的时候，炸天突然跳起辆重板砖，一板砖把便利店老板给拍飞。此时在一旁的阿胖也懵了，这画面怎么有点眼熟？好像白天的时候那个人贩子好像就是被这个手法给拍晕过去的。难道这个也是人贩子？此时停留在直播间内，原本已经昏昏欲睡的观众，这刻全都精神了。是，刚才那个去睡觉，说今晚上没啥看头的兄弟呢，还不赶紧起来！炸天选手他妈的又拍人了，这个小卖部老板不会也是个罪犯吧？毛线，怎么可能是罪犯？刚才我可都听着呢，我怎么感觉炸天更像个罪犯呢？对空降业务熟悉成这，一看平时就没少去啊！能不能举报这家伙？足够进去15天了。都别急，我怎么看着不对劲呢？炸天蹲地上掏什么呢？还真的准备抢钱啊？不对，卧槽，爷服了，墙都不服，从今以后就服炸爷了。马德，咋又掏出来一把铁疙瘩？还真的是罪犯啊！有这本事，一天赚好几万，还参加什么节目啊？好哭治安局不好吗？我刚从隔壁选手那过来，在商场门口卖惨10个小时都赚不到10块钱。你别愣着了，赶紧给治安局打电话啊！就说让刚才送咱来的那个兄弟不用回去了，直接掉头过来拉人啊！与此同时，秦都治安局里灯火通明的会议室，陈大力站在最前方的多媒体屏幕前，意气风发布着明早上的抓捕任务。
明早上抓的这个人名为李壮，同样也是在逃好几年的一个人贩子，中间联系买家的一直是这个人。根据人贩子的交代，这个李壮手里很可能也藏有枪支，因此我们将抓捕行动安排在凌晨4点。说句比较现实的，李壮的悬赏金额足足有1万。人抓住了之后呢，凡是咱们所的人都有奖金拿，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在睡熟时就将对方控制住。嘿嘿，明早上都别跟我抢，我第一个冲进去。绝对不会给对方掏枪的机会。这一次能抓了这个人，咱们队总算是露脸了吧？就在这时，总局24小时接线电话打了过来。喂，我是陈大力。啥？什么？又抓了个人贩子，叫什么名？炸天，又是这家伙，抓的是谁？李壮。卧槽！啊，对不起，不是骂您，实在是太激动了。好的，我们马上过去接人。行了，都听见了，明早上行动取消，留下2个人跟我过去接人，剩下的人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10几分钟后，治安局的车停在了小卖部门口。陈大力看着炸天左手拿枪，右手还抓着板砖不放。好家伙，你是不是早就审问过了？提前就知道李壮的消息，要不然的话，怎么一抓一个准？人家手里有枪，你也太冒险了。你拿个板砖，真就这么好使吗？有句话说得好，遇见了就是缘分啊。这款板砖确实好使哈，又麻烦陈队长走一砖了。两人再次上了治安局的车，前去治安局协助工作。人贩则被陈队长的同事拉去医院救治。两人回到治安局做完口供已是午夜时分。那什么，陈队长，现在午夜了吧？你们所里有没有宵夜馆啊？不用太麻烦，来个2斤饺子就成，芹菜馅的最好。韭菜鸡蛋的3斤。哦，不，5斤吧，吃不完能打包吗？陈大力回头看着这俩牲口，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按道理来说，人家帮忙抓住了通缉犯，治安局管顿饭不算什么大事，可为什么我心里就是这么不得劲呢？问题是混饭吃还那么的理所当然，我一个队长还真没办法拒绝。炸天阿胖吃完宵夜后，因为太晚，陈大力便把炸天安排在隔壁的酒店暂时住一晚上。正是因为住进这酒店，再一次让炸天登上了热搜。书接上回，做完口供已是午夜时分，陈队把炸天阿胖安排在治安局附近的一个酒店。此时炸天正在看着的上捡起了小卡片，阿胖则看着直播间里的信息。你快看看，你火了，有人骂你，好家伙，底下这么多人骂呢，都骂了9999楼了。真是什么话都敢骂，什么节目组造假，没有一点是非观，明明知晓罪犯的下落，不通知治安局也就算了，居然让参加节目的选手去抓人，就为了能登上热搜。不对啊，抓人的时候那可是全程直播，就连节目组都不清楚，也是事后才知道的。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当时的情况有多危险。再说了，节目组的傻成什么样，敢用这种方式上热搜？哥，你手里的那个小卡片能不能试试上面的电话能不能打得通啊？有什么可试的，奖金可没领到呢，你不会让我给你点一个吧？咱们这可开着直播，不合适啊。好吧。说完，炸天便直接躺在了床上准备睡觉，阿胖则拿着小卡片和一卷纸巾跑去了卫生间。就在这时，炸天脑海里系统提示：丁，倒计时结束，可进行新一天的签到，宿主是否进行签到？不知道新的一天运势会是什么样。签到。丁，签到第2天运势大吉大利，今晚吃鸡，速度+1，力量+1。昨天是小吉，1天时间内抓了2个通缉犯，大吉的话，这得抓多少人？我在比赛啊，总是这么抓人也不是办法啊。还有今晚吃鸡又是什么鬼？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炸天起床走到了门口，通过猫眼发现门外站着一个身穿超短裙的靓丽女人，衣服拉的那是相当低了，此时正伸手敲着门。同时炸天还看到了系统提示，炸天惊了，转过身拿出阿胖的手机给陈队发了个信息，然后打开了门，一阵劣质香水味扑面而来。小哥哥，你想怎么玩啊？这一幕让守在直播间内的粉丝彻底精神了，一群人嗷嗷叫着开始发弹幕。卧槽，好家伙，这是我免费秀能看的吗？不得开个收费吧？不会吧，直播啊，炸哥你都敢这样？我老婆刚睡了，我偷偷溜卫生间来了，啥时候开始？马德，我后悔了，
参加这个节目也太刺激了。不过胖子刚才好像没打电话吧？这女的是不是走错门了？实际是隔壁叫的。别管谁叫的，日后再说，都是性情汉子，有啥直接我都准备好了。炸哥，请开始你的表演。别急，别急，都是瞎子啊，不对劲，这是女人吗？妈耶，这脚丫子比我了都大，难了吧？很快，有人发现了不对劲，站在镜头前的这个人脖子上隐约还能看出有喉结，妥妥是个大男人。众人一颗心不由悬了起来，紧张地看着直播镜头。刚返回家中的陈大力还站在阳台上想着今天炸天的板砖，听到手机震动声，打开看了一眼，直接就懵了。举报酒店房间，陈队长，速来，有个男人要干我。炸天，怎么到哪都有你？哎，收到信息的陈大力马上出发，赶往治安局附近的酒店。酒店里听到动静的阿胖从卫生间走了出来，扭头看了一眼，马上露出了猪哥一样的表情。不是一个人吗？你们怎么两个人？2个人老娘不接待。我出去是给我兄弟教的，对吧？胖子，你们留下，我在对面房间，你们玩你们的，我走。说完，炸天给了胖子一个眼神，便开门走了出去。阿胖哥也只能帮你到这里了。书接上回，炸天在酒店遇到上门的人中之妖，想要实施仙人跳。炸天走出房间，坑了阿胖一把。我出去。出门后，炸天便躲在暗中观察过道。就在这时，火人便冲了过来。咦，这么多壮汉，胖子皮糙肉厚应该没问题。胖子你自求多福吧，我得通知对面房间的人，别一会把人家也牵连进去了。靓仔，你有什么事吗？开门后看着烟雾缭绕的屋子里，足足坐着近10个更凶残的壮汉。炸天刚想说的话，咽回了肚子里。那什么，我是酒店客房服务员，你们刚才是不是叫人了？是你们马桶堵了吗？本想找个借口开溜，谁想不到这名大哥直接应了下来。进来吧。炸天只能战战兢兢地跟着进去，走到卫生间的马桶里，听着外面的对话。大哥，明天早上必须走，咱们弄出来这么多钱，如今悬赏都出来了，再不离开秦都，够呛能走了。不错，要我说，今晚上咱们就在这里分钱。一人这么大的包，里面可是上百万，提着走目标太大了。这个房间我提前2个月就开了，不会有人发现的。而且这地方距离治安局很近，别的快捷酒店都会被查，唯独这一家2个月从来没有被查过。一会拿了钱都分头走吧，等到了国外再联系。就在这时，对面房间的一伙人直接手里拿着棍棒直接冲了过来。刚进房间的一伙人看着床上的现金，直接干了下来。炸天也趁机溜了出来，手里拿出白天那块板砖，守在门口。大吉大利，今晚吃鸡说的是这个吧？来一个拍一个，来一双拍俩。好球！炸哥，那个是个男的，还要我给钱，我不给他们就打我。疼不疼就赶紧给陈队长打电话，让多来点人，里面能抓10几个，有现金，最少有800多万，快点！直播间里看着炸天手提板砖，守着门口，直播间再一次炸锅了。什么玩意？就一个房间的罪犯，赃款有整整800多万，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啊！我媳妇问我为什么跪着看直播，我服了，我真的服了。什么狗屁大 V， 一天到晚净胡说八道。就这种情况，怎么可能是节目组跟炸哥串通好的？以后炸哥就是我的神！妈耶，活了这么久，第一次知道普通人还能靠抓罪犯发家致富的。别说了，炸哥，你手里的板砖卖吗？我出200，我买回家收藏。这可是神器，200就想买，人家炸哥不差这个钱，但之前的悬赏就已经3万了。这里一个房间的罪犯，不知道又能拿多少悬赏，你还是回家洗洗睡吧。另一边正在赶来路上的陈大力接到电话，也直接给整部会了。很快，队里的警车都到达了酒店楼下。
老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就算是扫黄，也不至于来这么多人啊，还都带着武器。我知道，你赶紧去看一个直播节目，名字是神奇的板砖，里面有个叫炸天的参赛选手，发现了一伙诈骗犯用板砖给人家所有人关屋子里了，这不治安队的全部过来了。而节目组转播大厅内已经彻底乱成了一锅粥。书接上回，便捷酒店房间门口，炸天手持板砖逮住一堆罪犯，在等陈队过来。好球！此时的节目组已经彻底乱成了一锅粥，所有人看着墙壁上的大屏幕，一副目瞪口呆的模样。又发现罪犯了，除了诈骗犯，还有仙人跳团伙，荤素不忌，大小通吃啊！导演上热搜了，倒数第3名。什么？热搜总共才20条。多少明星抢破头都梦想登上热搜一次，这炸天倒好，短短2天的时间，不，今天才刚刚开始，就一个人占了3个名额。热搜不用理会，马上紧急通知机房，再给炸天的直播间扩充。我有预感，等天亮之后，直播间内人数肯定要炸了。去召集所有股东开会。说实话啊，就在刚才，我都想辞职了。干了这么多年真人秀导演，我是第一次碰见以一己之力把整个节目带歪的人。叫大家来呢，是想讨论明天怎么办。归根结底，我们投资了这么多钱，想要办的就是徒步全球节目，而不是抓人节目炸天。利用协助治安局抓人获取悬赏这一点，是咱们提前没有考虑到的。不过，对于节目组规定获取金钱的方式，对方抓人并不犯规，就是说咱们不能禁止。那么问题来了，2天的时间，算上今晚上，这家伙抓了小20个了吧？以后怎么办？这样发展不是我胡说，这个月过去，他够呛能走出秦兜，时间全浪费到协助治安局工作上了。现在的问题是，观众喜欢看这个，你总不能不让观众看吧？而且现在比赛才刚刚开始，先想尽一切办法搞钱，似乎也没错。到时候万一引起观众质疑，怎么收场？我觉得放任自流比较好，反正我们节目组规定的必须是徒步才行，他就是再有钱，也没有破坏节目的公平性。有钱他也不能购买交通工具啊。别的选手如果有意见，大可以告诉他们，人家炸天视频手上的板砖赚的。其他选手有那么大胆子敢拿板砖上去吗？不敢吧。这样，明天早上向所有人发布一个通告，阐述清楚，徒步全球节目组不会本末倒置，仍旧是以路程长短排名，资金并不计入排行。另一边，抓到罪犯炸天阿胖跟着陈大力走到酒店大门口。陈队刚刚核实了一下，这8个人都是今天才发的悬赏，一个人悬赏12000。看清楚了吗？8个人都是今天才发的悬赏，一个人悬赏12000吗？再这样下去，治安局关不下了。见过热心群众，但是像这个家伙热心成这样的，真是太少见了。以前为了功勋和嘉奖，每天费尽心思搜寻各种线索，甚至不惜用我自己的工资在社会上买消息。可面前这个炸天倒好，人家1毛钱没花，就抓了这么多人，不仅没花钱，足足从治安局用合法的手段赚了13万。炸天，这次还是要你们跟我一起回治安局做口供记录。阿胖，消化完了没？差不多到点吃早餐了。陈队长，做完口供记录都差不多天亮了吧？你们管早饭不？这不刚好到这个点吗？实在不行，我们的口供可以录久一点。就这样，炸天他们又回到了治安局。看着这2个货吃的那么香，我怎么也感觉饿了。你们吃好了吗？口供录完了，可以走了。快了，这烧鹅真香，你要不要来一口？不了，感谢你们对我们治安局工作的配合。对了，通缉令因为是今天才发布的，10万悬赏金的话，最快也要后天才能到账，再耐心等2天。是不是怪咱们没给他吃烧鹅？哥，我觉得也是。书接上回，炸天在治安局饱餐一顿，回到小卖部继续开始了徒步之旅。哥，天马上就亮了，咱俩今天怎么办？走还是不走啊？不走吧，属于消极比赛了，整不好会全频道批评我们2个。
走吧，一晚上没睡觉，估摸着也走不了多远。走吧，忍着点，走慢点。咱俩今天走到太阳落山再停下，一路上不准抬头，就埋头走。乍胖二人终于在太阳下山前赶到了秦都郊外。哎，哥，你看看前面是不是咱们节目组的选手？都蹲那干什么呢？没想到啊，老子以为就老子自己聪明呢，等炸天来到跟在他后面混口饭吃一下。怎么你们这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不是，老徐，昨天你不是在餐馆洗盘子吗？一天也能不少钱，干几天攒够钱再上路也成啊。别提了，洗个毛线，一天打了2个盘子，工资都扣没了。幸亏老板最后好说话，不然我还得赔出钱来。哎，不得不说，节目组定的这个规则是真的难。出发的时候连衣服都不让带，一切都得自己在路上想办法。好几天了，我就穿着一身衣服都馊了。咦，哎，那是不是炸天？可算是等来了。好家伙，这么多人打算跟咱们一起走，咋想的啊？既然都这么想，那走吧，时间也不早了，咱们去前面找个地方先休息。阿胖，这里风水不错，适合安葬，呸，适合睡一晚上，今晚就在这里搭帐篷吧。很快帐篷已经支了起来，而在一旁的其他选手们看到差点哭了。老徐，你快看，我有点想哭。我觉得好像还不如不跟着炸天呢。你看看人家又是帐篷，又是驱蚊灯的，还有野外电炉子，一会说不定还能做饭吃。咱们就这样看着，心里不难受吗？算了，我不看了，我到那边去了。越看我越觉得自己可怜。不就是有帐篷、有热水、有食物吗？老子不羡慕，老子真的不羡慕。有什么羡慕的？我肚子现在撑得很，喝了那么多溪水。你就是有大龙虾，我这会也吃不下，真的。胖子，在这里挖个坑，准备开始煎牛排。晚上风景不错，跟牛排红酒很配。好的哥，你真棒。哥，这是啥？有东西。来，别用铲子了，用手挖挖试试。看着炸天坐在地上挖着地面，直播间内的粉丝不由屏住呼吸，开始猜测刚才发出声音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呀？刚才我都准备睡了，这一下又精神了。不会是咸鱼吧？卧槽，楼上的是魔鬼吧？晚上了啊，你别吓人行不行？秦都这个地方很邪门的，你不知道秦都地底下都是古墓吗？难不成炸哥挖到什么古墓了？不会运气这么好吧？随着讨论愈演愈烈，猜测里面可能埋藏的东西是越来越离谱。古墓、农具、尸体、鱼竿，就连被人遗落在野外的充气女朋友都出来了。书接上回，炸天在山坡上挖坑准备做饭，突然挖到一个金属物体。此时治安局的看门秦大爷正看着炸天的直播间。难道真的是农具，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秦叔，看什么呢？这么晚了还不睡？不是我说，您年纪大了，晚上可不能这么熬。我听档案室的小姑娘说，昨晚上您看那个炸天的直播，看了一通宵，不要命了。陈大力看了一下秦大爷的手机，等看清里面的是炸天后，他整个人都不好了。傍晚的时候，不是走进大山里面了吗？这是干什么呢？马上12点了，后面的帐篷都搭好了，不进去赶紧睡觉，挖坑干啥？打算给自己埋了？卧槽，怎么了？炸弹！啥玩意？炸弹？玩呢？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问问炸天在什么地方，速度带人赶过去。这要是爆了，那特么可出大事了。帐篷前，看着挖出来的这个玩意，要是炸天胆子大，这回也是嗡的一下就上了头。炸弹？怎么会挖出这种玩意？还挖吗？哥，你是真要钱不要命啊？炸弹你还敢挖？你通知治安局，走远点，摄像机留下就行。我试着挖出来看看。
我算是服了。等今晚上结束，我说什么也不跟炸天一路了。我就是去扒垃圾桶，也不想没命，跟着这家伙太危险了。大家都好好想想吧，不是碰见人贩子，就是碰到诈骗罪。现在更离谱了，连炸弹都出来了。对，兄弟你说的对，再跟着炸天下去，估计早晚有一天咱们得凉了。我才娶了媳妇啊，可不能便宜给隔壁老王。我就想问一句，在野外挖出来炸弹上报的话，治安局是不是也会给点奖励啊？这是炸弹啊，不给点钱说不过去吧？此话一出，所有人沉默了。此时的炸天正在查看系统提示面板。名称：轰炸机炸弹，型号50公斤级，危害：70年前战争时期遗落下来的哑弹，共计3枚，其中1枚处于可引爆状态，请宿主小心。成功挖掘上缴治安局，可获取奖金9000元，同时系统奖励野外食谱大全1份。这次系统这么大方，还奖励食谱，不就是处于引爆状态的炸弹？那能有什么危险的？我又不是轰炸机，怎么能把炸弹也引爆了？说完，炸天便又开始挖了起来，而此刻的直播间同样也陷入了一片疯狂中。天哪，炸哥真就是不要命了吗？都看见是炸弹了，还敢挖？不是，但凡我要是有炸哥赚钱的这个拼劲，现在也不至于连房车都没有。太拼了，这是用命在赚奖金啊！真要钱不要命，我服了。炸哥，我给你跪下了，全当是提前参加你头戏了，行吗？你玩的也太大了，炸弹啊，你都敢挖，一个弄不好，要是碰到前面的装置，说不定真的就炸了。哈哈哈哈！我就想知道现在的节目组导演在没在看直播，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看俺们挖到炸弹了！节目组转头去，导演风风火火冲进来之后，一句废话都没说，马上望向了几名工作人员。现在什么情况了？炸弹挖出来没有？帕玛临睡前，我特意瞅了一眼炸天的直播间，看了一眼，差点当场给直接把我送走。连我正在熟睡的老婆都被我一脚踹下了床，飞奔赶了回来。万一要是爆炸了，说不定我也得进去踩缝纫机了。已经挖出来1枚炸弹，刚才我们几个上网搜了一下型号，如果没猜错的话，炸天挖出来的这1枚炸弹，确实是当年战争时期轰炸机丢在野外的哑弹，而且型号也不差，威力的话足以将旁边的山头夷为平地。现在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炸天在挖出来第1枚炸弹后，现在又开始挖了。不过也有个好消息，挖出来的那枚炸弹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原因，已经失去了引爆的能力，不发生大的撞击的话，应该不至于爆炸。很快，炸天把第2枚炸弹已经挖了出来，2枚了，6000到手，还剩下最后1枚了。卧槽，炸天别作死啊！我不想进去踩缝纫机啊！卧槽，炸天，50公斤的炸弹，你敢这么扔，不要命了？哥，你慢点，小心炸了，赏金还没花呢。就在这时，最后1枚炸弹突然冒起了白烟，炸天也被吓到了。书接上回，炸天在挖最后1枚炸弹，突然冒起了白烟，炸天也被吓到了。这怎么就冒烟了呢？阿胖，快把水递给我。哥，什么情况？可能是天气太干燥了，浇点水就好了，没事了。哥，你真牛，炸弹都能整明白，怪不得能来参加节目呢。有起火的趋势就灭火啊，这难道不是常识吗？炸天呢！这时，远处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声。陈大力满头大汗地冲进来，看着一屁股坐在炸弹上的胖摄影师，当时一股滚烫的热血就涌上了脑门。陈大力憋得满脸通红，正想发飙，被旁边的同事叫住了：“队长，别吓他们，太危险了！万一吓着炸弹上的胖子，对方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导致炸弹爆了，那乐子可就大了。真是小母牛绑鞭炮，要上天啊！野外挖出来的炸弹都敢往上做，心也太大了。”这炸弹真他妈不给面子！刚才冒点烟也就算了，这会都开始冒火星子了。快点，多给我2瓶水。哦，哥，不行的话我也下去吧，咱俩给他拔出来算了，在上面浇水也方便。
听着不远处的两个人的对话声，所有人都是腿一软，险些瘫倒在地。陈大力等人面面相觑，均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恐惧。我听到了什么？炸弹冒火星子了！都他妈冒火星子！你俩还敢挖？不要命了！稳住！胖子、炸天，你们两个人不要动，等我们过去。你别挖了，赶紧上来！你说我说你点什么好？你参加节目就不能好好参加吗？挖炸弹这活是你一个普通人能干的吗？万一炸了，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对了，刚才你们说什么炸弹冒火星子？就是这里，最开始的时候是冒烟，用水浇灭了之后，过了没多久就开始冒火星子了，跟放烟花似的。不过没事，这炸弹应该炸不了。你赶紧上来！什么叫炸弹不会爆？这种炸弹最起码有70年了，你们怎么就能知道不会爆炸？会不会爆炸？谁也说不好。冒火星子，告诉你们两个，我就没见过有炸弹冒火星子还没炸的，里面那是火药，你以为是面粉呢？卧倒，卧倒，快卧倒！一见又冒火了，陈大力嘶吼了一声，飞身趴在了地上，魂都吓跑了好几个。水，快把水丢下来！没炸。真不会炸？不清楚，从没遇见过这种情况。难不成是因为这炸弹本身制造出来就有缺陷，根本就爆不了？不过陈队，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太危险了，必须马上疏散周围的群众，让我们专业人员将炸弹拉上来才行。如果不能长途运输的话，只能在这个地方想办法销毁。不行，我现在停不下来，除非什么？你们治安局是不是发过通告？这样的一枚炸弹真的给3000吗？那最后这一枚我都挖一半了啊，矿泉水都用了半箱了，你们说不挖就不挖了，那钱还给吗？好家伙，还以为能是什么理由，感情这家伙是为了3000块的奖金。上来，上来，给，奖金照给，你赶紧上来吧！陈大力心态炸裂的吼了一声，伸手就要将炸天拉上来。别急，拿水来，又冒火星子了。陈队，看这样子，这炸弹应该确实不会炸的。你就让这小子挖吧。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最后一枚炸弹终于是被挖了出来。炸天擦着额头汗水，看着系统提示任务已经完成，整个人顿时轻松了不少。陈队，奖金是现金还是打卡？干脆直接打卡吧。那什么，这一次我跟胖子不用跟你回去治安局协助工作了吧？这可是在山上啊，你们最后送我们也送不到这里吧？走，你现在收拾东西马上走，奖金回头打你卡里，赶紧走，1分钟之内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书接上回，炸天挖出炸弹后被陈队赶走，而那边因为这事的节目组导演也彻底没了睡意。炸天这家伙今晚上挖出来的是炸弹啊，最后都冒火星子了，我估计不仅会上热搜，很有可能明天的新闻都会报道。咱们节目组必须要做好准备，明天的人流量会更高，一定要保证炸天的直播间流畅，实在不行单独开辟流量通道，不要跟所有选手挤在一起。导演，就炸天能整活的这个样子，他估计最后是很难善终。这才几天的功夫啊，整出了那么多事，如果是到了国外，我已经都不敢想了。到时候这家伙就是打电话回来，说自己整到了一辆坦克或者是航母，估计节目组的人也不是不能接受。那明天的热搜，咱们节目组要回应一下，必须给予炸天支持，不然的话，以后发现的东西越来越离谱，实在是解释不清了。导演，热搜榜刷新了，上榜了！卧槽，上榜就是热搜第2名。啥？不会全部都是骂的吧？有质疑咱们节目组提前排练好的？不是，我看了里面的评论，很多都是求助的言论，都是官方账号发出的悬赏寻求炸天的帮助。疯了，热搜榜上彻底的疯了，这意味着炸天参加节目以来获取奖金的办法，特么已经得到官方的认可了啊！节目组正在商议着，此时另一边的炸天又开始整活了。炸天和阿胖好不容易才找了个地方露营，睡起来之后，帐篷旁边莫名其妙就塌了。哥，这下面的木质箱子是什么？怎么那么像打仗片里面的军火箱？难道我们发现了什么宝藏不成？阿胖，
你在上面接应我，我下去看看那是什么。本着遇见就是缘分，炸天连脸都没洗，转身跳进了深坑里。尼玛，里面的都是军火啊，大部分都是老式的长枪，其他的都是子弹，还有2箱手雷。别搬了，打电话给治安局，别给陈队长打了，我害怕他心里承受不了。喂，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有，我们发现了武器，38大概2箱子，还有那种木头把子的长枪，有5箱子，2箱电视剧，里面那种一拉丢出去就能爆的手雷，剩下还有几箱子子弹，你们治安局管不管？你好，请您再说一遍，您发现了什么？武器还有子弹、手雷是吗？不是在玩绝地求生吧？玩什么绝地求生？真的，你们赶紧派人来啊！坑底下应该不止这些东西，我们还没挖完呢。先生，很严重的告诉您，散布虚假消息是要承担责任的。你通知治安局的陈大力队长吧，我是炸天，你给他说我名字，他应该就明白了。昨晚上才拉回去3个炸弹，不过你告诉他一声啊，我真不是故意的，真的，我就好好睡了一晚上，这个坑自己塌了的，真没想拿你们治安局的奖金，真的。行了，挂了吧，时间不早了，咱俩也该吃饭了。一大早才进直播间内的粉丝看着旁边堆起来的木头箱子，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吐槽。不是，有没有昨晚上没睡的兄弟？能不能给兄弟好好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是昨晚上才挖了3枚炸弹吗？旁边这10几箱子的武器是哪来的？我也纳闷呢。好家伙，刚点进来，差点没给我吓死。新都的山林里这么危险的吗？随便找个地方都能发现这么多的武器，而且你们发现了没有？这批武器保存的相当不错，那些38大概好像还能用。我觉得治安局是不是又要给炸哥发奖金了？毕竟这么多武器呢。直播间内一提到要赚钱的时候，所有人都沉默了，扎心啊！书接上回，炸天阿胖无意间发现了抗战时期的军火，刚运导弹下山的陈队不得不再一次上山。早知道是这样，我昨晚上就不应该下山啊，要不然今天也不用再爬一遍了。都快1点，炸天挖出来的这些武器弹药应该具有很特殊的意义，很可能是当年在战争时期因为特殊原因埋在大山中的一批。整整2个小时不停赶路，终于是在中午12点之前看到了坐在武器弹药旁边的2个人。底下你们下去了吗？还有没有别的东西？陈队长，我刚才又下去看了看，周围应该不仅埋了这么点东西，很可能还有。不过通知你们之后，我跟胖子就没轻举妄动了。不是我说，箱子里的手雷我怎么看好像都能正常使用，所以等你们来挖吧。真的，陈队长，我就想好好参加节目来着，这个坑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相信你可以看直播间视频，我说起来这里就多了一个坑。陈大力一言不发，看着爆破部门的人同治安局队员下坑开始挖掘。整个空地上除了炸天、腾胖摄影师，众人忙得热火朝天，并且不停有声音从地下传出来。陈队1箱子弹，上面的兄弟接着，我递上去了。卧槽，这里面是机枪啊，连这玩意都有，看着保存的还挺好，抬上去，抬上去。发现大炮了，快来人，发现大炮了！炸天听着远处不停传来的声音，整个人心里惆怅得很。什么鬼？真把大炮给挖出来了，没办法解释了啊！现在的直播间里，众多粉丝已经开始称呼他为灾厄之铁了，真是走哪出事，而且还都不是小事。哈哈哈哈！我还以为炸哥不知道害怕了，感情你也知道害怕呀？就现在挖出来的弹药来看，这可能是当年某个队伍留在这里了呀，编号全部都是一样的。我现在就关心，给咱们炸哥发多少奖金啊？没有个好几万，恐怕不行吧？连大炮都有了啊！不，依我看，发个毛的奖金。昨晚上是炸弹，今天又是武器弹药，我建议把炸哥拉回去切片研究吧。这家伙体内绝对装了一个微型探测雷达，去到哪都能发现新大陆。我提议去个没人的地方，拖干净了让咱们检查检查。看着越来越离谱的弹幕，炸天整个人都不好了。
什么叫我体内有探测雷达啊？你们家雷达能探测到这么多军火吗？刚才陈大力看我的眼神都开始带上期盼了，老吓人了啊！难不成可能不让自己参赛了？我如果不参加节目，系统可能就要没了，到时候上哪赚钱去？胖子，咱们赶紧走，不等这个奖金了。真的，听哥的绝对没错，再等下去，咱们俩可能就要提前退赛了。胖子一听，这还得了？卡里还有10几万没花呢，现在退赛多划不来啊！两人小心翼翼的起身，连帐篷带野外求生工具也不要了，钻进了山林。哥，你走慢点，走慢点，前面再过去有个湖啊，别掉湖里。我看着路呢，不会。哥，你在下面还好吗？死他妈的，谁在山上还放陷阱啊？铺一层草，看都看不出来，这不是害人吗？炸天龇牙咧嘴从地上爬起来，看清脚边竟然是一具腐烂的尸体。炸天艰难吞咽了下口水，忙冲上面胖子挥了挥手：“胖子，快给陈队长打电话，这里有条死咸鱼啊！”随着炸天凄厉的惨叫声响起，直播间内的粉丝瞬间炸锅了。马赛克呢？马赛克，快点来马赛克！这哪是徒步环球选手啊，整个一瘟神吧！才走了不到10分钟，又发现死咸鱼了。我算是明白了，跟人是沾边的活，炸哥是一件也不干，真的一件都不干啊！尤其是胖子，你是人吗？还给特写镜头哦。我就是手贱，我给进来看什么？好好上班不好嘛？看什么直播？这下好了，估计1礼拜我都睡不着了。很快，陈队长他们就赶到了现场，看着底下高度腐烂的死咸鱼，整个人也是毫无头绪。好家伙，腐烂太严重了，需要拉回去进行详细检测。不过已经能确认，这是一名女性，年龄大概在27岁左右，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已经有7周左右。那个陈队长，你能不能先把我拉上去？这下面的味道真的不好闻啊！书接上回，炸天为了躲避陈大力，带着胖子上路，结果走了不到10分钟，掉进了咸鱼坑。坑洞里拉上来的炸天，抿着嘴眨眨眼，瞅了陈队长一眼，选择性的沉默了。系统这一次提示的信息很详细，年龄包括死因，具体的死亡天数全部罗列了出来。可这都是系统提示的，我不能说啊，不然的话显得太离谱了。拍照留证据后，将尸体运回去进行详细检查。陈大力沉声吩咐将人送回去后，领着炸天两人又返回了武器弹药挖掘现场。发现了死咸鱼，你们2个一会得跟我们返回治安局协助工作。我操，那协助完呢？能送到哪里？现在的位置是在大山里啊，你不可能派人给我们抬进来，只能送到山脚下啊。这等于1天1夜，我不仅没有增加距离，还他妈倒退了。只能到山下，不过可以多管你2顿饭。我太难了，赶紧把这家伙送到别的城市去吧，遭不住了，真的遭不住了。这边武器弹药还没挖掘完，上面一直催促着消息，那边又发现了无名尸体，我就一个人哪忙得过来？忽然，天空中传来震耳欲聋引擎声，只见一架通体墨绿色、布满迷彩花纹的直升飞机正准备降落。这是军方的直升飞机吧？怎么会亲自到这里来？难不成是为了这些武器弹药来的？不会吧，这种战争时期的武器弹药现如今也不能用了啊，只能集中销毁。不清楚，不过我有预感，能让军方直升飞机赶来挖出来的这些武器弹药恐怕很不一般啊。飞机降落下来，几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个个看着最低也有80岁以上的，全部身穿曾经老旧的绿色军服。当年为了护送这些武器弹药，咱们死了多少人，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找到他们。是啊，可惜最后也没送到大部队的手里，人就打完了。敬礼，老首长，护送队王守业完成任务，
终于将这批装备找到了。现场气氛凝重，他们几人正是当年负责护送这批装备的战士，整整200多人在途中遭遇袭击，为了不让装备落入敌军之手，才想尽一切办法将装备掩埋在一座无名山中。谢谢。当年战争胜利后，曾经发布过悬赏，如果有人能发现这批武器装备，奖励50元整。小伙子，几十年前50不算少，这钱你一定要拿着。那我就拿着了。与此同时，没等节目组发布通告，炸天获得50元奖励，再次登上了热搜。导演，果不其然，炸天又上热搜了，而且还是一次性好几条。现在除了第1名的大佬明星，剩下的全是炸天的。估计这回热搜榜一连觉都不敢睡了，生怕眼睛一闭一睁，榜1就没了。行进速度最快的选手走哪了？导演已经走出秦都地界了，刚刚进入川都，不过在山里走了2天2夜，这个选手今天应该会停下来休整，食物也用完了。第1名已经都走出秦都了，而最后1名的炸天不出意外又返回治安局协助工作。别过阵子，有选手都走出龙国了，炸天还在山脚下。按照炸天这家伙邪门的程度，不是没有可能。才发完武器装备，这不又发现了一具无名咸鱼。炸天这辈子还能走出秦都吗？然而，节目组正在讨论炸天的时候，回到治安局的炸天又准备整活了。老爷子，我惆怅得很啊，啥能查出死者的身份？什么时候才能走？行了，你惆怅个毛线，我弄死你算了。对了，你们这个节目举办3年，3年后节目结束，你有什么打算没？3年后，不知道，看到时候攒钱的速度吧。如果能拿了10亿的奖金，我打算提前退休养老了。这时，一名男子走在炸天和秦大爷面前过。大爷，您现在也算是治安员吧？有装备没？借我用用，我好像在你们治安局发现罪犯了。好好聊着天，你说你又发现罪犯了？不是，这里是治安局啊，哪个罪犯脑子被门夹了，没事跑治安局来干什么？真的，我去问问，您先别动。随后炸天在袋子里掏出了板砖，藏在身后跟了上去。书接上回，炸天在治安局门口发现了罪犯，二话不说抄起板砖便跟了上去。看到如此熟悉的一幕，直播间内的老粉丝们一个个瞬间精神了。来了来了，这个表情我太熟悉了，前几天拍那个人贩子的时候，炸哥就是这样。怎么着，治安局里面还能有罪犯啊？净扯淡，哪有罪犯能蠢到这个地步，跑到治安局来这里也是自首，还用得着主播出手吗？要我看，就是故意博人眼球。他要是真能在这里抓住罪犯，晚上我就直播倒立拉屎。说到，验收都是买的吧？太假了，真以为治安局是菜市场呢？随便你怎么来。不是，咱们直播间里面没有管理吗？把楼上这个喷子封了，谁拉链没拉紧，把你给露出来了，还作假？我们都是亲眼所见的，看来你是不知道有个大力斗3号了吧？我也是热搜来的，主播要是就能抓住，不是上面的老哥倒立拉屎，老子他妈的直播吃屎！这辈子我谁都不服，就没见过有人能在治安局抓罪犯，想钱想疯了吗？随着直播间人气越来越高，进来了不少对炸天持怀疑态度的人。哎，这不是欧阳韵的男朋友吗？哥，咱们上一次见过啊，水库钓鱼那次啊，你忘了？什么？你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什么欧阳韵。难道我认错了？你很可能是认错了。我跟欧阳韵的关系，外面根本不可能有人知道。就是每一次约会的时候，也都是找人迹罕至的地方，我提早就过去，也不会跟对方同路，就是怕被人知晓，引发不可挽回的麻烦。而且我上次在山里见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两人不能再错下去了，否则我老婆迟早会知道。那次之后再也没联系过了。老公，怎么了？没事，他认错人了。你累不累？肚子里有孩子，不行，你到大厅里坐一会，排到我们了，我过去喊你。哇，没想到凶手另有其人，真是复杂的三角关系啊，得抓一下这个女的才行。
嗨，你看我这个脑子，认错人了。那天在山上水库，丁哥领的是嫂子吧？我下山的时候，可是看见嫂子车就在山脚下啊，应该没看错吧？对了，嫂子，你不认识我朋友欧阳韵吧？面前这个女人脸色大变，眼神开始躲闪。丁聪则一脸诧异看着对方，神色惊慌。老公，我有点累了，要不明天来办吧，先回家好不好？对，先回家吧。你老婆怀孕了，怀孕了怎么能排队？走，跟我去办公室，给你们先登记了。不用了，我们还有事，明天再过来吧。客气什么？为你们服务是应该的，既然看见了，搭把手的忙，不费事，很快的。走吧，别看了，很快就能帮你们搞定。此时的陈大力正拿着电话，脸色难看。领导，再给我们1天时间，已经查清楚死者身份，3天，不，2天内我们就能破案。真的，我陈大力什么时候吹过牛，绝对能破案。就在这时，走进一个同事，拿着刚刚诈骗用板砖逮到的2个人信息纸条，递到了他面前。别看不起人，1天就1天，要是今天没收获，我脱衣服。又是这个诈天，不是，老天爷喂饭吃也得有个度数吧？而且老天爷是不是瞎啊？抓人是我们治安局的活，总给诈天这家伙为是什么意思？走，我过去看看。经过审讯，很快破案了，坑是丁聪准备的，只是没用上，但是却给他老婆给用了。凶手正是丁聪的老婆。陈大力恋恋不舍地将上千元奖金递给诈天。这是协助抓捕罪犯的奖金，我们治安局自己出的，不是什么悬赏金。时间也不早了，一会儿我派人将你送到山脚下，你们2个人自己上山吧。陈队长，协助抓捕罪犯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你这奖金我不能要，真的不能要。好家伙，手伸到比说的还快，可别有找到什么东西了，再发现什么武器弹药的话，那座山以后都没人敢上去了。真的，人家旅游部门电话都打到我这里了，正准备开发成旅游景点了，你这又是飞机炸弹，又是武器弹药、死咸鱼什么的，人家真遭不住，已经准备重新选址了。嘿嘿，保证不会了，这一次再上山，我们2个人就埋头赶路，晚上都不停下，得赶紧赶去川兜才行。我看网上说，川兜的治安局都等不及了。书接上回，诈天、胖子2人离开了治安局，上山上，而山上仍旧有不少负责挖掘武器弹药的工作人员，不停冲2个人打着招呼。回来了，治安局管饭了吗？没管饭的话，我们这边的盒饭应该在路上了，要不要等等吃点再上路？吃过了，帐篷就留给你们了，挖累了可以休息休息。今天不会又能发现什么东西吧？诈天啊，能不能等等啊？好歹让我们把这些挖完了成不成？你这个速度我们跟不上啊！放心吧，我们不会整活了，埋头就走。走出秦都，不敢给你们添麻烦了，真怕你们陈队长一冲动把我给嘎了。哥，我刚才算了算，就这几天的功夫，除了治安局外，咱们把爆破部门的奖金都拿了，不打算把每个部门都薅一遍再走啊？你真打算放弃了？滚！胡说什么？真以为这奖金是专门为咱们上设立的啊？有的拿就不错了。你是打算让我把所有部门都得罪一遍啊？以后不回秦都了？胖子，我们绕一下走水库的另一边吧。上次发现的死咸鱼，我现在都害怕怕的。很快，他们走到了水库边上，就在这里生火做饭吧，去找点木头。阿胖，你的背包呢？不会是落在治安局了吧？我操，这不完了吗？你把锅也没拿，咱俩是去治安局赚钱去的，不是扶贫去的。你把锅也没拿，咱俩怎么做饭啊？不对，系统最后不是给了一个野外求生食谱大全吗？这玩意应该有点用吧？很快，诈天便把食谱学完了。背靠水库，应该不至于连条鱼都没有吧？胖子，跟我下去，我看看在水库旁边能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没？哥，你不会是要抓鱼吧？下去抓鱼还是算了，万一又碰见个什么大玩意怎么办？陈队长还不得崩溃了？
阿胖，咱们有黄鳝吃了。见画风如此正常，待在直播间内的粉丝一时间竟然有些无法接受。卧槽！我退出去又看了一眼，确定是炸哥的直播间啊？什么鬼？不去抓人，在这干什么呢？咱能不能干点正事？抓黄鳝那是你能干的活吗？哈哈哈哈！陈队长，在没在直播间？快来看看吧，孩子都笑不活了。今天治安局可以休息了，炸哥都去抓黄鳝了，不会整活了。弱弱问一句，黄鳝卖不卖？我可以给钱取货，不为别的，就为了主播去整活啊！抓什么黄鳝？此时，转播厅内，导演一群人看着抓黄鳝的炸天，所有人都是松了口气。呵呵，可算是正常了。我是真害怕这家伙又整出什么死咸鱼出来啊，太吓人了！脖子后面都是汗，给我吓的。直播节目啊，动不动就弄出死咸鱼出来，上面也有意见，这样多好啊！给特写，我要好好看看这家伙怎么抓黄鳝的。荧屏内的炸天从草窝里抽出一个东西，所有人不由爆出一句粗口：卧槽，这是什么？我怎么看着像是个剑，或者是刀？哎，你别说，还真的有点像，不过是不是太长了啊？没见过这么长的剑啊！应该是有人带孩子到山里玩，不小心丢的吧？不对，你们或许不了解，炸天手里这把剑的造型，应该是秦朝的青铜剑造型，剑身长，并且厚重。不过，这种青铜剑仿品很多，至于是不是真的，需要现场鉴定才行。南宫老师冒昧的问一句，如果这把剑真的是文物，一般上交国家的话，文物局会给予现金奖励吗？如果这把剑是真的，文物局会根据文物的价值进行评估，综合发放奖金。不过，确实是有这种规定。水库边，炸天相当茫然看着手里的青铜剑，见鬼了！明明摸到一条黄鳝的尾巴，怎么一爪子抓下去，抓出来这么个玩意？哥，你挖出来个啥呀？挠痒痒啊！太长了。站在水里的炸天，整个人仿佛有些走神，怔怔看着手中的长剑。打电话给治安，不对，这好像不归治安局管。你上网查查秦都文物局的电话是多少，问问他们秦朝公制的刻纹青铜剑有没有奖金拿。哥，你意思这玩意是秦朝的？卧槽，这是文物吧？你等着，我马上打电话。文物那可值钱的很。卧槽，你把黄鳝丢了，今晚吃什么？书接上回，炸天在水库里摸黄鳝，突然摸出一把秦朝文物青铜大宝剑。炸天继续半蹲在水里，不停摸索着。很快，从里面拽出来一个造型别致的青铜酒杯。丢，还不如刚才的青铜剑，竟然是3级文物，上交之后连奖金都不会有。而此时的阿胖查询到文物局电话后，激动拨通过去。喂，文物局吗？我这里有一把青铜剑。没错，就转过身来的一瞬间，看着堆积在地上的一大堆文物，胖子忍不住爆出一句粗口：卧槽！先生您好，如果真的是文物，还请您带来文物局现场进行鉴定，而且只有一件的话，文物局是没办法过去鉴定的。先生您在听吗？在听，不过我觉得你们还是派个专家来吧，现在已经不是一件了，已经是一堆了。草地上胡乱堆积着一些奇形怪状的青铜文物，有短剑、酒杯、腰带。而在水里的炸天只能看到炸天一个头露出水面。看到这一幕，直播间内的粉丝不约而同开始怀疑人生，还以为炸哥终于走上了正途，还没夸2句，一个回手掏出来这么多文物。如果不是我看着直播亲眼所见，真以为炸哥是不是去盗墓了？这是文物啊，没你这么摸的，一摸就是一个。要是让盗墓贼见了，那不得哭吗？不会真的全部是文物吧？有没有可能是一伙文物造假团伙，故意丢弃在这里的？毕竟咱们都在水库边缘。如果是文物团伙，岂不是更好？顺藤摸瓜。如果再能捣毁这个团伙，咱就说治安局给不给钱？我就没见过赚钱这么厉害的男人。好家伙，说好摸黄鳝的，你去摸文物去了。别说了，水库位置在呢，我马上过去摸一件回本，2件大赚。哥，你先别摸了，电话里都说好了，文物局的人晚点会赶过来，咱们今天估计又不能走了。文物局的人怎么说？
哈哈，你是不知道，人家一听咱们手里有这么多文物，还以为咱们盗墓了呢，当场就报治安局了，也会跟治安局的人一起过来。你意思是治安局的陈队长也来？尼玛啊！中午才给人家治安局陈队长说了，今天啥也不干，就是埋头赶路，一会再碰见，你说尴尬不尴尬？另一边，陈大力在郊区山脚下同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合。陈队长，真是麻烦你们了，本来不应该通知你们的，可是我们实在觉得太蹊跷，几十件文物啊，我们甚至怀疑打电话的这个人是不是私自挖了什么古墓，要不然怎么会发现这么多的文物？不会，我知道谁打的电话，你们奖金带了吗？什么意思？发奖金也是上面批准了才会发，而且文物需要鉴定，没鉴定谁知道真假？可算是盯上文物部门了，连奖金都不带，意思是要把炸天跟那个胖子拉回去文物局，还是太年轻了。我真想把手机掏出来，调到热搜榜上，让文物局这个队长好好看看，通知他们发现文物的究竟是个什么人，都快把我治安局薅哭了好吗？想到这里，不知道为何，陈大力心里竟然隐隐有些期待。等陈队长跟文物局的人赶到水库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炸天！哎，来了。那什么，陈队长，你要相信我说的话，我真是下水抓黄鳝来着，没想着能捞上来文物。再说了，这归文物局管，是人家通知的，你们真的跟我没关系。你们就是吧？你好，你好，快来给这些文物估估价，捐给你们能拿多少赏金？钱给了，我们就不耽误时间了，一会还得上路呢。不过，我告诉你们啊，水库边缘泥里面应该还有些文物没挖出来，抽空的时候你们派人来看看。卧槽，你们想干什么？这是青铜鼎啊，你们架在火上当锅用，就不怕中毒吗？这是文物，文物懂不懂？苍天呐，你们用这个青铜鼎煮黄鳝？别激动，别激动，不就是个秦朝的青铜鼎，价值并不是很高，那边还有好几个。对了，这个酒杯被我给捣酸了，应该没啥事吧？队长，文物都是真的，没错，都是真的，一共是37件。我想问一下，把这些文物捐了能有多少奖金？还有奖金什么时候发放？奖金的话，需要你跟我们一起带文物回去文物局，然后进行评估之后才能发放给你们。话刚说完，只见炸天意味深长地瞅了文物局队长一眼，二话没说，一下子扎进了水库里。咱们是不是报治安局？有人跳水自尽了？不对啊，陈队长你怎么好像没事人一样，一点都不着急呢？看吧，我路上怎么说来着？我就说让你给上面领导申请，麻溜把奖励发了，然后啥事也没有了。现在嘛，现在赶紧打电话吧，不用再提赏金的事了。我估摸着炸天这家伙是听着又要下山，心里崩溃了。好不容易下去一次，就拿这么点的赏金，实在是不划算。等着一会儿估计就有大家伙上来了。尼玛啊，这家伙根本就不是什么跳水自尽，而是下去整文物去了。不是，这家伙是什么人啊？来，给咱们文物局的队长好好说说，炸天这家伙是什么人？我说不过来，你自己打开手机看热搜榜吧。哎，刚才那个胖子呢？明明刚刚还蹲在地上炫黄鳝呢，怎么这会连人都看不见了？陈大力掏出手机，看着里面在水下的直播画面，忍不住骂了一句：真他妈的专业，太离谱了！这个节目组从哪找的2个神仙啊？炸天一个人能整活也就算了，跟在旁边的摄影师，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也能这么猛。为了能把直播画面拍出来，这么拼命的吗？卧槽，这么猛的吗？不过治安局怕被薅羊毛，我文物局可不怕啊，就怕你发现不了文物啊。最高悬赏也才100万而已，而且那得是国宝级的文物，在这一个小水库里能发现1级保护文物都了不得了，怎么可能出现国宝级的文物？很快，炸天跟阿胖在水里抬出了一把椅子，而此时的转播台和秦都博物馆都炸了。卧槽，这应该是龙椅了。没错了，龙镇九州，快啊，派车赶去水库，天大的发现啊！咱们节目组的车呢？咱们也得赶紧去水库，要不然来不及了。真的，居然是真的，没道理啊！从来没听过这东西当年跟着谁陪葬了。马上通知有关部门，立刻将水库周围封锁，同时通知文物部门的员工，在半个小时之内马上赶往文物局集合，
通知消防，还有水利部门，把水库抽干，下面肯定还有很多文物还没被挖掘出来。怎么了？这是出什么大事了？我怎么看着连文物局的人都来了，治安局、消防部门，就连水利部门都去了？疯了！这是干什么去啊？不知道啊，不过能这么多部门一起，明天新闻上肯定会报吧。咱们秦都多少年没出过什么大新闻了，这一次是要逆天啊！你们看后面那群记者的车，好家伙，咱们秦都有这么多记者吗？看着跟在后面都有几十辆车了。卧槽，原来是渣哥的直播啊！我就说谁能这么牛逼，原来是渣哥在上山的水库发现了龙翼。此时的节目组已经到了现场，导演看着炸天，心里1万个槽，不知道该怎么吐。今天晚上的事可以说是江天捅了窟窿，龙姨啊，就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这辈子也不可能运气好到这个程度吧。别说秦都了，等明天的新闻发出去，恐怕整个龙国的文物界都要震动了。看这个情况，节目组的领导对咱俩的意见很大啊！一会等文物局的人来了，咱们赶紧去问问，这玩意的奖金能有多少？拿了钱赶紧走，听见了吗？装备什么的，暂时不要了。你就是炸天吧？很高兴认识你，我是节目组的导演，你称呼我为孙导就行。孙导，你好，你好。这一次的赏金拿了，你们应该能好好赶路了吧？当然，节目组不会干涉你们参赛的方式。说实话，起初节目组预算的宣传资金是9000万左右，到现在为止，你凭借一己之力，独占了热搜榜很多名，为节目组省了很多钱啊。初步估算，在龙国的宣传可以停止了，到了国外以后，拿出3000万用于宣传就行了。卧槽，通过自己给节目组省了足足6000万，这不给自己发点钱支持一下，能说过去吗？龙翼呢？龙翼在哪呢？那个馆长，您先别亲，这个奖金多少？什么时候能到账啊？不好意思，失态了。如果是别的文物，奖金一般在10天之内就会审批下来。可你发现的这个，说实话太震撼了，必须由京都过来的人鉴别之后，100万的奖金才会进入到审批阶段，希望你能谅解一下。那好吧，银行卡的话，治安局的陈队长知道，到时候你们问他要就成了，别明天又通知我们要下山。这个破山我真是够够的了，现在只想赶紧从秦都走出去，我怕有一天陈队长再给我揍一顿。炸天，这边是也完了，今晚赶一晚，明天应该能走出秦都，进入川都了吧？说实话啊，我干了这么多年的治安局队长，真是有点不服气。来，这个你看看，这是什么？呵呵，这是我们今天中午的时候才接到南都那边发过来的通缉令，一个逃亡的毒贩头目，抓住这个人，足足有10万有。不过很可惜，对方逃窜的方向似乎并不是秦都。怎么？我只不过就是给你看看，你还真打算去抓啊？别怪我没警告你，毒贩有多凶残，你心里有点数。而且此人逃亡的时候，身边并不是一个人，很可能是一伙人，你快死心吧。没有，我也就看看，我还要赶路呢，真不用回去协助调查是吧？那我们走了啊。滚得远远的。得嘞。这家伙没走的时候，我是日盼夜盼，盼着赶紧走出秦都吧。可现在走了吧，我这个心里还空落落的。不过孙导啊，你们这个炸天选手，等节目结束之后，不能再参加什么节目了，必须要来我们治安局报道才行。上面的领导可都发话了，编外人员的位置一直给他留着呢。刚才不是说好了吗？来我们文物局的呀。哎，刚才我的通缉令呢？炸天这家伙真拿走了。哥，都走了一整夜了，前面有个山洞，咱们进去睡一觉吧。走，进去休息休息。就在这里睡一觉吧，睡醒再赶路。起来起来！别动，睡觉呢，干什么？哥，来人了，哥，找你的。
一定是做梦没睡醒。起来！南哥没有其他东西，就是些野外求生工具，吃的也不多，不过有钱，包里有几万。你们是干什么的？大哥，野外求生的，出来玩呢。如果没猜错的话，通缉令里面的这个人就是眼前的云南。不过，昨天陈大力不是说这些家伙没逃往秦都吗？怎么一晚上的功夫，还真的让自己碰见了？还好那张悬赏被我在半路拉响的时候用了，不然被搜出来肯定玩完了。大哥，你能不能先把枪拿开？我刚睡醒，有点想尿，真的。炸天不动声色用腿碰了碰胖子，眨眼瞅了瞅头上的小型摄像机。阿胖心领神会，幸亏节目组准备的是微型摄像机，将小型摄像机塞进了屁股兜里。猪皮，你带他们去解决了。明白，你们两个跟我来。这是打算把我们2个人拉进树林里解决了。大哥，要钱你们拿走，要东西拿走也行，我们就是普通的驴友，绝对不会乱说，别这样，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真没必要这样，真的。大哥，你南都的，我二大爷的儿子的女儿的表哥的堂妹，就是嫁去南都的，说不定彼此都认识呢，你手下留情，日后也好相见，真的。蹲下，双手抱头。与此同时，直播间内看不到画面，但声音却能很清晰地传递出来。结合刚才看到的画面，已经不难猜出遇见的这群人都是些什么人。不会吧？深山老林里哪来的罪犯？而且手里还有枪，这炸哥什么运气啊？这种人都能遇见。能不能抢枪？能抢过来一把，说不定还有逃生的机会。千万别跟着去树林，对方是打算灭口了。书接上回，炸天在山洞休息，遇上了逃跑的毒贩，而此时的节目组里面泡菜国的艺人来找孙导洽谈。不好意思，节目已经开始了，不可能再增加选手，你们星辰传媒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不过，说实话，节目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先不说已经不能增加选手，就是能增加，你们这身子能吃得消吗？孙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初你们节目正在筹备的时候，是邀请过我们星辰传媒的吧？不过当时我们正在泡菜国参加一项国际顶级的歌曲赛事，将你们回绝了，不会这么小气吧？你得明白，有了我跟康晨的加入，你们的节目不说别的，只要开放海外直播权，到时候单是泡菜国就能增加多少的观众，你能想象到吗？当初在筹备节目的时候，我亲自去邀请你们，你们不仅连面都没见，便被一口回绝。有了炸天的出色表现之后，现所有的流量明星都在询问能否破格加入到节目中来，蹭一蹭炸天的热度，可像星辰传媒一样如此不要脸的，真就这一个？呵呵，不必了，请回。你敢拒绝我？你们节目组知不知道我们2个人在泡菜国有多大的号召力？你敢拒绝我们？哼！对方仍旧在不依不饶，一口一个泡菜国，一口一个泡菜国，听得孙导当时就上了头。不是我瞧不起你们，就你这个身板，上炕你都费劲，能一天走30公里吗？最后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们，炸天是我们节目组的选手，胆敢有人用非法手段破坏他参加节目，我们节目组绝对会追究到底。参加节目很危险，好好回去泡菜国当你们的明星。我觉得你下巴可以削得更尖一点。小时候看过金刚葫芦娃没有？就里面那个蛇精，他那个下巴，估计在泡菜国会更受欢迎。2个泡菜国明星龇牙咧嘴，脸上浮现怒容，正要大发雷霆，忽然一名技术员面色苍白冲了进来。孙导，不好了，炸天好像出事了，你快赶紧出来看看吧。这是怎么了？居然连画面都没有了。就在刚才，炸天同胖子被一群歹徒控制了，对方手里都有枪，然后他们把2个人拉进树林里，好像给打死了。什么？昨晚上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一晚上过去又能遇见罪犯了呢？而且还是持枪的歹徒，炸天撞罪犯的这个几率，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就没见过这样的。通知治安局了没？已经通知了，陈队长带着人火速赶往了山上。太吓人了，不是参加节目吗？怎么连持枪歹徒都有？所有综艺节目不都是彩排好的吗？走，赶紧走，明天坐飞机回泡菜国，不，今晚就坐飞机回去。忽然，司机的转播厅音响中猛然传来了一声枪响。操你们大爷啊！老子挣点钱容易吗？还要抢老子的！哥，好玩，我还想再来一次。别打死了，一个人能换不少钱呢。洞里面的毒贩听到是一声枪响，判断出猪皮已经出事了，此时也赶到了现场。不是，胖子，这都什么时候了？你现在装摄像机干什么？这是我的工作。专业，太他妈专业了，说的有理有据，一点反驳的理由都没有。哥，你开枪啊！开枪打他们！我虽然手里有枪，可问题是，除了在游戏里面打过枪之外，现实中别说打枪了，就是摸都没摸过啊。南哥，不对劲，那个胖子的头上怎么还有镜头呢？他们想干什么？难不成在拍咱们？马德，这是有多看不起我们这群贩毒人员？都这种情况了，他们两个人不赶紧想着跑，居然是直播，是人吗？连毒贩的热度都想蹭，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走，不管这两个人了，速度走。既然是在直播，不出意外的话，秦都治安局肯定已经得到了消息，说不定现在就在赶来的路上，好不容易才跑出来，不能因为这两个人翻车。哥，这几个人跑了。什么？跑了？哥，追不追？马德，他们拿着咱们的钱跑了。追！他妈的，抢了我的钱想跑！老大，他们追上来了啊！卧槽，这是野外求生的主播吗？我们是毒贩啊！我们几个人好几条枪啊！他们两个人一把枪，还追得那么忙，这他妈都是什么人啊？书接上回，毒贩得知炸天正在直播，便转身逃跑，炸天在后面紧追不舍。与此同时，山脚下，陈大力红着眼盯着手机直播画面。对方是穷凶极恶的毒贩，上面有命令，如果遭遇反抗，可以当场击毙。重复一遍，遭遇反抗，予以击毙。最后一点，务必保证咱们编外人员炸天跟胖子的安全，听到没有？与此同时，炸天正追着毒贩满山跑。哥，你开枪啊！咱都跟着跑了快1个小时了，你真是一枪都不开啊？不是，你那枪是滋水的呢，人家不要命了帮咱们，你好歹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啊！节省子弹懂不懂？这是手枪，我不开枪自然有我不开枪的道理。我估计啊，走了这1个小时，几个人贩子可不停地冲咱们开枪，子弹肯定剩的不多了。你想想，一会撵上他们，咱们枪里还有子弹，他们没有了。好好看，好好学。虽然我不会开枪，但是作为一个野外求生的选手，会扔板砖不过分吧？不要来救我！不要！我操，这货是什么怪物？枪不开，竟然还砸砖头，砸就算了，还砸得那么准，我他妈的，这货是铅球投掷选手吧？我操，你们两个老六！好，我发现了，这两个人就是有病，死追着不放。咱们都改变多少次方向了，次次都能追上来，见鬼了！南哥，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干脆停下来干了2个人再跑，不然的话，后面一直吊着2个人，跑出去也得让人给点了。就是不行，干了他们吧！都躲好，子弹打准一点，一旦2个人追上来，干死他们！哥，你这手板砖牛逼，吓得毒贩都跑得看不到人了。胖子，停下来，别说话。哥咋了？不对劲，你往前面看，碎的树叶是不是没有了？
一直以来，不论对方变换多少方向，炸哥总能准确的找出来。我还以为炸哥是旺财转世，能在空气中闻出毒贩的味道，没想到居然是通过脚下的枯叶发现出来的。哥，你意思是，这伙人应该就在前面的树林里等着咱们两个？此话一出，紧张了一路的直播间粉丝手心不约而同渗出了汗水。这意味着毒贩终于是忍受不了，准备解决炸天两个人。细节太细节了，我也跟着看了一路，怎么就没注意脚下的枯叶呢？不过对方不跑了，就埋伏在前面，手里就是子弹不多，炸哥也没办法冲过去吧？大家难道就没发现这伙毒贩子的枪法也很差吗？路上打了那么多枪，就没打中过？再差也比炸哥强吧？我原来在国外的时候去过射击场，炸哥手里型号的手枪也摸过。说句难听的哈，炸哥现在手枪的保险都关上了，一看就根本不会打枪啊！不会吧？楼上的胡说八道什么？敢说老娘的炸哥不会打枪？这不是你们男人的传统手艺吗？还有人不会的？忽然，在屏幕上飘动的弹幕，一瞬间的功夫全部消失，所有人都死死盯着屏幕中。只见他一手提着板砖走进了树林里。啊，不会吧？炸哥这是打算从侧面迂回过去？连枪都不带，就拿着一块板砖。不会是咱们猜错了吧？怎么到现在人都没追上来呢？你说咱们还能跑出去吗？治安局这回肯定已经上山了，再不跑的话够呛了啊！我可不想进去踩缝纫机。哎，这下好了，本来能往国外跑的，现在被那两货追得够呛。要是其他人碰到我们，肯定立马逃走，也不知道这两个货是哪里来的，一直跟着我们，他们肯定会过来，都别吵吵。要是给对方发现了，他们就会远远的看着，再耐心等等。就在这时，森林里面隐约看到一个人影，手提板砖，小心的靠过来，最后走到了最后一个毒贩的身后。别闹，他们快来了，别出声。忽然，这个毒贩才想起，另外两名毒贩已经倒在了对方的板砖之下，当即转过头，跟炸天四目相对。毒贩此时整个人都傻了，就连手里的枪都忘了举起来。别喊，我这一板砖下去，你就说，你脑瓜子还能不能顶得住？把枪放下。南哥，我操！炸天显然有些低估了毒贩的反抗程度，竟然无视面前的板砖，扯着嗓子大吼了一声。马德，南哥被那两个畜生摸上来了。书接上回，炸天一回到毒贩后面，被毒贩发现，于是挟持了最后一名小喽啰躲在树后面。此时的炸天吸引了所有毒贩的注意力，全不知此时的阿胖已经摸到了树后面。阿胖，干他丫的！撩阴腿。于南看到炸天胖子这两货这么生猛，不敢多做停留，抬脚就跑。与此同时，炸天把手上的那名毒贩一板砖给拍晕过去了。直播间内的粉丝傻眼了，一个个表情呆滞的坐在屏幕前。卧槽，比动作大片刺激太多了！炸哥跟阿胖不会试炼过吧？这胆量也太吓人了，这都敢冲出去，对方可是还有3个人的啊，手里都有枪，太牛逼了！我跪了。真的，我看以后谁还敢说炸哥的直播是提前彩排的？就这种阵势，你来给我彩排一个看看。被踢飞的那个毒贩，就算能逃出去，也只能去泰国了吧？一般人真的做不到，一个敢踢，一个敢拍，这是神马神仙组合。碎了，南哥，你跑你莽，你来扶兄弟一把啊！你莽老子都碎了，你手里有枪，你跑个锤子啊！哥，大哥，别动我！真碎了，我投降，枪被我认了，能不能赶紧叫救护车啊？我一动感觉有个球要掉出来了。炸天两人把毒贩绑好，给陈队长留了张纸条，又继续追南路。很快，治安局的陈队长也赶到了这里。不是吧？谁来抽我一耳光？这群人不就是通缉令上的毒贩子吗？被谁给解决了？还能是谁？发现他们的不就是炸天吗？就带了一个胖摄影师啊，人家手里有枪，他们2个人就解决这么多人，而且自己还没受伤。就是他们2个干的。陈队，你看那个毒贩脸上、脑门上还印着板砖的痕迹呢。陈大力上前查看，突然发现地上还留有一行字：陈队长，不好意思，
有个人的蛋不小心弄碎了，麻烦你们叫救护车来，我们先去抓毒贩头目。详情可以关注直播间，直播间编号XXX。麻了，我们辛辛苦苦赶上来，心里还在担心这家伙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人家倒好，不声不吭的，已经把大部分毒贩全部解决了，就连毒贩头目都被追着跑了。别愣着了，留下一个人，通知救护车，赶紧救人，其余人跟我接着追。马德，我算是服了，今年咱们治安局车市换不成了，再这样整下去，上面他妈的要贷款了。没想到这个云南的求生欲望能强到这种地步，硬生生从上山路跑到了另一边的下山路。就这也就算了，一路上那么多次掉进坑里，这家伙的速度一点没受影响，跑，接着跑，你就是跑到珠穆朗玛去，今天老子也跟你干上了。我要是连个毒贩都跑不过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话音刚落，乍天就看见前方外的鱼腩停了下来，然后转身，似乎看见了什么恐惧的事物，二话不说，撒丫子冲乍天的方向跑了过来。哟嚯，怎么不跑了？快上树！太魔幻了，早知道会是这样，说什么我当初也不会带着一群人往秦都跑，这地方邪门的太厉害，人也就算了，好好的山洞哪来这么一群凶残的野猪啊？不过正好可以把你给解决了。他妈的，关键时刻怎么没子弹了？兄弟，不，大哥，我错了，行不行？大哥，你是我亲大哥，我自首了成吗？你别整我了。等你进去了，到时候给我们俩来个信，估计你是够呛了。不过有啥交代的，我能帮忙的，就给你干了。我们治安局有人。对，有人，别的不敢保证，但是我们打了招呼，你进去之后绝对没人霍霍你。我听说里面捅皮燕子挺严重的，真的。老子认栽了，自从第一天贩毒开始就能预料到这一天，不过老子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到最后有一天会是这样落网的，太他妈！哎，别想太多，下辈子努力点，别再走歪了。对了，你悬赏有30万，我们两个拿了这个钱，也怪不好意思的。这样吧，你喜欢什么款式的骨灰盒？3万以内的，到时候兄弟给你订一个，不用客气，也是通过你赚的这个钱。书接上回，乍天跟毒贩被野猪撵上树，乍天觉得拿30万悬赏过意不去，便问毒贩喜欢什么款式的骨灰盒，想着给他送一个。不是，哥，你平日里就是这样劝人的吗？这不是给人往死里劝吗？来个大红色的喜庆。此时的直播间的观众怎么也想不到最后是这个结果。什么时候毒贩子都这么好说话了？大哥，这是什么聊天鬼才？人还没死呢，都聊到给人家订骨灰盒了，还是大红色的，那玩意还有喜庆这么一说吗？这天聊的我脑瓜子疼，属实看不懂，而且这个毒贩子也是个人才，你反抗啊！大家都在树上，就这样认怂了？不对呀，这地方哪来的这么一群黑野猪？都没人管吗？有这么一群，就是老虎碰见了，估计都得吓跑了。万一跑下山，危害多大啊！别急，让我扎扎啊！这是一个野猪饲养基地跑出来的，网上还挂着寻猪启事呢，寻回一头黑野猪有500块的奖励。卧槽，500一头野猪，底下这得有10头了吧？那意思，炸哥又含泪血赚了5000多！天哪，老天爷是瞎眼了吗？咋走哪都能赚到钱呢？直播间内的人疯了，对于乍天这个赚钱路子野的程度，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此时转播厅内，导演看着乍天3人从生死相搏到一起，坐在树上聊天说话，脑瓜子到现在都嗡嗡的。哎，卧槽，我是服了，真的，我真的服了。当年我求生的时候，但凡有乍天这点本事，最后也不至于饿了好几天，这是什么运气啊？怎么了？我把我们节目组的留言投屏到大屏幕上，你看吧。只见在节目组留言板上，正有一个名为野猪大亨的用户留下了联系方式，并且声称树下的10头野猪都是他养殖场的，感谢节目组找到了野猪。最后，野猪大亨愿意奖励给乍天1万人整，感谢对方寻回野猪。又1万，毒贩子的30万已经稳稳到手，底下的野猪居然还有1万的奖励，太羡慕了！抓个毒贩子能奖励那么多也就算了，怎么跑出来的一群野猪也有钱呢？就不能是野生的吗？
此时的山上树林中，陈大力等人看着远处的黑野猪，正在讨论着应对的办法。陈队，除非咱们开枪把野猪全部击毙，要不然以黑野猪的习性，一般熊瞎子碰到一群这种野猪，那也只有逃跑的份，根本打不过。有没有什么办法把野猪引走，好让树上的3个人能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啊！再等等天就黑了，到时候更不好办。如果开枪不能同时击毙这些野猪的话，搞不好最后我们都得上树。那个死胖子正在直播呢。虽然炸天出现之后，我们本就不剩多少脸，可也不能一点没有啊。此时远处传来了猛烈的撞击声，伴随着野猪的吼叫。麻烦了，准备击毙。别开枪，一枪打不死。话音刚落，树下的野猪齐刷刷抬头，瞪着远处站起来的一群人，为首一头黑野猪猛哼了一声，迅速冲了上去。我操！我不是故意的，你们俩是真人啊！我真不是故意的。对，我作证，你专门的。卧槽！好快跑！这群野猪冲上来了。卧槽！炸天！被你这么一吼，我们被这群野猪足足追了3个小时，才把这些野猪喂到。哦，陈队，你不会告诉我，一会我又得跟你们下山吧？好不容易才上山，再跟着回去，这比赛真没办法参加了。整得我们多想带你回去一样。抓的人可是通缉令上的毒贩头目，必须要跟着回去协助工作。这几天你都来我们治安局多少次了？你心里难道不清楚标准流程吗？陈队，有时候我也很苦恼，我错了，真的，我真的知道错了。太优秀了，真是太苦恼了。把毒贩都压着回城了，你还蹲草堆后面干什么？笑，一个个还有脸笑，都不觉得羞愧吗？人家就2个人，抓了这么多的毒贩，你们心里就不难受？草丛后面那个，你还瞅什么？赶紧给老子起来，速度！尼玛，谁能想到陈队长突然会发火？哎，大哥，你们口袋里有纸吗？给我点纸。有。这不正是刚才躲在树后被陈队狠狠批了一顿的那个治安员吗？走了都有10分钟了，要纸干什么？我操，这兄弟刚才没擦屁股就提裤子了。兄弟，等等，你们是真不容易啊！来，这里面还有点水，你沾点水。都过去10分钟了，都干上面了吧？不对啊，地上这是咋看着像猪蹄子印呢？小南最后发的信号准吗？他们确定是往山里去了吗？浩哥，错不了。南哥当时走得匆忙，身上还带着货，肯定是想把货藏山里。既然这里能有猪蹄子印，就说明附近哪个地方有养猪的。要不，咱们摸过去看看。走，如果小南不在那，我们也能吃顿好的，再继续找小南。陈队、炸天等人把累瘫的野猪送回到这个秦都最胖野猪场安顿好，已是午夜时分。太谢谢你们了，就怕这群野猪伤了人，那可就完了。幸亏让你们制服了，太感谢了。眼看着天马上就要下雨，你们这回再翻个山头下山的话，路太难走了，在我这待一晚上，一会给你们炖个猪头尝尝。也是，眼看马上要下雨了，那今晚我们就在这打扰一下。客气啥？就这10头野猪，最起码价值超过10万。要说谢谢的应该是我。来，这是1万元的感谢金，你一定要收下。你们先进去喝点茶，我去给你们炖个猪头。对了，这个你收起来。治安局编外人员炸天，什么意思？我这就成编外人员了。对，这个你收好，以后你就是我们秦都治安局编外治安员了。当然，特事特批，节目没有结束前，你不用到治安局报道。不对，陈队，我们马上就要走出秦都了，以后抓的罪犯也算是秦都治安局的吗？还有悬赏会不会少？他妈的！你说了那么多是想问悬赏会不会少，对吧？这样跟你说吧，成了我们外边不仅不会少，还有嘉奖。同时你抓到犯罪，我到时候我去接人，这是不需要你操心了。安心比赛，我们先进去吧。这个可以有。那什么，我先去个厕所，你们先进去吧。
哥，等等我，你可不能离开我了的直播摄像头。这胖子真他妈的是人才，上厕所都不放过。哥，里面有厕所，为什么要跑出来草堆？外面空气好，而且还不怕把猪给吵醒了。这时，浩哥等人也摸到了养殖场门口。我们摸进去看看，都小心点。出来！浩哥，草丛里有人。这他妈是什么神仙运气？怎么在这地方又碰见毒贩子了？见鬼了吗？我们队伍里足足有几十名治安员啊！这群毒贩子不要命了，这都敢追上来，只能想办法将这群人引进养殖场，再通知陈队长等人动手。炸天通过系统注解，很快锁定了对方的领头人，那个名为浩哥的中年人。浩哥，南哥刚才还在说你们呢，你们怎么来了？以前怎么没见过这家伙？可是对方在如此漆黑的夜色下，能一口喊出浩哥跟南哥，绝对是自己人没错了。还愣着干什么啊？走走走，都进去！南哥他们都藏在那个屋子里呢，这地方晚上就一个看门的，被我们弄死了。走！众人不明所以，跟着炸天走进了养殖场，一路来到了刚才养殖场老板千叮万嘱不能靠近的野猪窝外。南哥他们估计都睡了，我开门，你们先进去。整个养猪室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众人看着黑洞洞的门口，心里有些抗拒。那什么，南哥他们就在最里面睡着呢，你们喊喊他，都没吃饭呢吧？我去给咱们炖个猪头。你们赶了那么久的路都累了，先进去休息一下。哥，里面可是有50头野猪啊，不会有事吗？别给整死了，整死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奖金。整不死，里面黑的啥都看不见，他们看不见猪，猪应该也看不见他们。没事，走，赶紧去叫人。哎呀，卧槽！等等，你说什么？你把毒贩子骗到了这猪窝里面？那可不，太好骗了！一听到南哥在里面就冲进去了。撒泡尿的功夫，这家伙又整活了。现在真是什么样的人都能贩毒了。猪圈里那么大味，真就闻不出来吗？能被骗到那里面去？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与此同时，浩哥等人摸索着墙边，嗅着空气中的味道，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对劲。马德，别走了，别被骗了。刚才那个根本不是小南的兄弟，这摸着应该是猪圈。老子没干这一行前，养了多少年的猪，绝对不会摸错。这里面就是猪圈，往回走，快点！哎，就是猪圈，没错了，我他妈连猪都摸到了。浩哥，你养了那么多年猪，这怎么还有猪的毛长这么长呢？不对啊，猪鼻子旁边还有角。卧槽，这是什么猪？书接上回，炸天把毒贩子骗进了野猪栏，把门锁上。快，让我上去！尼玛，让我上去！我情愿被枪毙，也不想被猪给撞死。别拉我，裤子掉了！别拉我，让开！猪过来了！浩哥，你大爷啊！你爬那么快干什么？拉兄弟一把啊，浩哥！猪跑出来了，人还能救出来吗？不行，猪圈门撞断了，谁也不能进去。不过我这些野猪一般都会午睡，这会是晚上11点，明天中午12点之后，猪就午睡去了，到时候能打开。好家伙，意思就是里面这几个毒贩得被野猪拱上13个小时，造孽啊！对了，陈队，这几个也是毒贩，治安局有奖金吗？死了也应该有吧？完全想不出来，抓了这么多的毒贩，到时候奖金申请报告该怎么写？线索不仅是人家炸天提供的，就连人也是人家抓的，不给奖金的话，治安局良心能过得去吗？有，按照规定，凡是能提供毒贩真实线索的群众，都会获得不等的现金奖励。有钱那就成，这群人估计一时半会也不会有事。老板，炖的猪头呢？好了没？都快饿死了。此时治安总局局长宁凡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不停捏着眉心。明局画像对比出来了，现如今被关在猪圈里面的这个人，就是常年活跃在南都边境线附近的浩哥。这家伙可是个大毒枭了，轻易不会现身。这一次能栽在咱们秦都，消息一旦爆出来，南都缉毒局怕是马上就会派人来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在南都缉毒悬赏中，这个浩哥足足有50万的悬赏吧。一个于南是30万，其他的人就算上一个是5万，这差不多就是50万，再加上这个浩哥50万，咱们治安总局现在储备的悬赏金还有多少？来之前我特意查询过账户，应该还有40几万，恐怕是不够给诈天发这一次的奖金了。曾几何时，我们所有人都没想过，总局设立的这个悬赏金会有一天钱不够用，真是从来没见过像炸天墨这样牲口到这种地步的人，太邪门了。贷款，以治安总局的名义去银行先贷款，先把这一次的赏金发了。至于后面的，看来我也得去上面跟领导谈谈了。此时转播厅里，孙导整个人已经恍惚了好几分钟了。孙导，刚才治安总局来电话了，他们已经往山里赶了，问咱们节目组的负责人去不去。不去，我们去干什么？看炸天领钱吗？节目办成这样，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等明天再爆出来炸天抓了这么多毒贩子，崩溃的选手得有多少？不行，你马上联系炸天跟阿胖，明天一早节目组亲自派人送他们出秦都，顺便征求一下所有选手的意见，同意节目组将炸天送出秦都的选手，每个人奖励现金300，即刻发放。哥，咱们现在怎么走？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好不容易走出秦都了，得好好规划规划路线。大兄弟，坐车不便宜，到城里只需要30。节目组可是规定，路上不允许使用任何交通工具。正当炸天准备拒绝的时候，恰好系统的提醒来了。行走的300块啊，还是自己凑上来的，咋想的啊？师傅，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坐车呢？这地方可是在郊外，正好我要回城里，不坐我这个车的话，在这地方可难打到车，也不贵，给30就成，怎么样？保证送到地方。行吧，胖子上车。兄弟，你有多沉？师傅，我这朋友有点重，这样吧，给你加点钱，50怎么样？给我们拉到地方。成，坐稳了。直播间内的粉丝可猜不出炸天心里是什么想法，所有人在直播间内吵得不可开交。节目组不是明文规定了，绝对不允许使用任何交通工具，炸哥这是犯规了吧？能坐3轮车的话，好家伙，别忘了，炸哥可是有上百万的资金，完全能够个人踩着3轮车环球啊！楼上一看就是新来的吧，老子把话放在这里，以炸哥的尿性，我都不用看了，这个3轮车司机绝对有问题，不然的话，炸哥那是什么人？要钱不要命的人，不可能从30加到50，我不信。对，我也不相信。都来猜，这个3轮车司机不会是个什么通缉犯吧？那这也太惨了，蹬着3轮车去自首啊！万一炸哥看错了呢？人家说不定真来是个蹬3轮车了呢，晒了这么黑，蹬3轮车蹬了也挺熟练，一看就是老手啊！一路上屁股就没挨着座位过，怎么看都像是一个老实巴交的3轮车车夫。系统不可能提示错啊！什么时候偷3轮车的小偷都这么卖力了？有这份毅力在，干点什么不好？师傅，能再快一点不？我再给你加20。又多赚了20。哇，这个3轮车成色比较新，卖给别人的最低能卖个300左右，加上拉这2个人的钱，今天一天等于赚了370块，自己真是个大聪明啊！对了，你们到什么地方？再有5分钟差不多就到城里了，你们得给我个地址啊！师傅，不用到城里了，一直走就在前面不远，到时候喊你停就好了。麻烦你了，实在不行的话，我再给你加20。啊，没记错的话，这条路上好像是有一家治安局的吧？要不要去啊？但是对方又加了20，而且后面这俩人的模样
怎么看也不可能是什么便衣，不可能让自己蹬着三轮车亲自去自首吧？师傅，前面靠左骑进去就行。啊，不行，不行，那是治安局，我怎么可能骑进去？哥们，你是不是逗我玩呢？拉你们一趟不容易，你不会是想要赖账吧？师傅，你说拉到地方的，这样吧，你拉到门口就成，怎么样？到门口我钱就给你。不是，你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老子拉你们这一趟容易吗？裤衩子都湿透了，你还想不给钱？治安局门口，一名治安员看着吵起来的两个人，皱了皱眉，快步走了过来。怎么了这是？他不给钱，我是个拉三轮车的，从高速路口拉的这两个人，说好拉过来给70块钱，结果到地方了，这人不给钱，你看看那个胖子多重，您给评评理，我赚点钱容易吗？好家伙，真是什么人都有，人家都站起来蹬三轮车了，高速路口距离这里可不短啊，一路蹬过来是真不容易，就这，竟然敢不给钱？为什么不给钱？他的车是偷的。你是人吗？偷的车咋了？偷的车没拉你们啊？我是不是一路上拉着你们到地方了？偷的车你们就能不给钱啊？有没有点天理啊？治安员，你说他们是不是应该给钱？再说了，车，妈耶，说漏嘴了。太谢谢你们了，这个偷三轮车团伙我们抓了很久了，没想到可算是抓住一个成员。这是我们治安局发放的奖金，只有300。如果是头目的话，我们悬赏3000，我们一定会尽快将这伙罪犯一网打尽，绝对不会让对方报复你们。还能报复我们？不对劲吧？怎么看着眼前这个青年，一听盗窃团伙可能会报复，眼睛里冒光呢？那什么，韩队长是吧？你们这中午管饭吗？吃了饭能不能再给我们俩送到高速收费站路口去？啊，再给你们送回去？对，再给我们送回去，这以后咱们打交道的时间还长，慢慢您就了解了。那什么，食堂在哪呢？您忙您的，不用管我们两个，一会吃完饭给我们安排个人送过去就成了。大兄弟，去哪？坐车不？我们在等三轮车，不坐出租车。难不成最近南都有三轮车开始跟出租车抢生意了？这能忍？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果断不能忍啊！必须要问清楚。两位，你们给我说说，是不是联系到司机了？有联系方式吗？给我看看。我们南都出租车公司规定了，严禁路上人力三轮车载客打一个，可是能到出租车公司领200块的，这属于抢我们生意。这不是瞌睡了有人送枕头吗？逮住一个人力三轮车拉客的，出租车公司还讲钱。别急，大哥，我问问你，要是这个人偷的三轮车，然后去拉客抓一个这样的，你们出租车公司也讲钱吗？尼玛啊，偷个三轮车然后去拉客，什么人能脑残到这种地步？反正我是没碰见过。忽然远处的马路并排出现了几辆人力三轮车，坐车去城里吗？便宜。来了，终于来了，许二牛说的真不错，他们这个偷三轮车团伙团结得很啊，这不就来了吗？为首的一个人竟然还有这个偷三轮车团伙的头目。师傅，我们就先走了啊，三轮车敞篷的坐着多舒服。等等，你们懂不懂规矩？京都三轮车不允许载客，你们这是干什么？滚滚滚，再批干一句，信不信捶你？规矩你家定的，什么三轮车就不能载客？再敢多嘴，一会捶你了啊！真沉啊，尤其是后面的那个胖子，说什么自己都是虚胖，只有180斤之类的，我是一点也不信。就这个重量，我当初在村里偷2头老母猪也没这么沉。卧槽，都谁在高速收费站附近呢？我是老李，都赶紧过来！他妈的，碰见几个三轮车载客抢生意的，好家伙，饿得很啊，还要打我呢！赶紧来人，我现在在跟着他们。不是，大哥，你要给我们拉哪去？
你们不是什么坏人吧？我可告诉你，早上的时候才有一个蹬3轮的，好家伙！我们明明要去城里，也不知道这家伙怎么想的，硬生生给我们拉到治安局去了，来了个自首。你说我们冤枉不冤枉？人家治安局的人又给我们送到了高速路口。你们这3轮车不会也是偷的吧？你们不能去自首吧？明明路上有兄弟都看见了，二牛当时拉着的就是这2个人。自己家那个兄弟我了解得很，再蠢也不可能自己偷个3轮车，然后骑着去治安局自首，根本就不合逻辑啊！不会，3轮车都是我们自己买的，放心吧。到底是大哥，就是不一样，3轮车轮毂都歪了，就这都能拉着跑。是啊，不过车上的这2个人也真不是东西。二牛不就是偷了的3轮车，至于给送到治安局去吗？我听说二牛拉着这俩人，当时在路上累的，裤子都滴水了。沉啊，就那个胖子，狗屁的180斤，180斤能给3轮车压成这样？大牛哥至于全程站起来蹬吗？必然不可能。一会招子都放亮点，等到了废品站，好好给这2人上课。他妈的，在南都除了那些毒贩子、诈骗的，还没人敢招惹做咱们偷3轮车的呢。休息一会吧，这是我们一个亲戚家，兄弟真蹬不动，裤裆都快磨出火星子了，真的，你们俩这也太沉了。好家伙，真是一点都不避讳，专收3轮车的。很明显，这个废品收购站很可能就是他们这个团伙的落脚处，甚至有可能是销赃处。行，正好我们也累了，进去坐坐吧。许大牛跟其余人顺手抄起了钢棍，跟了进去，一脸玩味地盯着炸天2个人。你们，哼哼，我们什么？我看你们2个真是活腻了，敢把我弟弟送到治安局去。今天你们要是能拿出5万块钱来，一会放你们2个人好好离开；要是拿不出来，身上哪个部件值钱5万块，就留下哪个。这是没得商量了。商量个屁！马德偷辆3轮车容易吗？你说说你们俩是人吗？啊！二牛拉着你们，路上可是有兄弟看见了的，累得都快翻白眼了。你们最后给人家送到治安局去了，就问你们良心不会痛吗？揍他们！千钧一发之际，门口来了几10辆出租车，同一时间走下来一群出租车司机。没错，就是这几个狗东西，不光要抢咱们的活，还他妈准备打老子！上，就地干倒，别伤了2个客人。咱们是正经出租车公司，还等什么？小王，你丈母娘不是省队冠军吗？抄家伙上啊！此时南都治安局队长宁凡正对几名治安员布置着接下来的任务。偷3轮车的这个团伙呀，狡猾得很。通过对许二牛的审讯，咱们这才知道，原来这群人偷了3轮车之后，会伪装成人力3轮车夫，从而逃过追捕。从明天开始，严查市场附近的人力3轮车，一旦发现有异常，马上带回治安局里调查。再就是许二牛交代了，他们这伙人有一个窝点，是一家废品收购站，但是收购站在哪里始终问不出来。一会你们通知工商部门排查一下挂牌的收购站都有哪些，去走访一遍。就在这时，外面的接线电话转接到了宁凡的手机上。喂，这里是治安局，我是治安局队长宁凡，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宁队长吗？我是炸天啊，咱们早上才见过啊，就是那个坐着3轮车给你们送去自首的那个人，你还奖励了我几百块呢，想起来了吗？记得。怎么了？那什么，我现在在郊外的一家废品收购站，你们赶紧来拉人吧，一共有7个偷3轮车的贼，其中还有个是早上那个许二牛的大哥许大牛。大妈，你再给他2锤，问问是不是叫许大牛。好了，我的大妈哟，您轻点啊，牙都给崩没了。宁队，您听着吗？哎，大妈大娘，悠着点，不能拿杠铃砸，一会砸死了。那边怎么那么乱？乱就算了，关键是咋还能有个大妈呢？牙都给人锤没的大妈，这得猛成什么样啊！马上赶往高速收费路口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手头的工作先放一放，早上坐3轮车的那2个家伙，好像给人家盗窃3轮车团伙给一锅端了。
思，这俩人哪来的？速度也太快了！咱们刚才开完会，那边人家就端完了，真他娘的邪门！感情是这么回事啊，小兄弟，真是我们误会你了，没想到你是故意在找这群偷三轮车的，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既然你都已经通知治安局了，没什么事，我们一群人就先走了，这地方交给你们了。对了，需不需要小王丈母娘留下来？不用，大妈不愧是省队冠军，就是几个偷三轮车的而已，大材小用了。我们留下看着人就行了，治安局的人也快了，不会有事。炸天啊，大妈就先走了，在南都有事你就说话，明白不？好的，大妈。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绝对不会相信一个50几岁的大妈这么猛。省队冠军就是不一样。太牛了，哥！你说以后我要是也能娶个省队冠军的老婆，那不得横着走吗？是，我也觉得你能横着走，天天揍的你只能横向爬着走。都给我跪好了！以前的我绝对不可能像刚才那个大妈一样，一锤就能给人打碎几颗牙。刚刚趁机给了大牛一拳，掰开嘴看了一下，还真碎一颗牙，猛啊！这才签到了多少天，持续发展下去，总有一天我绝对能猛过刚才那个大妈。尼玛，那个大妈哪里来的？我还没反应过来呢，不是裹脚就是炮拳，一顿输出。上一次被打过的时候还是小学的2年级，没想到那么多年后会被一个50几岁的大妈给锤哭了。一切恢复平静，直播间内的弹幕才渐渐活跃了起来。就没人发现吗？咱们炸哥的身手好像也好了不少，一拳就把大牛的牙齿给打崩了。难不成徒步环球真的锻炼身体？可问题是，炸哥到现在也没走多少路啊，根本就没咋锻炼啊。哈哈哈哈！我现在有点期待南都治安局那个队长的表情，一看那队长的样子，估计就没关注过网上的消息，根本就不明白咱们炸哥是什么人。接下来该狠狠薅南都治安局了吧？就在这时，秦都治安局队长陈大力给选手炸天赠送3架飞机助力。薅，狠狠薅！南都治安局队长宁凡太年轻了，现在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楼上惊现大佬，哈哈！咱们陈队对炸哥怨念很深啊！节目组、转播厅中，包括孙导在内的一群工作人员，嘴角抽搐看着直播间内的弹幕。炸天真的是以一己之力，硬生生把真人秀节目给带跑偏了。本以为炸天这家伙出了秦都，不至于这么邪门了吧？看来我特么还是太年轻了，不是秦都人家那个山邪门，是炸天这家伙太邪门了。快，节目组电话呢？赶紧把南都的通讯地址给锁了，但凡是南都的电话，一个都别让打进来。哎，快看，怎么有人骑3轮车进来了？大牛哥，人呢？快出来看看，今天我搞的这个3轮车咋样？哈哈哈！你是没看见？好家伙，也不知道这家人咋想的，给自己闺女骑了个这么小的3轮车，好看得很。我趁着小姑娘上厕所的功夫，给骑回来了。在屋里听到声音的炸天推开门走了出来，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呢，又多了一个人，等于又多了200的赏金，不错。大牛哥，你看看能值多少钱？虽然小，可样子是真好看。你不是大牛啊，大牛哥呢？车看着还可以，推那边去吧。大牛在屋后面忙着呢，先把车推过去。你看这个车能给多少钱？我蹬了10几里地才过来的，说什么你也不能坑我啊！指定不能坑你，来，我让大牛哥亲自给你算钱。说你们这个团伙有多少人？就我们这几个人。尼玛，治安局的人快来吧，赶紧带我走，再不走的话，一会让面前这个牲口给我牙都锤没了。太狠了，就没见过这样的。都是社会上跑的人物，最起码的讲点道德吧。锤就锤，干啥还是偷偷的锤啊？锤完了还得扒开嘴看看，
检查呀，是不是真的掉了？真折磨人啊！那这个人是不是你们的团伙？大哥，不是，我真不是大牛哥团伙的，我是个散户，自己干活的，我们有群。随后炸天将几个人的手机全部收了起来，拿起大牛的手机，点开聊天，在群里发送了一条信息。为了回馈新老兄弟，本废品收购站特举办卖艺返现活动，今天之内，凡是能在本废品收购站销售3轮车一辆，除了可参与抽奖活动外，另返现100元现金，上不封顶。大牛哥牛逼，等我。操，刚到手了一个，离你有点远啊，我现在蹬过去。许大牛在偷3轮车行业内口碑相当不错啊！好家伙，最远的一个人，距离这里足足有上百公里，就这都愿意蹬过来捧场。人家蹬了上百公里，得累成什么样？怎么着也得送到治安局去休息休息。书接上回，炸天用大牛手机在群聊里发了一条消息，炸天干脆制作了一个收购3轮车返现的牌子，在门口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等这些散户的到来。不出5分钟的功夫，第一个骑3轮车的散户就来了。在炸天给了一板砖之后，对方也老老实实的趴在了许大牛身旁。哎，碰见狠人了！返现，卖3轮车返现，偷3轮车的团伙呢？宁队长是吧？都在里面呢，你们先进屋子里。有2个人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就过来了。你们把车开走，先进屋子里，别被发现了。是群里的真哥吧？快来，快来，够快的啊！10几公里路，半个小时不到就登到了，一看就是高手。进来，进来，都在里面等着你呢。踩了10几公里过来的郑哥，看着房间里的治安员以及宁凡看到炸天又领进来的这个人，2个人都傻了。太魔幻了吧？哪里整这么多偷3轮车的贼呀？卖3轮车返现，就这，马德给他们忽悠过来，不仅返现活动没看到，每个人都挨1板砖，现在又被治安局控制，进去最起码也得踩上大半年的缝纫机，这许大牛太坑爹了。宁队长，应该还有1个人，距离这里有点远，估计过来快天黑了。还有1个人，那这样吧，这些人我们先全部带回去，这里留2个值守的人，至于你，也跟我们返回治安局协助工作。宁队，能不能不跟你们回去协助工作？大家都挺忙的。再就是早上的时候您说的抓一个偷3轮车贼，治安局奖励200元，这个算数吗？散户是不是也算？我都算好了，一共是29个人，最后那个没到的就不算了，这就是8800块。这个钱您看治安局是现在给现金还是回头打卡？宁凡愣住了，脑瓜子嗡嗡的。卧槽，感情这家伙能把盗窃3轮车团伙一网打尽，就是奔着拿赏金来的吧？除了许大牛的3000悬赏是上面发布的，剩下的一个奖励200都是我们治安局自己发布的。谁也想不到一次性能抓这么多人啊！话都放出去了，人家现在要钱，可5800块啊，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啊！那什么，这个钱现在发给你也成，你等会啊，许大牛的那个钱回头会打卡给你。笑个屁啊！人家一个来南斗旅游的都能想出这种办法，将偷3轮的团伙一网打尽。你们呢？身上都带钱了吗？拿出来，先凑凑，回去以后给你们报销。给，这是5800块的奖励，你数数。拿来吧你！宁队，
您真有信用，南都治安局就是不一样。对了，如果没其他事的话，我们2个人就先走了，剩下的交给你们了。还有最后1个人，你们别忘了安排个人等着。走吧，走吧。看来以后这种什么抓1个人奖励200的行动，绝对不能再有了。忽然，门口传来一阵大货车的轰鸣声。许大牛呢？老子今天够意思了吧？他妈的，上百公里啊！为了给你捧场，老子特意雇了个大货车给我拉来的。你返现的活动靠谱不靠谱？车费能给报销不？壮汉一抬头，看着门口的治安员，懵逼的眨眨眼，愣在了原地。行了，别谢了，你大牛哥在里面等你呢。我就说嘛，上百公里怎么蹬得那么快？感情雇车来的啊？宁队，这个人的奖金就算了，那什么，我们就先走了。许大牛，老子跟你拼了！你他妈是人吗？我坐拖拉机来的，一路上都没敢停一下，就为了给你捧场，你就这么骗老子？治安员，我要举报这个许大牛偷3轮车之前，还偷过村里的老母猪，我能作证。那晚上我跟着去了。许大牛，老子跟你没完。那什么，拖拉机师傅人家是无辜的，你们谁是不是给人家车费报了？兄弟，加个关注再走呗。书接上回，炸天破获了偷车贼，跟宁队长交接之后，便走回到了收费站不远处。哥，咱们啥时候出发？再歇一会吧，刚走过来，今天可能够呛能取到钱了。不过好在又赚了5800，一会进城以后，哥给你安排晚上住大酒店。哥，我就稀罕你这样的大气。我给你说，我阿胖也就是个男人，不好改变了，要不然的话，这辈子我就跟你定你了。哥，你看这样行不行？最后拿了赏金之后，我先去动手术。别，你还是做个真男人吧。心意哥领了，动手术什么的就算了，哥背不住，真的背不住。行了，不耽误时间了，赶紧上路吧。1天了，咱俩可是说是一步都没走，今晚上说什么也得走到城里。就在这时，一辆满载货物的重型卡车一头撞在了收费站口的石柱上，滚滚浓烟开始升腾。卧槽，过去看看。停留在直播间内的粉丝看着2人狂奔过去的身影，一颗心不由自主地悬到了嗓子眼。卧槽，这么危险！炸哥跑过去干什么啊？赶紧通知消防队！这大卡车上里面拉的是什么东西？怎么一个劲的冒烟？不会是什么易燃易爆物品吧？炸哥肯定是过去救人啊，没看见有收费员被困在收费窗口里面吗？趁着还没起火，赶紧把人救出来，怎么就不能过去？我觉得炸哥是好样的，怎么能视而不见？都是龙国人，能救自然要救，没有奖金的话，我愿意自己出钱。别胡说，炸哥人还是很正直的，不过救人确实有点危险，可千万别起火啊！起火了，起火了！拉的是煤气罐，卧槽，一车的煤气罐，完了啊！所有人瞪大着双眼看着骇然的一幕，脑海中一片空白。一旦爆炸的话，威力会有多惊人？众人不敢想下去。不是，你们看那个胖子，这哪跑出来的人，怎么随身还带着录像的呢？不过虽然感觉有些怪异，但是我能看出来对方是真的在救人。你能出来吗？不行，门锁住了，钥匙断在里面了。有针没？给我1根。给我针，我有办法打开门。快一点，火马上烧过来了。还好破获了偷车团伙，系统奖励了我开锁大师技能。太短了，不可能打开的，真的，而且锁芯断死了，这种情况。没等他话说完，门开了，炸天不由分说，一把拉起他的手，不要命的向远处狂奔。哥，你等等我，这火我灭不了。那个卡车司机呢？他人呢？拉的这么多煤气罐是空的还是灌满气的啊？如果是灌满气的，必须马上疏散人。此话一出，所有人表情微愣，这才意识到刚才只顾着逃命，完全没注意到卡车司机是否还困在卡车里。炸天瞅了眼今天的运势，小吉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你们都退后，
再退后几10米。说完，炸天毫不犹豫地跑向了大卡车，而此刻，大卡车后方车厢熊熊烈火已经燃了起来。哥，咋整？赶紧啊！一会给我烤熟了。把挡风玻璃给砸了，先把人给拖出来。一定要救出来啊！卡车里面一定要是空罐子。人救出来了，好样的！这俩人真是好样的呀！牛蛙，消防队还没来，人都全救出来了，这俩人真的牛逼！说什么咱们收费站也得给人家奖励啊！赶紧把卡车司机弄醒，问问车里拉的煤气罐里面有没有气体。师傅醒醒，师傅醒醒，快起来！是不是受伤太重了？怎么叫不醒呢？一看就是睡着了，那么小声怎么叫得醒呢？让开，阿胖你去。你老婆是我的，你儿子也是我的，不光睡你老婆，还打你儿子，你能忍吗？忍不了还不赶紧醒，还不醒？做梦了，他妈的，吓死老子了！就说嘛，啥时候娶的老婆，连儿子都有了？好家伙，原来是做梦了。合着你开车睡着了，你摊上事了，赶紧说，你车里拉的那些煤气罐都灌满了没？是空的还是满的？你给人家收费站都撞塌了，你知道吗？睡觉，你比酒驾严重多了。兄弟，加个关注再走呗。书接上回，炸天把卡车司机救出唤醒，卡车司机竟然在开车的时候睡着了。卧槽！我想起来了，我他妈怎么就睡着了？里面煤气罐都是空的，就2个是满的。太累了，真不是故意睡着的。完了，这不完了吗？我得进去坐牢吧。马德，我还没娶老婆呢。您是收费站负责人吧？那什么，奖励就算了，一会你们估计还得处理现场，我们就先走了。别走，今天多亏了你们2个人，说什么也不能走，必须好好感谢你们。对，还有我，幸亏你们救了我啊，要不然我估计够呛了。犯错了我认，但是你们不能走，我进去前怎么着也要感谢你们。几分钟后，消防车呼啸而来，迅速开始，就连治安局的人也呵呵，宁队，那什么，真有缘分哈，又见面了。是挺有缘分的，能没有缘分吗？1天之内，这是碰见的第3次了吧？太有缘分了！一大早就忽悠着盗窃3轮车罪犯拉到治安局去，本以为这就结束了，没想到下午就把人家盗窃团伙一窝端了。这下倒好，不抓人了，改见义勇为救人去了。这俩人真是到南斗旅游来的吗？炸天兄弟，别拒绝，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不多，但是你们一定要收下。说实话，要不是你们2个挺身而出，我们收费站的员工不可能疏散的这么快。万一真有人出事了，我这个负责人难辞其咎。更何况，最后卡车司机也是你们救出来的。那我就收下了。一旁的宁凡目光死死盯着炸天手里的信封，整个人都不好了。又赚钱了？不是。今天这么邪门的吗？从我们治安局赚了那么多钱还不够，又从人家收费站赚了这么多，什么时候钱都能这么好赚了？来了，就是这个表情，此处演特勤都治安局陈大力，陈队，这个表情您看着熟悉吗？哈哈哈哈，南都的这个队长人也傻了，别问，炸哥赚钱的路子就是这么演。兄弟们，别忘了，这才第1天啊！可以说，如今南都的治安局恐怕都记住炸哥了吧？真就没有一个看直播的吗？到现在还不明白炸哥的身份？不明白才好呢，这样不是更刺激吗？对，不知道身份才是真的好。但是问题来了啊，天马上就黑了，炸哥2个人到现在还在高速路口收费站呢，今晚上还能走到城里吗？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我估计够呛，天生灾厄之体就是如此恐怖，走哪出事。就在炸天2人在现场协助完治安局工作离开后，忽然后面传来一阵刺耳的摩擦声。兄弟，等等，我得进去了。刚才我在兜里现金也不多，还都扯烂了，救命之恩啊！今天要是不感谢你们，进去我踩缝纫机都不安心啊！来，实在没啥送的了，这俩煤气罐你们拿着，多的就不说了，全是感谢，嘎嘎感谢啊！走了。
卧槽，哥，这兄弟有点意思啊，太他妈性情中人了，咋想的？咱俩得走路去城里，我刚才问人了，最起码有15公里的路程啊。他给咱俩2个煤气罐，咋走啊？扛着走啊？哎，不是，兄弟，好有我们心领了，你把煤气罐拿回去啊！我日你妈啊！你特么这是感谢我吗？你给我2煤气罐，我咋整啊？丢卡灭，真是好人啊，救了我的命，连2个煤气罐都不愿意收。如今的社会，这种好心人不多了。此时的秦都治安局，秦老头正在教训陈大力。哎，大力呀，今天的直播你也看了吧？心里有什么感想没有？也就是师傅我年纪大了，要不然的话，有炸天这种队员在，1年之内你要是做不上局长，你这指定是智力有点问题啊。那什么，你老姨就在医院精神科呢，要不明天一早你去检查检查吧。我看着你仇人，吃饭都不香了。这个炸天确实邪门的很，要不是亲自接触过，我真以为这家伙是不是开挂了。没见过这么邪门的人，就跟那些罪犯上赶着让他抓一样，避都避不开。我想一脚踹死你，这就是你的感想？去，你这辈子队长就到头了。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压根就不是缺心眼，你就没心眼。师傅，那我这不是学艺不精吗？再说了，整天太忙了，哪有空关注这么多啊？你就开着车老远的跟着炸天，一旦抓到了什么全国通缉罪犯，该怎么办？你心里明白不？好歹炸天也是我们的外边队员了，不就是去抢南都的功劳吗？可这样真的好吗？人家南都会不会有意见？你傻啊？炸天抓了人，你们不会偷偷拉到秦都地界再抓一次吗？上面领导贷款，不对，贷款是乱说的，缺钱吗？就是炸天再重抓，讲多少钱也讲得起，重要的是功绩，功绩明白吗？你快给老子滚到2院去，好好看看你这个脑子。我闺女当年真是脑子被驴踢了，怎么就能跟了你？教都教不会。大家一起来点赞哦！你见过有人为了报答救命之恩，直接送2罐煤气的吗？这直接导致炸天阿胖2人一人扛着1个煤气罐，足足走了15公里才到城里。老板，来2煤气罐的烤肉，丢卡咩，累死我了！这一路扛的我腰杆子都挺不直了。别烤多了，就2煤气罐的。小兄弟，这2个煤气罐没办法点，我也没卖过煤气罐，这玩意能值多少钱？真不知道。那什么，我们这也可以手机支付，没有现金的话可以扫码。煤气罐一会你们还是扛回去成吗？你看我们像是有手机的人吗？那这样吧，2个煤气罐，给你们烤150块的烤肉，可以不？加2瓶啤酒。成，加2瓶啤酒。把昨天串好的肉拿出来烤了，再看看有过期的啤酒没，别浪费了食物。还有那些鸡肉用羊腰子一起腌一下，当羊肉烤。这样行吗？昨天的肉可有点馊了。没事，上电科技鱼很活，谁能吃出来？整天卖的还少吗？也没见人吃出来，而且越吃越上瘾，嘿嘿。哎，你们怎么也到这里来了？你们吃烤肉啊？要不要到我们桌子去？正好白天没时间，感谢你们，我请客，到我们那桌去吧。不用了，我们点好了，而且不用谢我们都是应该的。那咱们凑一桌可以吗？可以，坐吧。很快楚瑶坐了下来，烤肉也已经上齐。都吃，别客气。炸天拿起一串烤肉，刚刚递到嘴边，忽然动作一怔。今日签到已刷新，宿主是否进行签到？看来到新的一天了。签到成功。今日份运势：大凶之兆，忌聚餐、坐车、婚嫁、一入土，力量+2，品味+1，颜值+1。大凶！我操！为什么会是大凶？记了这么多，而且最过分的是，一入土是什么鬼？离了大谱了！阿胖，赶紧吃，吃完了咱们得赶路，5分钟之内必须走，明白吗？忌聚餐啊！鬼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对了，你再看看我的脸，有什么变化没有？有啥变化？没感觉变帅了吗？好好看看。哥，在我心里，你一直是最帅的，有变化我也看不出来啊。你小子真有眼光。2人暧昧的模样，让坐在旁边的楚瑶那是相当尴尬。听听，妈耶，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还以为终于等到了身扛煤气罐从天而降的盖世大英雄，可是我楚瑶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我自己能被两扛着煤气罐的大男人给塞了满满一嘴的狗粮。造孽啊！不对啊，这不是羊肉串吗？怎么有鸡骨头在里面？老板，我们点的是烤羊肉吧？是啊，味道怎么样？不是我吹牛逼，整条街上就我们家烤肉的味道最好，吃了一顿，保管天天都想这个味。呵呵，味道我不知道，我就是想问问你，我点的是烤羊肉吧？那你好好看看，你能告诉我烤羊肉里面哪来的鸡骨头呢？你看看，这是不是鸡骨头？怎么可能？我店里使用的是正经的羊羔肉，你一定是看错了，怎么可能会有鸡骨头？再说了，鸡肉跟羊肉的味能一样吗？行，报治安局吧，我们在这里等着。对了，再给我烤100的牛肉，100的鸡翅，100的羊肉，100的羊腰子。不是没钱，有的是钱，烤肉。行，给你烤。这群二愣子应该不是来讹钱的，懂行的人都知道报食品监督局，而不是治安局，哈哈。系统任务发布，调查清楚烤肉店生意爆火背后的原因，曝光劣质烤肉的科技狠活。任务成功，可获取食品安全局现金奖励5000元整。系统附赠烧烤大全食谱。任务失败，炫完30斤劣质烤肉，喜提医院3个月疗程。貌似通知错部门了，食品安全好像真的不归治安局管。怎么又是你们两个？好家伙，一天之内他妈的见了4回，自己上辈子干啥了？你又碰见什么事了？首先，我得给您道个歉，真的，宁队长，你听我解释，我也发现了，真他妈邪门了，这么晚了，怎么还是您执勤呢？再就是我报错部门了。对了，您那里有食品安全局的电话吗？能不能给打个电话？我要举报。兄弟，加个关注再走呗。书接上回，炸天吃羊肉吃出鸡骨头，于是报了治安局，结果宁队赶了过来。老板，你出来的正是时候，有没有点眼力劲？赶紧给宁队来一把带鸡骨头的烤羊肉，快点！把你后厨的原材料先封存起来，你们跟进去看着，我现在通知食品安全局的人过来。这该死的家伙，幸好有些原材料已经放了起来，不仔细检查的话很难发现，哪怕是最后被查出来，大不了赔点钱完事，换个地方重新开业就是了。有蜜蜂在哪里赚不到钱？等一会吧。说完，宁凡瞪着一双挺吓人的眼珠子，不停打量着炸天。宁队这眼神有点吓人啊。那个宁队，我这是有什么问题吗？倒是没什么问题，我就是想问问你，你们2个人是出来旅游的？宁队长，这问题我来告诉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从秦都西城墙出发，东城墙结束，沿途一共是……等等，从西边出发，东边结束，你们原地转个圈走2步，不就到终点了吗？那距离应该很近才对吧？迷路能迷到难都来了。不是，您听我说完吗？我们是从西城墙出发，然后绕地球1圈，最后终点是东城墙。不是，你们是打算徒步绕地球1圈？吃多了吧？不用工作赚钱吗？赚啊！今天不是才赚了好几千吗？你们治安局发的钱啊！这不是自己找不痛快吗？差点把这茬给忘了。这2个家伙白天的时候才在治安局拿了好几千的奖金，你们不会是想告诉我，一路上就是这样赚钱的吧？从秦都过来也是这样。别急，你们让我静静。能透露一下，你们在秦都治安局赚了多少钱吗？也没多少，我想想，我们先是抓了2人贩子，然后还有个诈骗团伙、仙人跳团伙、毒贩子团伙，路上挖了炸弹、军火、文物，还找回来10头黑野猪。以几人所在的桌子为中心，附近10米之内的人都跟被雷击了一样，目瞪口呆的愣在原地。别急，我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呢？这个胖子说的这些，我好像看见过啊。等等啊，我想起来了，最近热搜榜上不就是这些吗？我操，我也想起来了，不会吧？炸哥跟胖子哄摄影师，我操，直播间呢？赶紧打开看看。妈的，别让这2个家伙跑了，碰见真人了，真到我们这来了。
此时刚从厨房走出的烤肉老板，看着将自己店门口堵得水泄不通、情绪激动的人群，也一脸的懵逼。哥，大哥，我错了，不至于哥，真的不至于。治安局的人还在呢，就是肉不太纯。哥，你不至于要这么多人来呀？好家伙，几分钟的功夫，从哪摇的这么多人？行，我明白了，人家都邪门到这种程度了，这间店还有什么可狡辩的？我觉得不用等食品安全局的人来了，你自己说吧，你这烤肉都有什么问题？我认罪，鸡肉用羊腰子一起腌了，还用了羊肉香精。不过我绝对没多放，都是按照最低食品添加剂放的，真的。不对，你没说完，肯定还有没交代的，恐怕不只是掺假肉的问题吧？绝对不能说出来，否则的话，绝对就不是罚点钱这么简单了，铁定得被抓进去啊！我知道，这就是烤肉里面掺的东西，生意火爆也是因为这个。还有，我要举报这个老板无缘无故克扣工资，上个月我干了1个月，扣完才给我发了不到1000块，太黑心了。要不是压了我1个月的钱，我早就去举报了。你是大佬啊，怪不得生意能这么好，吃了1次就想吃第2次。你敢给烤肉里面掺壳子，我看你是活腻了。打他！行，把这老板的恶行揪出来了，我们也赶紧走了，不然等会走不了。哥，别忘了煤气罐，快扛起来就跑。马路上，两人低着头扛着煤气罐，健步如飞，连头也不敢回，一口气跑了近1个小时，后面终于没人跟着，两人才在马路边坐了下来，彼此惆怅的对视了一眼。哥，周围黑灯瞎火的，也没有个宾馆，咱俩今晚上睡哪？我觉得吧，不行，咱们别进城了，进城太危险了，真的。你是没看见刚才跑的时候，一个大妈差点给我把裤子扯掉，忒吓人了。是，哥你说的有道理。我不过就是想参加个节目，然后一路上薅上福布斯榜，怎么就火了呢？都是小姑娘也就算了，刚才烤肉摊上涌过来的一群人里面，情绪最激动的全是大妈啊。人间路欢乐墓地，一入土。走，哥找到可以睡觉的地方了，跟哥来。午夜时分，眼前这2个男人身上扛着煤气罐，正一步一步往墓地看门管理员处走去。有人吗？能不能开一下门？刚才我的老姨夫给我托梦，让我来看看他。保安室里的老李朦胧中听到声音，瞅了一眼窗户，这一看吓了一跳，正有2个脑袋紧紧贴在玻璃上，瞪着一双眼珠子死死盯着。哎，活了，活了！大叔，我们不是坏人，能不能开门？真的，我们真是来看我们老姨夫的，刚托的梦，真的。你们是人吗？对，人，我们是人。你们是不是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们是真的狗。这3更半夜的来墓地敲窗，差点吓得我尿裤子了。你们2个说实话，大半夜到这里干什么来的？看什么老姨夫的谎话就别扯了。我干了3个月，就没见过大半夜过来烧纸的。你老姨夫叫什么名？埋在哪个区？我特么的哪有什么老姨夫，就是胡乱编的理由罢了。没想到看门的这个大叔这么负责，墓地里埋了这么多人，难不成把所有人名字都能记住？看墓地的保安现在都那么卷了吗？我们2个人就是晚上没地方去了，想在这里待1晚上。真的，大叔，谁骗你是孙子？我特意算过的，今天运势一入土，我们这不是想着入土什么的就算了，能挨着入土的地方近点也成。那什么，我们给钱，1个人待1晚上，给你200成吗？1晚上赚400，这生意可以。这2人总不会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跑来偷骨灰盒吧？再说了，那玩意别人用过了，偷回去他们也没办法用啊。那行，等等我给你们开门。怎么你们还随身带着2枚气罐？别人送的。不愧是系统，运势算的是真准。才刚到一入土的大门口，又碰见了一个罪犯。什么是缘分？这特么的不就是缘分吗？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都能碰见价值3000的诈骗犯。大叔，这晚上有休息的地方吗？能带我们去看看不？
我们不挑地方都能睡，能打地铺就成。保安室里面就一张床，地方也不够，你们不能睡那里。其他地方的话，倒是有个地方能睡人。不过你们两个敢睡吗？敢，能有个落脚的地方就成了，有什么不敢的？乍天看着大叔，又低头看了看露出来的信封，似乎有点明白对方心里是什么打算。大叔，这钱你先拿着。好，那你们跟我来。能睡人的地方也就是这里了。至于你们是打地铺还是睡棺材，这个看你们自己。时候也不早了，你们早点睡，我回去了。哥，你给治安局打电话报告一下我们的位置，我先找个坑睡去了。胖子整个人都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怎么感觉炸哥越来越邪门了呢？这是棺材啊，人家墓地的棺材啊，不知道睡了多少人。你二话不说就敢直接躺进去吗？哎，哥，你先等等我，我有点怕。哥，今晚我能不能跟你躺一个坑里？那么多坑，这里挤不下了。治安局的人来了，叫我啊，给我把那块板板合上，灯有点刺眼。回了一声，阿胖也坐进一口棺材里，低头摆弄起了手机。与此同时，保安室门口，老李颤抖的手里正攥着一把菜刀，脸色阴沉。看那个信封里面绝对有5000块，有了这5000，我完全有能力从南都出境，再也不用看这个什么狗屁墓地，一个月才不到3000，还不管吃。人间路欢乐墓地门口，紧急赶来的陈大力低头看着节目组给的手机定位，抬头看着头顶上的月亮，整个人相当茫然。定位到这里就不动了，这俩人凌晨3点真跑进这个墓地里面了，咋想的？胆子再大也得有个度吧。陈大力走到保安室，发现保安室里面并没有人，然后直接从围墙翻身进了墓园里。按道理来说，炸天这家伙身上绝对不会缺钱，有那么多的钱，放着5星级酒店不去住，跑到人家墓园里干什么？既然能到墓园来，说明这地方绝对有活能整，难不成有罪犯隐藏在墓园里？越想，陈大力觉得这种可能性越大。踩在墓地里的水泥地上，陈大力小心翼翼掏出手枪，表情凝重向前走着。书接上回，炸天阿胖两个憨憨跑到人间路墓地，直接躺进了咸鱼坑。陈大力也跟随而来，直接翻墙进了欢乐墓地。然而刚跑进来的陈大力看着一排一排的墓碑，也是懵在了原地。卧槽，这么多墓碑，怎么找那两个憨货？想到这里，他直接坐了下来，又掏出了手机，打开了炸天的直播间。弹幕确实很多，不过镜头一动不动，正对着几口棺材，仔细听听，甚至还有轻微的鼾声传出来。我跪了，真的，兄弟们，我真的跪了。有一说一，炸哥跟胖哥真是两个牲口啊！睡棺材也就算了，还把棺材盖都扣上了，咋想的呀？就不怕憋死在里面？楼上的，这你就不懂了吧？这都什么年代了？我仔细看过火葬场的棺材，人家是透气的。人性太人性了，透气的可还行，这是怕人没死透，方便再活过来了。不过你们就没觉得这个看门的大叔有点不对劲吗？咱就说，如果是一般人的话，绝对不可能放炸哥两人进来。他不光放进来了，还故意找了棺材仓库给落脚，怎么看都不对劲啊！不对劲才对了，都好好想想吧。炸哥整的活，哪一个是对劲的？说不定这个看门大叔就有问题呢。说的也是，我看这个大叔也才40来岁，一般这个年纪的人不可能到墓地里干看门的活。哎，快看！我操，咱们猜中了，这个大叔来了，手里还拿着刀。哦，这人有问题啊！当看到这条弹幕的时候，陈大力瞳孔微缩。有棺材，空间那么宽阔，那就只能是前面的仓库了。另一边，南都治安局，宁凡巡逻刚刚回到会议室，就收到了接线中心的电话。喂，我是宁凡。宁队长，刚才接到上报电话，你们辖区的人间路欢乐墓地，说是在墓园里遇见网上通缉犯，名为李大嘴，已经查询确认，通缉犯确实有李大嘴，是个诈骗犯。鉴于位置比较特殊，不排除有恶作剧的嫌疑，但保险起见，
你们治安局还是尽快派2个人到墓园里去看看，电话号码随后会发送至你手机上。谁呀？大半夜跑墓地里干什么去了？还能发现网上在逃犯，真他娘的邪门！对了，应对食品安全局的人给咱们打个电话，让今晚那个炸天明天亲自到食品安全局去一趟。奖金的话，他们必须要当面给对方。你看咱们是不是给刁炸天打个电话？等等，我翻翻电话号码，我记着这个炸天应该是没有电话，参加节目的时候不能带手机。不过那个胖摄影师应该有。找到了。就在这时，接线中心刚好发来短信。看到短信上面的电话，宁凡整个人都不好了。快，你们谁打开炸天的直播间，看看现在什么情况？他妈的，接线中心给的电话就是那个胖子的电话。这俩人有病啊！大半夜跑到墓地里干什么？凌晨3点多啊！这俩人在墓地打电话通知我们治安局，怎么想？怎么渗人呢？以炸天的邪门程度，这应该是真的。走，立刻出发前往人间路欢乐墓地。摆放棺材的仓库内，老李拿着菜刀扫了一眼仓库里的几十口棺材，那是相当头疼。不是，心就这么大，说让你们睡棺材，还真的睡啊！那么胖的人，棺材里面能装得下吗？不过这棺材躺进去了，只能从外面才能打开。这俩人今晚上睡到棺材里，就是自己在找死。菜刀在手，天下我有。老李走向了距离门口最近的一口棺材，伸手将棺材盖打开，里面没有人。合上棺材盖，老李又去开另一口棺材。直播间内的所有人目不转睛看着画面中的大叔打开一口又一口的棺材，寻找着炸天两人的身影。总共就几十口棺材，现在都打开一半了。这个看门大叔的运气有点衰啊！就这样的也敢出来抢钱，运气差到这种地步，咋想的啊？这以为手里拿个菜刀就无敌了，咋个面对持枪的毒贩子一点都不虚？一会这个大叔估计得哭。实在不行的话，仔细听听有没有鼾声，这不也能找出来吗？确实，给老娘看的都急死了，干罪犯干到这种地步，笨死了。累死我了，这都已经开了一半了，怎么还没找到？呼噜声。别怪叔心狠，叔也是没办法，就拿你们点钱。别动，把手举起来。别动，举起手来。人呢？炸天！胖子，直播间明明看到有人拿着刀的。陈大力看着一屋子的红盒子，再看看空荡荡无人的仓库，全身汗毛都炸了起来。我就不应该听我师傅的，跟着炸天干嘛啊？人家路子野的程度，我一个普通人遭得住吗？就连刚才直播间出现的那个中年人，他妈的也不见了。在里面吗？炸天，睡着呢。胖子，天亮了，该起床了喂。鸡腿、酱牛肉，胖子醒了吱一声啊！卧槽啊！你们俩他妈的睡在哪个棺材里？好歹给个信号行不行？老子有点害怕了。有人来了，我还怕个毛啊！快，直播间显示的就是这个棺材室，罪犯手里有枪，都小心点，不要冲动。一旦罪犯敢反抗，警告无果之后可以予以击毙。罪犯人家手里的是菜刀，哪来的枪啊？卧槽！南都治安局的人，这是把我当成罪犯了。一想到这里，陈大力推开了身旁的一口棺材，跳了进去。不会有鬼吧？咋都进来这房子就不见人了？转播厅中，节目的几个主要投资人转头一脸茫然地看着孙导演。怎么还能跑到墓地里？这么多红色长盒子又是什么鬼？我该怎么解释？咱们也没规定选手不能进墓地，不能睡棺材，是不是？那什么，几位投资人，我还是先介绍这个炸天选手吧。送出秦都的时候，炸天拍着胸脯保证绝对会好好赶路，结果呢，端了人家一个盗窃3轮车的团伙，晚上又举报了一个烤肉摊，含泪血赚了好几千。当然，血赚的是他，含泪的是我。我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安眠药一次性干10颗，一点用都没有。这家伙走的路程是倒数第一，但是咱们节目也没规定倒数第一就一定会被淘汰，确实头疼啊！最主要的是粉丝不喜欢走路，喜欢看炸天整事情，走路倒数第一流量却占了80%。
既然是这样，那就不管了。这个选手的话，你重点关注一下。再就是尽量不要让官方部门联系我们，不是我胡说，尽快让这个选手走出国内，到了国外，随便他怎么整活，跟咱们没关系。就是他被国外通缉了，只要不触犯龙国的法律，爱谁谁吧。你们这样说，那我就放心了。这时，办公室门猛然被推开，冲进来一名工作人员。导演，您快去看看吧，选手炸天生气了，给2个煤气罐在棺材室里面给点了，还说什么给那个看门大叔提前点蜡烛。治安局的人呢？治安局？南都治安局的队长跟秦都的陈队长在棺材里干起来了。还好我提前把行李都准备好了，就是现在被送进去也没啥好怕的。此时的棺材仓库里，2个煤气罐不停喷吐着火苗。小兄弟，不至于，输佛法了，真的，输错了，你快把煤气罐关了吧，一会再炸了，划不来啊，真的，输就是骗了自己老姨夫10万块钱，不至于死刑吧？你不能现在就给我送走了。再说，真的，人家现在提倡火化，用不上棺材，你让输出来成不成？木头烧着了。别急，再烧一会，不是我说你，一把年纪了，有孩子了没？你老姨夫的手术钱你都敢骗，正好提前让你感受感受被人拔氧气管是什么感觉。来，张嘴，吸2口无公害的煤气。张嘴啊！而另一边，阿胖站在一口棺材前，不停伸手拉着讲：“陈队、宁队都是自己人，别打了，赶紧去看看炸哥吧。你们还讨论谁把人带回去，再让炸哥霍霍一会，那看门大叔该吐沫子了。”太不容易了，幸亏这个老李骗的钱是在秦都骗的，不然的话，辛苦了一晚上，连棺材都睡了，最后这个罪犯还不是我的，那可就亏大了。人我先带回去了。一个治安局的队长，真就闲成这样，开车跟着人家炸天，就为了能第一时间把罪犯带回去。对了，炸天，昨晚上食品安全局打电话通知我们了，你的那个奖金需要你亲自去食品安全局领取，有空的时候你自己过去一趟吧。再就是，我们南都边外人员的待遇比秦都好很多，你好好考虑考虑。队长，等等我。哥，一晚上就睡了一会，白天咱俩咋办？书接上回，炸天阿胖在墓地逮到诈骗犯，被陈大力带回了秦都。人我先带回去了。陈队、宁队离开之后，墓地老板找到了炸天。太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我们人家陆欢的墓地还不知道会包庇这个罪犯多长时间呢，早晚会出事。我是墓地的负责人，这是一点心意，无论如何你们也得收下。应该的，应该的。我操，买墓地打5折，有感谢送这种玩意的吗？我才20岁就要开始给自己准备墓地了吗？哥，别撕啊，说不定有用呢，你不要给我，我装起来。不是，你要这个玩意干什么？哥，你真是膨胀了，这玩意咱们用不到，可以卖给别人啊！好家伙，这个墓园一个墓地15万啊，咱们这个优惠合同怎么着也能卖好几万吧？说的有点道理，不过总不能搁大街上随便拉个人，然后贼兮兮问人家大爷要墓地不？打折。别管那么多了，先去食品安全局领赏金。此时南都食品安全局几名工作人员聚在大厅中，皱眉看着上面今天下发的文件。又要整顿了？去年我记着才整顿了吧？最近举报的人虽然挺多，可咱们过去也都查了，除了卫生有点小问题，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呀。再等等吧，看兰姐怎么说。上面都发了文件，说什么咱们食品安全局也得查封几家不合格的店铺才行。对了，昨晚上不就有个烤肉店被封了吗？听说是被个什么节目的选手给举报的。你们是？那什么，我们是来领奖金的。就昨晚上那个烤肉店，你们食品安全局不是有公告吗？举报一家店铺成功有奖励吗？昨晚上。啊，对，你们稍坐一下，我去叫我们队长，钱已经准备好，你们签字就能拿走。
大爷，我看你都咳嗽好几分钟了，身体不太行啊。你看，这不是巧了吗？那什么，墓地买了没？阖家欢乐知道吗？我这里有份合同，能打折5折呢。不是你锤大爷了？我没干啥呀，这不是看老头一直咳嗽吗？我寻思着问问，看人家把墓地买了没？见鬼了，老头的承受能力也太低了，不买就不买呗，咋还讹上人了呢？有气活着呢，吓死人了。此时，大厅中的人群也聚集了过来。虽然不少人有些同情倒在地上的大爷，可如今这个社会没有个家财万贯，真的没人敢上去把大爷扶起来。毕竟平日里那些老年碰瓷讹人的事情可没少发生。还愣着干什么？快把人扶起来呀！赶紧打电话给医院啊！人家大爷怎么你们了？瞅你们给大爷气的。我好像听着了，这胖子是个卖墓地的，刚才问这个大爷要不要墓地来着，太离谱了！你们卖墓地的业务水平都这么野了吗？亲自问本人啊！大爷，醒醒，天亮了，你别吓我啊！您倒地之前也观察观察啊！我们俩真没钱，就一个墓地折扣文件，那什么，您要是真想要，给您行不行？不卖给你了成吗？大爷，大家都看着呢，不兴讹人啊！打几折？5折。好他妈，你咋不早说？大爷前几天才定了墓地，打5折？你们是不是人间路欢乐墓地的员工？你问问你们经理，墓地能退不？大爷，别上火，我们也不是墓地的员工，就是帮了人家的忙，送给我们一个5折文件。既然都买了，位置都选好了，咱就别换了，消消气。您这一把年纪了，怎么自己到这来干什么？我自己家羊肉汤店铺旁边开了一家相同的店铺，味道还比我百年老字号的好，排挤的实在干不下去了，我才来食品安全局注销店铺的。没道理，一家新店能把几10年的老字号给排挤成这样啊？味道真的这么牛逼？系统任务发布，帮助大爷守住几10年的老字号店铺，调查清楚隔壁店铺中的猫腻，并曝光成功。任务完成，食品安全局可奖励现金2000元整，系统奖励科技狠活大全。任务失败，从今以后宿主啃的馒头里面都将是满满的科技与狠活。哥，你快看看，好家伙，南都的这个食品安全局财大气粗啊！鉴于最近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特呼吁广大群众，凡是举报一家餐饮店成功者，均可获得奖金2000元整。大爷，你们家店在哪呢？我想去你家喝碗羊肉汤，注销店铺的事明天再说吧。走走走。胖子，你愣着干什么呢？赶紧，我扛着大爷走，你把2枚气罐扛着。初次见面，空着手过去多不好意思，2枚气罐正好送给大爷了。书接上回，炸天扛着老头出了食品安全局。炸天，哎，刚才领钱的那俩人呢？扛着煤气罐跟一个老头跑了。好了，兰姐，这人难不成您认识？你们看看热搜榜，心里就明白了。如果他愿意赚咱们局的悬赏，这一次整顿食品安全问题绝对手到擒来。哥，真香啊，满大街都是羊肉汤的味。高大爷，怪不得你这个店没生意，人家这个味确实诱人。要不你们去隔壁吃吧。说实话，大爷我干了几10年的餐饮，没服过别人，但是隔壁这家店我是真的服了，熬的这个羊肉汤也不知道有什么秘方，不仅汤白，味道更是诱人。我没生意认了，人家厨师的水平确实厉害，大爷我是服了。大爷，先尝尝你的手艺，一会你帮忙从他们家买2碗过来，我对比对比。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不是您的手艺不行，是您对现在的高科技不了解。哥，你的意思是隔壁这家店跟那个烤肉店一样，其实是在饭里整活了？对，不过究竟整什么活，不进后厨的话很难发现，先把2家的对比对比吧。对了，你问问治安局的宁队在不在，让他们过来当个见证人。喂，宁队吗？我在老高羊肉汤。
你们又怎么了？半分钟就到了，来的也太快了吧？宁队是不是在我们身上装定位器了？我就在隔壁吃饭呢。不是，我发现你们俩是真的不累啊！昨晚上在墓地里晃荡了一晚上，不是让你们去食品安全局领钱吗？不赶紧上路，怎么又跑城里来了？真的怕了这炸天，一晚上没睡，想着整碗羊杂汤不补，再回去睡一觉，结果汤都没喝完，电话就来了。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天我就得猝死在工作岗位上了。哦，您在隔壁吃饭啊？羊杂汤，味道怎么样？什么意思？难不成隔壁店有问题？不然的话，炸天这家伙为什么会这样问？你别吓我啊！我天天在隔壁吃饭，你别告诉我他们家有问题。我吃了近1个月了，也没见身体有什么毛病。呵呵，宁队，说实话，我也说不来，只是感觉奇怪，一会我尝尝就知道了。这个是我们家店的羊杂汤，这2碗是隔壁的。哎，大爷，我也是想不明白，我这个羊肉汤一般都得熬2天的时间，直到把羊骨头熬得差不多才会开始卖。可你看这个颜色，确实是没有人家的白。胖子，你尝尝。让你尝尝，没让你一口干了2碗啊！吃出什么来了吗？大爷没尝出来，要不您再过去买2碗过来呗。得了，你是牛啊！一顿能喝这么多，白嫖也得有个度吧。隔壁店铺的那一家，虽然羊头汤喝着也有羊肉味，可唯独没有这股羊肉特有的膻味。鉴于宿主说的有一定道理，系统启动检查 bug 程序，奖励宿主3毛成本羊肉高汤配方1份。丢卡咩，这他妈的成本哪有3毛？羊肉汤里面纯的全是科技啊！走，我好像明白了，高大爷，你也跟我们来，我大概明白隔壁店是怎么回事了。别说卖这么便宜，就是5块钱1碗，估计还能赚1半。刚才老板娘都催了，你刷快点。不是，伟哥，真的，我喊你哥了，说好一个人刷1个小时，我1个小时刷他妈上百个盘子，你就刷50个，你说你是不是偷懒了？再这样，我不干了啊！真的，不吹牛，你要是有炸天那个本事，咱俩天天吃香的喝辣的，住5星大酒店，我给你洗脚，给你舔脚丫子都成，赶紧刷吧，啊，别墨迹了。哎，我操，洗碗啊！还能有活路吗？老子这个逼样的刷盘子也就算了，你他妈卡里有那么多钱，咋也跑来刷盘子？没事，好好干你的，我们有别的活。不羡慕，真的不羡慕。钱多怎么了？自己刷1天盘子，整整能赚150块，就这个价钱，不知道有多少选手羡慕呢。人不能跟牲口比，比不过。哎，找到了，加油，努力，看好你哦。伟哥，为什么我有个不好的预感？书接上回，炸天在厨房找到一瓶东西，拿到餐厅里面。伟哥，为什么我有个不好的预感？此时餐厅的大堂里，3花淡奶，这是做奶茶的一种东西，羊杂汤店按道理用不到这玩意。老板娘，别说我欺负你啊，我也是为赚钱来的。食品安全局人家说了，举报一家店铺奖励2000块，必须是证据确凿，大家伙都看着啊。我给你们熬一熬羊肉汤，为什么这么白的原因。有空的可以去他们家后厨看看，反正我是一根羊骨头都没看见，食品添加剂倒是不少。高大爷，你卖不过人家的原因，我给你找着了，为什么卖的这么便宜？答案就在这里。嘿嘿，羊肉汤里面可是一点羊肉的成分都没有。胖子，拿杯开水来。1勺3花淡奶，颜色有了没？就问你浓郁不浓郁？没有羊肉味。呵呵，来，哟，瓶子就在这呢。再来几滴羊肉香精，小味是不是一下就上来了？来，胖子，尝尝3毛钱成本的羊肉汤味道怎么样？
哥，我这是憨，但不代表我傻。明知这情况还要喝。老板娘，你看我跟你熬的工序有啥区别不？没放盐。老板娘，你这么干良心就不会痛吗？都说喝羊肉汤补肾，日你大呀！老子原来还有3分钟的，你给老子补成不到2分钟了。媳妇都要跟我离婚，我跟你拼了！人我先带回去，这已经牵扯到虚假宣传，你们一会派人来把店铺封了，店里的资金马上就会冻结。都散了，都散了。回头有在这家店铺充值的，过几天到食品安全局来一趟，会全额退回的。牛啊牛啊！小伙子，感情是这么回事，你可算是帮了大爷的大忙了。那什么，帮了这么大的忙，来你们还送2个煤气罐，这大爷怎么好意思？刚我让老伴给你们找了2罐满的，一会你们一定要扛走啊！没完了是不是？这2煤气罐赖上我们了，都扛着走了多远的路程了？好不容易才放空，好家伙，大爷又给换了2满的。炸天，昨晚上烤肉店的奖励，还有今天的奖励，一共是4000，等一下转到你银行卡上。我作为食品安全局的队长，应该好好感谢你。如果可以的话，不知道在这段时间内能不能再找出几家像这个洋杂店一样的店铺？奖金你放心，我们食品安全局资金充足，不怕你耗。不怕耗，第一次碰见有人说话这么豪气的部门。与此同时，后厨刘伟还在拼命地刷着碗。几点了？再刷几个小时，今天的150就到手了，哈哈，晚上好好吃一顿啊！确实，终于不用啃馒头了。你们还刷呢？别刷盘子了，老板都他妈被抓了，你们还刷个屁啊！店被举报了，一会就查封了，赶紧走人啊！不是，我都刷了大半天了，老板被抓了，工资呢？还有个屁的工资！刚才幸亏我跑得快，要不然外面那伙人能给我锤死。店里卖的东西有问题，一会再让那些吃饭的给你们堵住喽！别看是刷碗的，万一揍你们一顿，划不来，真的，赶紧跑！不是，谁他妈这么缺德？老子辛辛苦苦刷2天盘子容易吗？啊，好歹等老子拿了钱再举报啊！别喊了，别喊了，赶紧走，8成是那个炸天给举报了。高大爷，煤气罐真的不要了。你看，你是不是看不起大爷？说什么你们也得带上。大爷，我刚才关注你直播间了，你们不是徒步环球吗？有这2煤气罐不是刚好？一会你们去隔壁买个简易煤气灶，在野外是不是可以做饭了？大爷吃的盐比你们俩吃的米都多，听大爷的准没错。高大爷说完转身就走，不给炸天任何狡辩的机会。我们也走了，等你们的好消息。你们悠着点吧，真的，我2天没合眼了，让我回去睡一觉成吗？哥，大爷人真实在，把店里2个满满当当的煤气罐给咱了。要我说，大爷说的有道理，不行的话，咱们就带着吧。对了，哥，你不会真打算去薅食品安全局的羊毛吧？先走再看看吧，扛着走吧，蚊子腿也是肉，好歹也能卖点钱。看啥地方有个废品收购站，把2煤气罐处理了。对了，秦都治安局的钱到账了吧？我们先去取点钱买些装备。你见过扛着煤气罐进银行取钱的狠人吗？炸天跟胖子2人扛着煤气罐，直接走进了南都储蓄银行。2个安保大叔看到马上走了过来。干什么？我可告诉你们啊，这里是银行，看见上面的监控了没？都看得清清楚楚。小伙子，你们有啥意见可以提，先把煤气罐放下，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真的有话好说。老公，我老公呢？日你玛呀！人家扛煤气罐进来，你跪桌子底下干啥？你就是这样爱老娘的呀？离婚！离婚！哼！谁他妈躲厕所呢？赶紧开门，让老子进去啊！啥？没擦屁股，都什么时候了，还擦个屁的屁股？你把门开，我进去给你擦。兄弟，开门。哥，咱这钱还取吗？见鬼了！银行特么的也没规定不能扛着煤气罐来取钱啊！一个个这么紧张干什么？大叔，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们是来取钱的，真的。你看，这是我们的银行卡，煤气罐是人家送的，你要是看上了，给你一个也成。
别报治安局，千万别报治安局，我们是好人，真不是来诈银行的。简直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自己这么帅的一个棒小伙，哪个眼看着自己像是诈银行的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报治安局啊！有人要砸银行，扛着2煤气罐，凶残的很，让他们赶紧派人来。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你的。你退后，退后，别过来！治安局的人马上就来了。这是真的不关我的事，宁队长，你睡不了觉，跟我炸天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能怪我啊！又是你们2个人，造孽啊！才刚刚分开不到1个小时，又见面了，还能有活路吗？这俩人再这样整活下去，我够呛能活到下1礼拜了呀！误会，都是误会，我们是来银行取钱的，真的。收队，你们先回去，我看着他们取完钱再走。不是取钱吗？取啊！我决定了，在你们没有离开南楼之前，我干脆跟着你们2个人算了，也省得你们报治安局，一旦有事，我现场就给你们处理了。啥？取不出来？为什么取不出来？账号异常？我银行卡怎么会账号异常？什么账号异常？您好，是这样的，银行卡最近涉及到境外的一笔非法交易，被人远程输错过3次支付密码，因此银行系统自动判定为账户异常，已经将银行卡锁定。如果需要解锁的话，需要本人携带有效证件到开户行去解锁。擦，我想起来了，哥，那晚上睡在棺材里，有个短信进来，我好像点了点，不会是因为这个吧？睡在棺材里？好家伙，这俩是什么人？路子这么野的吗？人生真是大起大落，太刺激了，好不容易走上了人生巅峰，这下好了，里面的钱取不出来。哥，要不咱俩再走回秦都吧？不行，宁队，麻烦您通知食品安全局医生，可以准备钱了。马德，不好玩，食品安全局的20万，看来是不能上路了。此时的刘伟在一家奶茶店的后厨里，算咱们倒霉，不就是150块没了吗？现在不是又找了一个工资更高的活，好好干，干2天攒上几百块，咱们尽快出境。我算是明白了，这个炸天绝对是个瘟神，以后说什么也得离这个家伙远一点。伟哥，你能这样想，心胸真不错。要我说，咱们俩人组合，绝对有能力竞争冠军，有一个算一个。咱们一路上多能吃苦啊！有了钱，论行走的速度，绝对没人能比得上咱们。哎，行了，你们俩别刷了，那什么，一会从后门走吧。实在是不好意思，咱们店被人举报了，人家食品治安局的人马上就来了，停业整顿3个月。你们刷了半个小时，实在不行等会给你们整2杯奶茶抵工资。又被举报了？谁啊？他妈的，没完没了了吗？好不容易找个活，正准备埋头大干一场呢，咋又被举报了啊？伟哥，赶紧走，奶茶店干不成，别忘了，刚才距离这边不远的一个烧烤店，不是能去串肉吗？不能耽误时间，咱俩得支棱起来，赚钱要紧。哎，伟哥，等等我。书接上回，刘伟刷杯子的奶茶店在被炸天举报查封，又白干了半小时，于是赶往下一家烤肉店。哎，伟哥，等等我。又他妈的被查了，见鬼了吗？再次白干了半个小时，1毛钱没拿到不说，连口吃的都没。究竟是谁这么没？是我，还是伟哥？1天时间内干3家，被人家食品安全局查封3家。上厕所没洗手也不至于这么邪门吧？走，老子就不相信了，去那家连锁店看看。我想明白了，咱们这一次长个心眼，你看，从早上开始干的那家店就不是什么大店，这种店根本没有保证，人家食品安全局一查一个准。这一次咱们去这个火锅店，这么大的店，总不至于出问题吧？对，说的有道理。走，就是食品安全局的人来了，也必然不会出事，能安稳的干到天黑就成。哪怕一个人赚30块晚上的饭钱也成啊！
你们是要临时工吗？我看你们在后面贴了招人的。你们没看见我们大门紧闭也没有时刻吗？我们店被查封了，这回老板正在开会呢，暂时不要人了。火锅连锁店大门口留下了刘伟两人在风中凌乱。不干了，干屁啊！找个碗，今天不要脸了，咱俩去街上要饭去。他妈的，这辈子我要是再干临时工，我出门被车撞死。同时，食品安全局内，苗兰等人聚集在办公室区，看着电脑上的直播画面，彻底炸锅了。兰姐，这样下去不行啊，太恐怖了，咱们封条都快不够用了，才不到3个小时啊！炸天这家伙已经举报了30家店铺，还都是证据确凿。是啊，去送钱的小慧都不干了，此次连接口都没出去，又让咱们喊回来拿钱，咋办啊？根本就不用3天，这家伙要是熬夜举报1晚上，20万的奖金够呛能坚持到明天早上啊！咱们是不是赶紧给上面汇报，再申请点资金下来？不然的话，最后没钱给了呀！穷疯啊！说让你尽管举报，不过是句客套话呀。谁能想到，这个炸天真是一点都不客气，生整啊，还都整得有理有据，不给钱都不成。就这个情况，别说20万了，3天举报下来，40万也挡不住哇！此时的秦都节目组卫生间，孙导正在跟家人交代后事。哎，你别问了，我最近不能回家，就在公司住。不是，咱俩老夫老妻了，你还不相信我说的话？我是那种能去犯罪的人吗？真没有，就是公司里最近比较忙。对了，你也少出门吧，儿子上学的话，实在不行你给他请个假。一旦发现小区里有陌生人，第一时间上报治安局，一会我把治安局队长的电话发给你。老孙，你在外面是不是睡人家老婆了？人家还要报复到咱们家里，你儿子什么学习水平？你心里没点逼数吗？连倒数第2个名都没考上过，再不去学校还能有希望吗？不是，你说实话，你最近到底在干什么？又是做什么缝纫机的生意，又是准备要出国好几年？不行，你等着，我今天说什么也得到你们公司去看看，你们现在在办什么节目？整天神经兮兮的，你等着老娘，我马上到。完了，尼玛忘记擦就把裤子提上了。喂，一会你来的时候给我带个内裤跟裤子，别让人看见。我在公司男厕所最里面这一间，进来以后别出声，给我手机震一下。老孙，老娘他妈的！哥，你太狠了，早知道我不跟着你了。看了这一下午，还有能吃的东西吗？我也不想啊，看了系统给的科技狠活大全，我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了。走一家就有一家，我也是没办法。走过路过不要错过，3天没吃饭了，1毛也是爱，2毛不嫌怪，给点吧。大娘，没有零钱不要紧，我们有支付码，您扫一下就成。哼，这不是白天在羊杂汤店刷盘子的那个选手伟哥吗？放着好好的兼职不干，怎么还跑街上要起饭来了？你还有脸笑？我告诉你，炸天！你完了！你知道你在南都得罪了多少人？马上就会有人来找你的麻烦。有钱怎么了？有钱你也够呛能跑出南都去。行了，你们接着要吧，我们就先上路了。不过，哟，这是谁丢的2个煤气罐？最起码也能值200吧？什么意思？价值200块？伟哥，这是炸天不要的煤气罐丢在这里，不算选手直接赠送吧？我们拿了不算违规吧？干了，走，你扛一个，我扛一个，先卖了再说。没想到这个炸天还有点人性，既然这样的话，白天的事老子就原谅他了。然而，让刘伟两人想不到的是，还有个更大的坑在等着他俩。快看这2个倒霉蛋，在路边垃圾桶里捡了2个煤气罐，扛着走在路上。不一会，街上停下了几辆面包车，把2人拉进了胡同里面。老板怎么说的？启强哥，老板说了，2个人外加2个煤气罐，其中1个人手里还有摄像机。没错，就是这2人。老板的意思是，狠揍一顿，让他妈的再多管闲事。还等什么？钱到位，人干废，这就是那个炸天吧？一会揍你的时候别哭啊！放心，我们下手也不重，你也不用报治安局。来之前，我们自己报了，打人犯法，一会我们几个就去自首。不过，人家老板钱给到位了，就是要揍你一顿。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好好参加节目就参加节目，有2煤气罐了还不知足，去举报人家的店干什么？
不是，我不是炸天，他刚走。各位大哥，打人犯法，我真不是炸天。煤气罐还能作假啊？好家伙，都这个时候了，还不承认你不是炸天？谁是炸天？打人犯法谁不知道？老子行李都准备好了，就是进去关几天，钱都收了，说啥也得干你一顿。干了，兄弟们，打他！熬你大爷啊！老子真不是炸天。好家伙，还不承认？揍他！我跟你们拼了！兄弟们，别打脸，打屁股，揍他！上！是给你说清了，记住了没有？以后再敢举报，快看这两个倒霉蛋，在路边垃圾桶里捡了2个煤气罐，扛着走在路上。不一会，街上停下了几辆面包车，把2人拉进了胡同里面。老板怎么说的？启强哥，老板说了，2个人外加2个煤气罐，其中1个人手里还有摄像机。没错，就是这2人。老板的意思是，狠揍一顿，让他妈的再多管闲事。还等什么？钱到位，人干废，这就是那个诈骗吧？一会揍你的时候别哭啊！放心，我们下手也不重，你也不用报治安局。来之前，我们自己报了，打人犯法，一会我们几个就去自首。不过，人家老板钱给到位了，就是要揍你一顿。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好好参加节目就参加节目，有2煤气罐了还不知足，去举报人家的店干什么？不是，我不是炸天，他刚走。各位大哥，打人犯法，我真不是炸天。煤气罐还能作假啊？好家伙，都这个时候了，还不承认你不是炸天？谁是炸天？打人犯法谁不知道？老子行李都准备好了，就是进去关几天，钱都收了，说啥也得干你一顿。干了，兄弟们，打他！熬你大爷啊！老子真不是炸天。好家伙，还不承认？揍他！我跟你们拼了！兄弟们，别打脸，打屁股，揍他！上！是给你说清了，记住了没有？以后再敢举报老板的店铺，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行了，老子几个人回去把鱼卖完就去自首，你们2个人小心着点。哎呦，给我屁股踩的，尼玛啊！老子不是炸天啊！伟哥，咱们揍也挨了，这2煤气罐好歹也能值200块，说什么也不能丢了，要不然这顿揍不就白挨了吗？2人艰难地拖着煤气瓶走出巷子口，抬头的一瞬间愣住，只见面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围过来一群体型彪悍的大妈，个个手里都提着鸡毛掸子。2煤气罐，没错了，就你叫炸天啊！我闺女怎么得罪你了？开个奶茶店容易吗？你给我闺女举报了，姐妹们揍他俩！不是，大妈，我他妈冤枉死了，我不是炸天啊！啊！他妈的，你快给我看看，是不是把我屁股都抽肿了？真疼啊！好歹抽的你是屁股，大妈抽的我全是大腿根啊，给我都抽劈叉了！该死的炸天，尼玛，替这家伙挨了2顿揍。哥，城里不能待了，我怕一会再有人来咋办？你说的对，赶紧走，马上就出城，一刻都不能耽误了。伟哥，你疯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拖着煤气罐干什么？万一路上再被人堵住了呢？那你说怎么办？打也打了，难不成把煤气罐丢这里？价值200块啊！不整走的话，这揍挨的是不是有点太冤枉了？到头来一点好处都没捞到，老子不甘心。就是这2个人，好家伙，太不把安全放在眼里了。刚才一群大妈给你们举报了，工人在街道上扛着1人1包物品，房门都是打开的。你们2个跟我回去一趟消防局。刚才那群大妈太不是东西了，比炸天还狗啊！南都郊区一片茂密大野地里，炸天单手摆弄着面前的木头烤架，阿胖在一旁流着口水。哥，差不多了吧？我都闻见味了，不用烤那么熟，能吃就行了。都饿1天了，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别急，没烤熟你想吃了拉肚子啊？不是，你给我说实话，这么大一只公鸡，真是你在野地里抓的？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你上个厕所的功夫就能抓只鸡？哈哈，哥，你是不是看不起人？别看我胖，但我绝对是个灵活的胖子，真是我抓的，就在旁边那个野地里。我还奇怪呢，周围也没见有养鸡的，哪来的鸡，还肥成这样？算了，既然都抓住了，那就是咱的鸡，先吃了再说吧，说不定是野鸡呢。此时不远处，一个中年人低声骂着2个手下：“操
操，你们2个人真的是废物，连个鸡都看不好。现在鸡不见了，怎么祭祖师爷啊？赶去城里再买1只，来得及吗？蹲在这个大野地都快1个礼拜了，可算是找到那个墓穴口，眼瞅着开机仪式办完，就能下去摸东西。可没想到关键时刻鸡他妈的不见了，足足养了7天的大公鸡，莫名其妙就不见了。你们2个说实话，是不是我睡觉的时候你们2个把鸡吃了？怎么可能？师傅，鸡真的是不见了，我们咋可能吃了呢？对啊，吃也得喊上您啊，不可能吃独食。咱们这一行现在多难干啊，要不是您也发现不了这个墓，是不是？都是成年人，我们不可能这么不靠谱。行了行了，赶紧找鸡吧，看看地上有没有鸡的脚印。书接上回，胖子在山上抓到1只野鸡，直接烤了，怎料被别人直接抓到现成的。可算是找到人了，给老子站起来！你们这鸡哪来的？这就是你说的野鸡，人家特么都找来了，这鸡是你们的？废话，当然是我们的，市场上200块钱买的。大哥，鸡走的挺安详的，没受啥罪，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们这个鸡是200买的，我给你们200，反正鸡已经都吃了，你们要是不同意的话，还剩半只鸡，要不你们拿走。哪个市场买的？这鸡味道确实不错，你们养了多少啊？还卖不卖了？鸡都被吃了，现在除了能让对方赔点钱，貌似也没啥好办法。可问题是，今晚上我们就准备下墓，没有鸡的话，很可能会沾上霉运。300，都养了1个礼拜了，天天给鸡抓虫子，没成本啊！哎，哥，我咋感觉不对劲？马上都天黑了，这4个人没事干跑大野地里干什么？再说了，一看这4个人的模样，最起码有好几天没洗脸，衣服上都是土，不会是逃犯吧？不知道啊，我也疑惑，但系统并没有给出提示，我也不好判断。不过有一点能确定，大半夜4个男人跑到这个地方，属实有点不太正常。赶紧吃，反正咱俩要赶路，跟上去看看，万一真是通缉犯，说不定又能挣点钱呢。此时的陈大力担心炸天2人被报复，追着导航一直赶到了南都郊外。真能跑啊！大晚上不找个地方睡觉，跑大野地里干什么？陈大力低头看着手机定位，往前走着，突然脚下一空，掉进了一个黝黑的深坑。陈大力赶忙拿起手机给炸天打去电话。喂，陈队，你们是不是在南都郊外的大野地呢？事不宜迟，我给你们说，你们赶紧在大野地里找个坑。卧槽，没电了！陈大力正准备扯着嗓子大喊，忽然头顶上突兀出现3个看不清面容的脑袋，足足6只眼睛，滴溜溜看着下方。没有大公鸡，按道理来说，咱们下去很可能碰见什么邪门的事。可最后一次了，都小心着点，来，都跪下磕3个头。仙人在上，就是拿点东西，不是故意打扰您。鸡被2个牲口给吃了，真不是我们没准备。您大人大量，可千万别出来找我们麻烦。给您磕头了，您老安心睡觉。刚才陈队说的什么意思？让我们在大野地里找坑？这地方这么大，到哪找啊？我估计陈队很可能跟着咱们来南都了。不过找坑，会不会是碰见了什么事？算了，既然让找坑，咱们赶紧找吧。咦，刚才那几个人哪去了？刚刚明明还在不远处呢。我问问你，刚才这几个人，你看见有影子吗？我没注意，我啃鸡腿来着。不是，哥，你的意思是刚才过来的3个人压根就不是人？哥，你别吓我，我有点小怕怕。太邪门了！先是陈队莫名其妙来了句找坑，然后跟着的3个人就不见了。我也没注意，别急，刚才就在远处，咱们小心走过去看看。就在这时，寂静的夜空中突然炸响一道凄厉的惨叫声。不要来救我！不要！哥，就是前面，走过去看看。很快来到一个坑洞前，低头向下瞅了一眼，底下足足有3个大脑袋瞪着滚圆的眼珠子，正双眼含泪地看着炸天。我操，那3个是什么鬼玩意？兄弟，能不能把绳子递下来，赶紧拉我们上去？
真的，底下有东西，老吓人了。公鸡钱我们退给你。赶紧滴吧，刚把仙人塞进棺材里，一会别再跑出来了。怪不得这4个人有些奇怪，原来是盗墓贼。蠢成这样的盗墓贼，真是生平罕见。这么高的一个洞，咋下去的啊？绳子都能跟着掉下去。既然是盗墓贼，扭送到治安局，多少也能值点钱。都别动，抱头蹲好，盗墓的啊！你们胆子可以啊，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敢盗墓呢？盗的东西呢？盗个屁呀！太邪门了，小兄弟，真不是胡说，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底下有东西，真的。你们俩把大公鸡吃了，我们没给睡在里面的仙人上供。果不其然，人家推开棺材跳出来了。真的，哥，我师傅真的没胡说。下去以后，没等点燃蜡烛呢，旁边就跳出来一个黑影，当时给他们几个吓得差一点就尿出来了。然后我们3个人扑上去，一顿暴锤，抬着就丢进了墓室棺材里。书接上回，陈队长调查目的，被盗墓者3人当作阿飘给暴锤了一大顿，塞进了棺材里。幸亏反应得快啊，一脚就把黑影踹倒。然后3个人扑上去，一顿暴锤，抬着就丢进了墓室棺材里。底下有东西，怎么可能？再说了，鬼不是都没有实体的吗？3个人还能给人家暴锤一顿？忽然，炸天跟胖子同时倒吸了口凉气，想起了刚才陈队打的那个电话。貌似陈队说的就是让我们找一个坑，难不成就是眼前这个坑？你们摊上大事了，真的都给老子蹲好！袭击治安局队长的罪名可比盗墓严重多了，你们这几个人完了！陈队，我是炸天啊，能听见吗？你在里面吗？炸天，快，赶紧踏马的把棺材打开！捏了狗，里面全是骨头架子，我都摸着骷髅头了。刚才那几个人呢？别让他们跑了。马德，你一定要摁住这几个人，我自己给奖金，1个人给1000，太大胆了！老子一句话没说呢，上来就给我塞棺材里，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被救上来的陈大力脸色阴沉到能滴出水来。哼哼，胆子真够大的，公然袭击治安局队长，呵呵。以后说啥我也不能跟着你们2个人，你们就说跟着你们得倒霉成什么样，跟他马棺材干上了，才几天的功夫，我都睡2次棺材了。不过还是警告你们2个一句，能尽快离开南都就尽快离开南都，得罪了那么多餐饮店，现在在南都找你们报仇的人不少。对了，你们节目组一个叫刘伟的，你们有印象吗？送煤气罐的时候，我可真没想到让2个人背锅。不过这个伟哥真够倒霉的，干了整整1天，1毛钱没赚到不说，整到最后2个煤气罐也被没收，还被2波揍了一顿。以后必须得绕着走，这仇结大了啊！人我先带走了，抽空的时候再让胖子办个银行卡，以后再有奖金的话就打这个卡里。这3个人的奖金，到时候你把卡号发给我，我打到你卡上。对了，我出城的时候看到刘伟捡了一块板砖拿在手里，估计要用来拍你的。咱们也走吧，一会找东西把这个洞口盖上，万一别人再掉进去可就不好了。午夜时分，拖着疲惫身躯的刘伟2人，此时回头看了一眼远处的南都城，深深长舒了口气。可算是走出来了，伟哥，太不容易了。他妈的，等碰见炸天2个人，咱俩说什么也得跟他们好好掰扯掰扯，这不是坑人吗？路上要不是有南都治安局的人跟着，咱俩估计得爬出来。他妈的，炸天这坑1次也就算了，算算这1天下来坑了咱俩多少次了，这口气无论如何也得出了。板砖我都准备好了，一看见炸天就给他1板砖。更可恨的是煤气罐也被人家消防队给收了，还好被揍了给咱们赔了1000块，现在资金也有了。刚才吃饱了吧？今晚上就连夜赶路，争取在天亮之前能渡过那条河。我赚钱了，赚钱了，被打了1身，赚了1000块，我好开心，这又是愉快的一天。伟哥，等等，你记不记得这里之前好像有个坑？啊，对，现在怎么不见了？小心别踩到掉下去了。老子服了，谁啊？缺德成这样，用草给洞口盖住了，快来！我他妈掉坑里了。节目组，孙导脸挂着一脸的血痕，换了身干净的衣服，站在办公室内。没什么事，就是这个炸天太能整活了。
所以我这段时间真没办法回家。你忙你的，我把办公室收拾收拾。到底是老夫老妻，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矛盾，不论吵得多厉害，只需一发就能恢复到小鸟依人的模样，就是有点费腰。炸天这家伙怎么样了？没在整什么活吧？导演，自从陈队长走了之后，炸天2个人一直在埋头赶路，倒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可跟在他们后面出城的刘伟2个人出事了。1天之内，选手刘伟遭遇了这么多倒霉的事吗？被揍了不说，还被拉去了治安局，好吗？又因为炸天给那个坑洞入口盖上草，刘伟掉进去了。一个人掉进去也就算了，旁边的摄影师为了救人，一个不注意也掉了下去。老子他妈信了炸天的邪，我刘伟跟他们2个没完。这么大的一个洞口，要不是炸天给盖上草，我们俩至于掉进来吗？伟哥，这他妈就不是个什么深坑，这是个墓啊，里面老吓人了，棺材都是打开的，也不知道谁这么缺德，给人家骷髅头摆棺材板上，真的瞅了一眼，差点给我直接送走。眼前这个男人有多嚣张，连鱼竿都没有，跑去别人新开的钓场去钓鱼。谁有多的鱼竿，给我一把，盘哭老板的钱，最后咱们平分。谁呀？这么牛逼，上来就要盘哭我，连鱼竿都没有。眼前这俩人估计就是旅游的，必然不可能是什么钓鱼高手，哪有临时向别人借鱼竿的？第1天开门，别到老子这里捣乱，没事赶紧一边去。连鱼竿都没有，你们也能来钓鱼？我擦，这么豪横，开门做生意，不应该都是和和气气的吗？开黑坑鱼池的都这么牛的吗？小伙子，别在这里惹事，马老板可不是个普通人。大爷，这人态度这么差，你们还来钓鱼？他妈的，我就想不通，同样是掏钱，为什么不找个态度好点的？嗨，没办法，整条河边的鱼池都被排挤的倒闭了，只有他们家有鱼钓，野钓根本就没鱼，河里的鱼剩下的都被毒死了。鱼竿大爷，我借给你们1根，想要玩的话就去玩，不过可千万别闹事啊！听说我们村上几个小伙子就是跟马老板因为钓鱼有了矛盾，最后被人哄到隔壁国家，把腰子都嘎了，可没有证据，人家鱼池不是还开得好好的，你就开始钓了，而且真是啥也不调嘛，吃水多深也不管，特么的，你钓鱼比我还随缘啊！呵呵，小伙子，一看就知道你是个钓鱼高手啊！钓吧，今天你们回鱼的价钱我给你们双倍，要是你们能钓上来标鱼，1条2万，说到做到。就这个年轻人的钓法，5个小时能上来10条鱼，估计都是祖坟冒青烟了。玩呢？什么鬼？昨晚签到今天一钓鱼，怎么1个小时都过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哎，哥，快拉，鱼飘下去了！大鱼，快！鱼池里根本就没有超过20斤的鱼，可看这个鱼竿弯曲的模样，20斤绝对挡不住。怎么回事？哪来这么大的鱼？牛啊！看鱼竿弯的程度，得有20多斤了吧？不对劲啊！老子特么用的秘方小料，上来的全是2斤左右的小鱼，1条大鱼都没见。这小伙子我刚才注意了，1个多小时前挂的鱼饵就没提上来看过，早就空钩了吧？怎么能钓上来大鱼呢？管那么多干什么？溜了这么久，连水面都没出，究竟是不是标鱼？刚才老马不是说了，人家这个小伙子要是中标鱼，奖励翻倍，2万。不对劲吧？这么久了，怎么连个水花都没翻上来？小伙子，我看着咋不像是鱼呢？你是不是掉到地球了？直播间内的粉丝看着炸天，都在猜测炸天钓到的到底是什么。开盘不，猜一会炸哥拉上来的究竟是什么玩意？不是鱼能是什么？说话也有点逻辑好不好？这里是鱼池啊，刚才那个大爷不是都说了吗？河里现在根本就没有鱼，钓上来的不是鱼，还能是什么东西？难不成能是死咸鱼？楼上的兄弟，炸天可邪门的很，这种话千万不敢说，万一真上来一具死咸鱼，你一会咋办？
不可能是咸鱼，水底下那个玩意还能拖着鱼漂走呢，肯定是个活的，咋可能是咸鱼？水下的死咸鱼会动，你们别吓人了好不好？别管是什么，就冲这个黑坑老板瞧不起人的样子，咱们秦都钓鱼群里面都怒了。这会已经集结人马，开始驱车赶往南都，说什么今天也得盘哭这个老板，就是一人喝口水，也得把他这个鱼池给喝干了。胖子准备抄网，我准备拉了。操，哪来这么大的王八？发了，这么大的王八，这得值多少钱？比标鱼值钱多了，就是不知道老板认不认。不认的话，小伙子亏大了。就这么大的王八，2万绝对挡不住。咋可能不认？钱都掏了，凡是能钓上来的东西都能带走。第一天开业，老板要是不认的话，以后谁还来？过20斤的一个大王八，这玩意的价值绝对不菲，尤其是对一些急需要补身子的有钱人来说，这可是能重振雄风的宝藏。可是自己定的规矩，凡是在鱼池钓上来东西不回鱼的话，完全可以带走。他妈的，谁能想到这俩人这么邪门的呢？既然有规矩，小伙子，你可以自行带走。小伙子，这王八能不能卖给大爷？2万怎么样？大爷现在就把钱转给你。大爷年纪大了，至今都没抱上孙子，这王八正好带回去给我儿子补补。你要是觉得便宜的话，大爷还能加钱。大爷，您啥家庭啊？就这么随便花2万给儿子补补？大爷，我就是一般家庭，也就是在南都市中心有10几栋房子收租什么的，不算啥大富大贵的人。眼前这个男子在黑坑鲤鱼没钓到，反而钓起了一堆野生的王八。这只小一点，600咋样？能成的话，我现在给你们转账。我就没见过用鱼钩钓王八的，还一钓一个准。兄弟，你说实话，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办法啊？我要这一只，回去好好补补。臭娘们，再敢说老子不行，明天说啥也得日上3竿。喂，我是老马，你昨天晚上给我放的是鱼吗？那他妈咋能邪门成这样呢？有个人在我这钓上来好几万的王八，给我都整不会了。对了，现在出境的人员登记多少了？已经有好几百人了，好像是说都是什么徒步的节目组的选手，都需要出国，他们所有的费用都要自己赚取，所以他们节目组选手基本都是来找的我们。行，我明白了，差不多就成了。登记完之后，过几天一块把人送过去。最近那边挺缺人的，本以为老吴叔叔这个活没办法干了，没想到在边境小城里，竟然有几百人找我们办理签证过境，嘎一个人赚好几万。有这么多登记人员在，还搁什么钓鱼佬的韭菜？明天我必须赶到边境小城去才行。今天鱼池出了点问题，钱的话算到你们下一次的钓费里。快一点，都抓紧时间，赶紧收拾东西走人。走吧，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上一次老徐不就被揍了一顿？这几个小年轻下手狠着呢。这不社会人吗？钓鱼佬害怕这个马老板，我可不害怕。再说了，敢黑我的钱，这口气能忍？钱来的多不容易啊！就在炸天跑去找马老三理论的时候，突然看到马老板的头上出现了犯罪提示。系统的意思，通过这个马老板，后续不是可以抓到更多的罪犯吗？非法劳务输出，骗人过去嘎腰子，嘿嘿，缘分既然到了，自然没有放过的道理。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邪门就邪门吧。只要最后能登上福布斯排行榜就成。呵呵，马老板不能钓了吗？对，不能钓了。刚才我打电话问了，昨晚上的鱼放错了，放成了王八，所以小兄弟，800块钱我退给你。你刚才卖王八的那些钱，可得全额退给我。还要退给你？你比别人多长2个春袋啊！上一秒还笑嘻嘻的炸天，下一秒就妈批，抬头骂了一句的同时，根本没给马老三反应的机会，随手抄起身上的板砖，拍向了马老三。要钱！
操他妈的，也不打听打听，啥背景啊？问我们俩要钱，老子拿板砖砸死你们！胖子要他们。不要来救我！不要！本打算离开的一群钓鱼佬纷纷停下脚步，骇然看着这一幕。没想到这胖瘦组合的2个人能勇成这样，马老三几个人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就全给揍进鱼池里。先不走了，他妈的，可算是出了口恶气，大不了以后不钓鱼了。不是我说，这个马老三真不是人。昨晚上班一个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我要是不来捧场，明天就给我们家大门上泼粪，恶人还得恶人磨啊！小伙子好样的，泼粪，这都是轻的。我要是不来，这家伙都打算卸我车轱辘。不过这一下可是给马老三得罪狠了，赶紧让小伙子2个人走吧，一会马老三的人再来了，可就走不了了。在众人讨论的时候，另一边的胖子掏出了手机，直接给宁队打去电话。喂，宁队，来接人，我们在南都的郊外的一个黑坑鱼池。啥？多少人啊？暂时有4个人，一会还有多少人还不是很清楚。对，你们整个大巴车来吧。哥，通知完了，一个大巴车够不够？应该够了吧。大爷，来，把鱼竿给我，我试试能不能把这个马老三钓上来。你他妈是人吗？居然要钓王八那样钓我啊！你见过这样的狠人吗？别人钓鱼钓下，他直接钓人。马爷，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哥，这个马老三肚子真大啊，吐了这都快1饮水机了，还没吐完呢。喝了多少啊？狠是真狠啊，说什么就是什么，活生生用鱼竿把马老大钓上来的，屁股上挂了那么大个窟窿。行了，别怀疑，你还没嘎。对了，你还要喝点水不？你的王八我不要了，钱也退给你们，兄弟，都是在社会上跑的，多少给点面子，看人不过头点地。真的，今天是我马老三不开眼，你气也粗了，我水也喝了，这事就这样过去了，成吗？一会我那些兄弟要来了，你们就俩人，估计也不好收场，是不是？什么就过去了？我问你，你是不是开出境劳务公司的？什么出境劳务公司？没有，不知道啊。不老实啊，马老板可真坏。来，整个喜欢露头的大王八过来，给咱们马老板塞裤裆里。我可听说王八的牙可挺利索的，一口就能咬掉。爹，我操你妈！再一口下去，比他妈古代净尸绑嘎的都干净吧？我说，别塞，真的，我王八过敏，别塞。本来我媳妇就嫌不成，千万别放她咬啊！此时正跟孙导讨论用窝点混入选手终端今晚劳务的窝点的宁队，接到胖子的电话后，整个人都不好了。准备个大巴车，你们节目组的炸天不知道在哪又抓了一批罪犯。对了，带上钱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孙导，你们要不要跟着去看看？说实话，你们从哪找的这个选手？才到我们南都几天的功夫，不吹牛的说，治安局就没人不认识这俩人的。特别是我们的财务，现在一听炸天的名字，吓得都往厕所跑。别说，我还真调查过炸天。炸天这家伙当时空乘专业招聘都没去参加，铁了心要参加我们这个节目，你说邪不邪门？昨晚听说秦都陈队长回去之后，都开始问门房秦大爷借钱了，说是偿还欠炸天的3000块奖金。如果不是炸天的话，他很可能跟棺材里那位一起天荒地老了。对了，炸天有没说他抓的这些罪犯都是什么罪犯？后来我又给胖子回了电话，据炸天说很可能是非法劳务介绍。我们这边还在讨论怎么打入内部去，人家炸天那边倒好，已经把人都抓住了，还是一大巴车的人，我们的合作可能要泡汤了。此时的大野地边缘，刘伟两人看着不远处河边的一个鱼池，停下了脚步。过去歇会吧。好不容易得救了，是时候歇会了。这时，身后不远处马路上传来一声怒吼，几辆商务车咆哮着冲了过来。其中一个黄毛青年将脑门探出窗外，斜眼瞅了瞅刘伟两个人，一胖一瘦，头顶上顶着个微型摄像机，没错了，就是这俩人。
干他们！我操！尼玛呀，又来！我他妈的！你们干什么？打错人了知道吗？有点王法了啊！上来就动手，社会人了不起啊？是不是社会人了不起？3次了，真以为老虎不发威是病猫？太不是人了，连跑路的机会都没给，一群人冲上来就打我们。打错了，不可能！来之前马哥电话里都说了，就是有摄像头的2个人。他妈的，老子跟你拼了！还没打错，老子拍死你算了！操你大爷！有本事别跑啊！不是社会人吗？不是很牛逼吗？跑个屁啊！给老子回来！伟哥牛逼，早这样不就好了？就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你他妈也不瞅瞅，老子的2黑眼圈还没下去呢，你们又给我锤了2，节目我不参加了，今天说什么我也得拍几个人。尼玛了，我们是社会人没错，可做事还是很有原则的啊。像后面这个人，明显已经疯了啊！伟哥跟风了一番，一边咆哮着，一边提着板砖碾向了一群夺命狂奔的黄毛。哥，真不好意思，打错人了。我们几个真不是故意的，你别撵我了成吗？太吓人了，真的，我给你道歉了。疯了吗？至于一定要拍死我啊？眼前这个狠人手提板砖，一人追着好几个黄毛一顿乱拍。这几个黄毛跑进了黑坑，看到躺在地上的马哥，不由破口大骂：你都被干成这逼样了，你把我们这些小弟喊来干什么？赶紧下水！后面那个精神病追上来了。马老三就这么看着那么多冲进来的兄弟，一个一个的跳进了围河里，整个人都傻了。精神病？后面哪里有精神病啊？人呢？这时，眼珠子通红的伟哥单手提着板砖，一脸愤怒跑到了鱼池边，抬头盯着跳进水里的那群黄毛。谁他妈是马哥？一拳动作整齐划一，毫不犹豫在水里伸出手，指着侧身妖娆躺在岸边的马老三。啊！你是马哥，你就是鱼池老板啊！就你让几个黄毛在路口揍我啊？你认识我吗？他妈的，忍着别吭声啊！真是个精神病，说的都是什么？大家都是兄弟伙。让你再找人揍我，窝囊气谁爱受谁受。就算是给我抓进去，也比在外面不停被人揍强得多。你说以后还揍不揍我了？还打不打我了？你他妈的说话啊！就在这时，炸天跟胖子刚从厕所里出来，看着岸边混乱的一幕，瞬间呆愣在原地。卧槽，哥，这是刘伟吧？这么猛，没看出来啊？不是说被人赌城里揍了2顿了吗？怎么现在都敢拿着板砖拍人了？咱们咋整啊？一会不会拍咱俩吧？特么的就是报仇，刘伟的目标也应该是我俩，怎么给马老三拍成这惨样了？而且鱼池里几十个脸色发白的黄毛青年又是什么鬼？这时宁凡带领着一群人火速冲进来，走，跟上来，应该就是这个鱼池了。马上放下板砖，否则直接击毙。宁队长，那什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选手。哥，你真牛逼，真的，以后要是这样搞，咱们在哪不能横着走？刘伟此时冷静下来后，2条大腿都在颤抖，看着躺地上不停哀嚎的马哥，心里也后怕不已。这采样真是我自己拍的，不会出事吧？还想着好好参加节目呢，别一会治安局再给我抓回去啊！不过拍起来真的爽啊！来个人给马老三包扎包扎，别好了，整得你快死了一样，死不了，拍的不重都是皮外伤，除了屁股上拉着一个鱼钩伤口比较深外，其实并没有多严重。那个警察叔叔，我是冤枉啊！我在这躺得好好的，突然就拿板砖上来拍我，我真的是冤枉啊！你冤枉不冤枉？我们会调查清楚。炸天呢！你过来，怎么？你也会害怕？能不害怕吗？人家伟哥自从参加节目以来多老实啊，怎么就硬生生给逼成这样了呢？资料呢？你不是说你都审问完了吗？拿出来。要不要这么专业？
一看就没少协助治安局工作。询问的内容就是让一个老审讯员来问，估摸着也就这样了。你们随身还带着印泥呢？不是，究竟你们是治安员还是我们是治安员？整个一条龙服务吗？这不是怕你们再让我回治安局协助工作吗？不然的话，走这么远的路，不是又白白耽误功夫吗？有个屁的印泥啊！要我上来的时候，屁股给鱼钩砸穿了，那些是血手印。口供没什么问题，不过根据口供内容的话，这伙非法劳务输出的团伙人不少，你们节目组的人最好暂时不要出境，等我们将这伙人一网打尽之后再过去，不然的话，一旦对方的人在境外报复，很危险。幸亏发现的及时，没想到我们节目组的人整整有上百号人都打算跟着劳务公司走，等出了境，麻烦可就大了。至于奖金，宁队，我跟你说，刘伟，你们过来，收回去干什么呢？来，这是你们俩的奖金，你们接着。马老三以及5个手下应该是炸天抓的，而且马老三作为主要的一个小头目，奖金会多一些。不过后面赶来的这些人能被抓，都是你们俩的功劳。按照治安局的规定，予以4000元的奖励给你们。以后不能这么莽撞，虽然都是罪犯，但万一把人家给嘎了，也是需要承担责任的，明白吗？卧槽！到了这一刻，我终于能体会到人家炸天为什么一路上都在整活抓人了。原来赚这种钱的感觉会是如此的美妙，简直太爽了啊！谢谢，谢谢，我记住了，真记住了，以后再也不会了，真的。那什么炸天，谢谢了啊。没事，你们应该拿的。不过我还是得解释解释，那个煤气罐的事，我跟胖子真不是故意的，真的，我们也没想着那些餐馆老板能这么狠，找那么多人报复。嗨，过去了，这事就不提了。要不是你，我也没想到钱还能这样赚呢。不过口供你都记着吧，能不能带我们2个人一起？大鱼给你，分我点小虾米就成。伟哥真他妈被激活了。边境小城广场里，足足上百名参赛选手聚集在这里，一边晒着太阳，一边讨论着刚才节目组发布的公告。节目组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莫名其妙发个这种公告？我这边都跟那家劳务公司谈好了，今晚上可就要出发了呀，钱都交了，现在又不走了，钱还能退出来吗？啥？我操！你这几天是不是刷盘子刷多了，都不关注直播内容的吗？你好好看看炸天的直播吧，里面不是都说了，劳务公司不能用，这伙人很可能是嘎腰子团队的人，钱你都交了，交多少啊？估计够呛能要回来。他妈的，我也交钱了，一个人好几百呢，不会吧？真是骗子！当即就有不少人连忙打开了炸天的直播间，翻看着录播内容。我操，我算是明白了，我们被跑偏了，跟着炸天确实挺倒霉的。刘伟就看明白了，2天的时间可以说是倒霉到家了，可问题是熬出来之后1天就到手了4000啊！啊，对，要是咱们学刘伟的话，大鱼就不想了，就是整点小虾米，咱们是不是也能换点钱用？马上就要出境，到时候花费说不定会更多，趁着这几天的功夫跟着炸天多整点。其实根据刘伟这个事看来，炸天也挺好说话的，以前很可能是咱们误会人家了。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任何人不能拖后腿，别他妈像上次树林里一样，那是谁来着？一喊有炸弹，跟蝎子折了腚一样，当场大喊一声，领着所有人就跑了。跑也就算了，还他妈跑反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要签一份保证书，保证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拖大家的后腿，一切以人家炸天马首是瞻，大钱不想，争取小钱。啊，对，都现在找地方去写一份保证书，然后去找炸天。另一边送走了宁队他们之后，刘伟一路跟在炸天后面走在大马路上。狗皮膏药啊，真就一路上跟着我们不走了吗？不好好参加节目，想什么呢？伟哥啊，我真没打算去抓这些人，人家治安局把名单都拿走了，你说我去掺和什么？别骗我了，你就说什么时候动手。炸天说不去抓人，特么的我一个字走不信，这谁能信？说给狗听，狗特么的都不信。不抓人，你还能是炸天吗？我们就远远跟着你们，你放心，绝对不会添麻烦，主要任务都给你，留几个小虾米就成。哎，卧槽，哥，前面咋又那么多人冲我们来了？
功绩将塑造未来，勇往直前，冲！乍天看着面前上百号的节目组选手同摄影师，心里拔凉拔凉的。你们大半夜跑这来干什么呢？可让我们等到你了。从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往回走了，就是为了接你啊！真的，你放心，这一次我们这么多人绝对不会拖后腿，你就说什么时候干吧。大了都给你，小了我们拿几个就成。你能不能说重点？你这样说，人家大哥能听懂吗？来，大哥，这是我们的保证书，你看完就明白了。哦，好家伙，都学会了是不是？打算学伟哥，跟着我一起薅治安局的羊毛？不是，我现在资金充足啊，真不打算抓人。见所有人都是一副狗都不信的表情，乍天心里顿时哇凉哇凉的。自己在节目组风评就是这样的嘛？都是自己人，别说那么多客套话。大哥，我们把小城里的劳务公司都摸清楚了，你就说哪一家有问题，咱们连夜就去干了他。不过我们提前说好了，领头都是你的，我们就抓点小虾米。事不宜迟，这回咱们抓紧时间赶路的话，天亮之前能赶到边境小城。卧槽，压力很大，一会到了小城里，咱来找个工地，再去掏2个板砖，不然这么多人，我们够呛能抢到人。伟哥，不行的话，咱们买2把斧头吧，上去就是抢人。以现在治安局的行情，一个小虾米罪犯差不多是200的奖金，咱俩一次能抢2人，其实可以了。不过斧头伤害太高了，别一不小心容易把人给嘎了，还是拿板砖吧，安全又实用。孙导，节目组的人都看见了啊，真不是我的错，我也是被胁迫的，真的。麻烦你们告诉南都治安局一句，赶紧联系秦都陈队长，问问人家贷款哪来的。这他妈的，我就是薅点羊毛，现在这么多人，他们是打算把治安局羊皮都扒下来啊？眼前这个男人有多牛，带领着一群小弟围堵在共享人生劳务中介门口。哥，你们是来找工作的吗？我给你说，我们劳务公司是正规的，就在隔壁国家呢，工资特别高，餐厅服务员管吃管住，1个月2万的工资。哥，你放心，后面都是你老乡嘛。好家伙，哥，一看你就不简单。我是小水，我告诉你，现在国内选的这么厉害，出国打工挣钱多，尤其是在国外找老婆，彩礼都不需要。我们劳务公司过去的人都有好几个娶第2个老婆了。哦，你们老板在不在？我们这么多人，不得跟你们老板谈吗？在，我刚打电话了，老板5分钟就到。来，先推了这家。同时10几块的板砖举了起来，小水皮燕子一紧，整个人被吓得不轻。哥，你们干啥的？我新来的，我刚才都胡说的，跟我们老板有仇啊，带我一个成吗？我跟老板也有仇，真的，我给老板老婆睡了。我们进去唠唠，你们都按照名单自由活动吧。节目组大上，刚刚返回转播厅的孙导忙抬头瞅了一眼大屏幕上的画面，就一眼，孙导当即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咋回事？哪来这么多人？不是，这不都是咱们节目组的选手吗？都跟着炸天干什么？他们特么的要冲关啊！孙导是这些选手自己讨论的，他们打算跟着炸天去抓人啊，就是抓那些非法劳务公司的人。您看，您是不是赶紧联系南都治安局？我们刚才打电话打不通，得赶紧让人家准备钱。照这样下去，少说的抓好几百人啊！这还不算完，您看看热搜第1，粉丝都在呼吁炸天等人去隔壁省了，乱了，都乱了啊！哎，孙导，您不能晕啊，快叫医生！孙导吐白沫子了，快点！此时的南都治安局，宁凡正在跟南都总局的几个领导汇报工作，口供已经拿到。刚才对马老三，我们又进行了突审，确定名单上的人员没错。几位总局的领导，我们需要支援。名单上整整有近300名非法从事劳务输出的罪犯，我们最起码需要10辆能装载30人的大巴车，同时需要各个部门的配合。我猜测，边境小城内的劳务公司，其中很多人手里很可能有武器，必须给予我们足够的支持。300多人的劳务输出罪犯啊！一旦抓捕成功，预示着我们在打击劳务诈骗犯罪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到时候，不仅南都会地震，恐怕就连京都也会派人下来吧。行，总局会马上通知南都的各个部门，给予你们支援。总之，就一个要求，所有人都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有人员伤亡。
我听说这一次马老三也是炸天抓的，瞅瞅人家这个效率，不是我说，真的。如今总局的财政也比较紧张，您们申请换车、申请更换装备，就不能争点气，钱别都让人家炸天拿了。这一次不一样，整整300名罪犯，就是这个炸天上来抢，也不可能一个人抓300个人吧？领导放心，这一次绝对不会再让炸天薅走大部分奖金。就在这时，会议室大门猛然被推开，工作人员小姑娘惊慌失措地跑进来。宁队，你赶紧下去看看啊！财务不知道怎么了，晕倒在办公桌上。宁队啊，不行，你给我调个岗位吧。等你们开完会，人家炸天领着上百号比赛选手都把人抓完了，这钱我是真没办法管了。300名罪犯，小虾米一个奖励200，头目奖励2000，就算全都是小虾米，那也得6万啊！不是我乱说，咱们治安局账户上现在连600都没有，总局的财务现在看见我都踏马开始往桌子底下钻了，我是没辙了。大李，我问问你，你们秦都治安局最后是怎么申请下来的资金？总局人家就没说什么。申请个毛线啊！最后我们跑去贷款了，才给炸天发的悬赏。不是，你问这个干嘛？啥？你们真是贷款了啊？咋贷款的？哪家银行啊？有经理电话没？给我发过来，我们也得贷款了。胡说什么啊？你们南都治安局也要去银行贷款了吗？真的，我胡说个毛线啊！你是没看见，刚才我们还开会呢，总局的2个领导都来了。一听炸天这牲口领着上百人抓罪犯去了，这俩领导也踏马是奇葩，上个厕所的功夫直接开车回去了，让我们自己看着整吧。你说我能咋整？行，谢谢了。疯了吗？这徒步环球节目组是不是疯了？能传染是怎么着？真就全员不当人了？哥，这量太狠了吧！不要来救我！不要！我说，我什么都说了，别打了。有大老板，不过大老板在境外，谁也找不到，我们平日里见都见不到，好像姓李。哥，我知道的就这么多，真的狗撒谎！别让那2个大哥用板砖再拍我了，我脑袋都嗡嗡的了。书接上回，小水在伟哥跟摄影师的逼供下，得知幕后大老板在境外，于是按照计划抓到的罪犯回到广场集中。实在是队伍人太多了，这么多人都想薅羊毛赚钱，我压力很大啊。本来我是真打算留着给人家南都治安局抓，好歹也马上出境，让人家也抓点人，不然多难看啊！怎想节目组的选手一个个都他妈跟伟哥一样，全部激活了。整个怎样了？都搞定了吗？炸哥都抓完了，一共是311个，这里头目13个，头目都是炸哥的，剩下的我们分。一会算账，太舒服了。不过炸哥，你说这么多人，南都治安局真给钱吗？万一要是没奖励咋办？这还不简单，这么多人都是罪犯，南都不给钱，咱不给人，实在不行，不是要出境吗？给这些人带过去，一人卖个腰子也够了。听说在那边腰子挺值钱的。啥人啊？还能跟治安局谈条件？不给钱就把我们带过去嘎腰子？别，哥们，有话好说，嘎腰子不行啊。对，我自己有钱，我自己替治安局交成不成？我就想进去坐牢，不想出境啊。一个人头多少钱？哥，我小水啊，我这样的多少钱能成？我自己给行吗？小水，你跟这些人关系好，你帮我说说情，我也愿意掏钱。老板级别的是不是2000？我给4000成吗？千万别带我们过去出境。你犯的罪可不止这些，你刚不是说了，你跟你们老板有仇，睡了你们老板老婆吗？没有1000绝对不行。老子跟你拼了，你睡我老婆？去你的吧！你问问你老婆，谁睡谁？他把我强了，还没找你赔钱呢。哥，治安局的人赶到了，宁队带着钱呢，来了10辆大巴车，赶紧过去交接人了。可以的，你们队伍很壮观啊，一次性抓了这么多人，罪犯都已经装好车了，来，准备分钱了，我都带来了，都是谁抓的人？举个手看看。话音刚落，面前举起了几百只手，场面那是相当壮观。尼玛呀，我临时就带了6万过来，这么多人都参与抓人了，钱特么的够分吗？你统计了没？得给你们讲多钱，零头能不能抹了？这种事还能抹零头的？问题是人家其他选手就是奔着零头来的啊！
这抹了能成吗？宁队，这个零头真的是没办法抹掉啊，一共就63200，还差3200，都拿钱出来凑一凑，回去给你们报销。来，分钱了，感谢宁队，宁队辛苦了。炸天，你过来一下，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宁队，你这是怎么了？这么哭丧个脸？那什么，你借给我点钱。你要什么呀？赶紧，雇大巴车不花钱啊！特么的，队员的钱都凑出来给你们了，钢镚都没了。边境县城镇中一个 KTV 里，毕胜一脸阴沉盯着手机里的消息，将1包钱丢在了面前3个人脚下。就这2个人，一个叫炸天，一个叫陈胖子。3天之内，我要他们的头跟腰子。我相信你们的专业程度。对，我们是专业的。老板，你的等我们消息。此时边境的一处荒野上，炸天跟选手都围在火堆喝酒烧烤。我操，这才是徒步环球应该有的生活吗？以前看来咱们都走错路了，早这样干的话，不就早吃上肉了吗？谁说不是呢？后悔呀！刷了那么多天的盘子，大鸡桶我都刨了。参加这个节目以来，我都瘦了多少斤了？本来还能有点肚子，现在只剩下排骨了。现在节目组孙导住院了，听说还得几天才能出院。那我们这些选手只能按照节目组发布的公告，等2天后再出镜。这2天照你们又是烤肉又是啤酒的造法，等2天后身上还能有钱吗？大哥，咱们不是去云都吗？君莫笑，我啥时候说过去云都了？而且我他妈也不是造罪犯的啊，过去云都就能遇见罪犯，这不是开玩笑吗？咱别喝点酒就开始出现幻觉了成吗？罪犯，我有办法啊！真的，我没胡说，我在云都有亲戚，我也是听他说的。他们村里有个小型的毒品加工厂，真没吹牛，人家隐秘的很。白天的时候，我还用摄影师的手机特意又问了一遍，我这个亲戚要不是给这伙人打扫卫生，发现了铁疙瘩，恐怕也不知道是群造毒的人。藏龙卧虎啊！他妈的，节目组选手里面真是啥人都有，制毒工厂都能打听出来。最可怕的是，旁边选手听到人家手里有铁疙瘩，不仅没有露出惊恐害怕的神情，反而两眼放光。眼前这群男人有多牛，正在一起商量着怎么去抓一群有枪的制毒罪犯，去薅治安局的悬赏。妈的，有钱不赚王八蛋！伟哥，看大家伙吃完了没？把东西收拾一下。云都距离咱们这里不远，连夜过去云都那个村子去看看。不过都悠着点，一定要注意安全，明白吗？收拾10分钟，然后咱们上路。半个小时后，寂静无声的大野地里，无数块板砖在月光下显得那么的平凡而又暗藏杀机。与此同时，刚刚经过的密林中钻出来的3个光头，看着上百号人马的板砖帮忙惊魂未定。我操啊！法科，龙国人太凶残了，这是神马团队，为什么看着如此专业？大光，你快看看最前面那个人是不是我们的目标？龙国有句话说的真好，铁鞋磨烂了就能找到目标，我们才刚刚入境就发现目标，什么时候动手？不对吧？咱们就3个人，就是能嘎了这2个人，头怎么带回去？腰子呢？人家毕老板说了，就认头跟腰子，腰子还好说，随便在黑市上买2个就成，头必须是本人的。大光，我们打不过了，人家最起码有几百号人，个个手里都提板砖，就是我们有枪，估摸着也够呛能整过这么多人啊。他们一人扔1块板砖，都能把我们给埋了。这笔买卖对不起我们的专业程度，毕老板给的目标信息太不专业。如果知道对方是这种实力，这么点钱，说什么这个活我们也不能干。没错，咱们3个人机票过来就多少钱？如果是3个普通人也就算了，现在看起来，这个炸天跟陈胖子，说不定会是龙国本地的一个帮派大佬，就像咱们的史密斯教父一样，杀这种人，给这个价钱绝对不行。不愧是专业的杀手组织，这么快就有好消息了。
毕老板，经过我们专业的分析，你给的资料很不专业，加钱。对方在龙国是教父级别的人物，像是曾经电视剧里面斧头帮的大佬，不过他们拿的不是斧头，是板砖。毕老板，杀这种人必须要加钱，否则我们只能放弃这次行动。怎么可能是个什么教父级的人物？更何况那是在龙国呀，不是你们自由到小朋友都有突击步枪使用的鹰将国，怎么可能会出现板砖帮这种组织？行，那我再给你们加100万。老板大气，666。对方实力太强大，如果硬来的话，很可能付出惨痛代价，所以我们需要动脑子。现在已是午夜，他们出动这么多人，很可能是要去跟人火拼抢地盘。这种事在咱们那个地方经常会发生，可龙国到底是龙国，太强大了，一个反砖帮竟然都能出动这么多的人。一会我们抓紧时间赶路，争取在这些人前面拦下他们。接下来我们想办法加入他们，理由就是板砖帮的威名已经传遍了整个大西洋海岸线。我们仰慕很久，特意过来加入学习，我们可以付钱，一定要真诚专业，明白吗？专业。走走走，赶到他们前面去。此时正在赶路的炸天他们，忽然前面侧边草丛地里传来阵阵蹩脚的中文声：“死道铺，死道铺！”这大半夜的喊的什么？哥，我听清了，好像是日语。根据我阅片无数的经验，对方可能在拍小电影呢。呀咪的。马德，这是什么暗号？没听过啊！走，我们混进去。炸天老大，请允许我们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我们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对您领导的板砖帮羡慕已久，所以这一次我们3人是特意过来学习的，希望您能收留我们，进行为期1个月的学习。当然，我们可以付钱。哪来的3个憨批啊？板砖帮，真敢说！他们一群人聚在一起跟着我，也才刚过24小时而已，威名都传到大洋彼岸了。这是30万现金，希望您能接纳我们。对了，炸天老大，您现在是否要去火拼？或许我们3个人可以帮上忙。我们还有大菠萝、突击步枪、手雷那些硬家伙都藏在附近。别急啊，你们等会让我好好捋捋。太扯了吧？可钱做不了假，人家3个人上来就掏了30万要学习，3个光头外国人不可能无缘无故找上我，还能一口说出我的名字。至于什么大洋彼岸，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节目组现如今海外直播都没开通呢。书接上回，3个光头杀手为了接近炸天完成任务，直接跪在了炸天面前。大光，是不是钱给少了？不会，他们或许已经开始相信我们，否则不可能讨论这么久的时间。炸哥，不对劲啊！冷不丁跑出来的这3人，咋看都不像是好人，还给咱们钱。什么狗屁斧头帮、搬砖帮的，电视剧看多了吧？我觉得不如咱们上报治安局吧，说不定这30万是抢的呢。连步枪都有，我这里有个大胆的想法，你说咱们给这3个人的枪先下了，带着他们去捣毁制毒工厂，毕竟那些制毒罪犯手里也可能有枪，你们觉得怎么样？突然间一阵系统提示音，炸天得知了这3个人的来历，炸天阴损的笑了笑。胖子，去把钱先拿了，我好像明白这3个人是来干什么的了。想想白天的时候咱们才干了什么，这3个人是境外有人雇佣来杀老子的。不过既然跟咱们玩心眼，那就好好玩玩。欢迎暂时加入板砖帮。既然如此，今晚上的行动你们3个人就跟着吧。胖子，这3个人交给你了，你跟伟哥他们照顾好咱们的朋友。我们去火拼的地点有点远，你们做好心理准备。秦都客户病房内，陈大力坐在病床前的凳子上，看着躺在被窝里的孙头。老孙，你是不知道，晚上宁凡喝了点酒，给我打电话，哭的那叫一个惨。炸天才去南都几天啊，他把半年的工资都贴进去了，上面还不给报销，你说狠不狠？喂？什么？突击步枪？是真的吗？好的，我明白了，我现在就赶过去，不通知云都治安局吗？
原来您对不敢接炸天的电话了，我明白了。别急，什么突击步枪？没什么，你躺着吧。对了，多吸点氧。专业，太他妈的专业了！龙国的组织人员耐力都是这么强的吗？怎么一个个都跟专业登山运动员似的？山路多难走，这些人连停下喘口气、喝口水都没有。我觉得暂缓计划，等到了火拼的地方再说。这伙人的素质太强了，现在动手的话，咱们3个人绝对跑不出去。不如等火拼乱起来的时候再动手。万一他们是在山上火拼呢？在这种地形下，别说跑了，不崴脚都他妈上帝保佑了，咋跑？那就再等，反正老板要求的是3天之内，炸天老大不可能火拼3天吧？那不是火拼，那是战争。如果真是这种情况，毕老板需要再加钱。走啊，怎么那么慢？赶紧跟上来，还有差不多2个小时才能到火拼的地方呢。不是说国外专业的吗？怎么这就跟不上了？这玩意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鹰将军工厂出品，品质有保障。呵呵，在我们龙国，初次见面是需要互赠礼物的。这样，我这有块板砖，曾经有力战300人的战绩，赠送给你们3个了，不知道能不能向你们索要一个礼物。随着炸天说完，目光便盯着手上从光头老三腰间抢过来的手雷。谢谢，作为回礼，这枚手榴弹还请炸天老大您收下。不错，你们万瑞古德，不错，好兄弟。兄弟们，来来来，大家伙都来跟这3位兄弟互赠一下礼物，表示欢迎加入。龙国组织的人真是太豪迈了，最离谱的是，居然还有兄弟过来想换我的裤衩子。法克，一会到了火拼地点，必须马上动手，我要把我的鞋拿回来。大哥，你等等，你快伸手给我看看，刚才谁跟我换的裤衩？他是不是有病？怎么里面还有刺，扎得好疼。光头老三看着便将手伸了进去，摸索了一阵，无奈摇了摇头。上帝，卧槽，你给我扎进去了。去，到地方了。抄家伙也会先摸进去。光头兄弟呢？来，你们3个过来跟着我，让你们看看板砖帮是怎么火拼的。书接上回，炸天等人一路狂奔，终于赶到大柳树村。村里一个民房中，一青年正激动看着手里的一本小说。三儿，小说真这么好看？你这本书我都见你看了1个月了，到现在还没看完吗？啥时候是个头啊？咱都在山里窝了好几个月了，光是生产的货，特么的一个仓库都放不下。大哥咋想的啊？还不运出去卖？再待下去，我非得疯了不行。这个地方动不动就停电，1天停2次，1次12个小时，谁背得住？行了，你别喊了，猛哥也是想干一笔大的，一次性弄完货。你小子把这本阿斌的故事就别看了，瞅瞅你脸上起的疙瘩，青春期也没见过你这样的。不是说说你，咱们准备的卫生纸最起码能用半年。好家伙，你是一看小说就用1卷子，再过几天我看纸用完了，一个个用时擦。你们吃过肉还不允许自己看看小说发泄发泄？自从跟了猛哥倒好，明明说好的亲自带着我去海选一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每天除了装货，唯一能交流的一个生物就是门口的大黑狗。问题是特么还是条公狗。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今晚上装完这些货给他们，拿了钱我们就走。对了，三儿你就别睡了，去村口守着，要是看见有外国人来，那就是咱们买主的人。你们也收拾收拾，还剩下多少东西，提着去跟村里的老人打个招呼。这么安全的一个地方，保不齐以后我们还用得上。马德，等出去了得看看去了，我这是不是病了？时间咋越来越短了呢？外国人来了！炸天看着曹三儿头上提示，还没反应过来，曹三儿便冲向了光头老大，跳起来一巴掌拍在光头老大的脑门上。我操，咋才来呢？都等半天了。说话啊！呀，瞅我这个记性，外国佬不会说中文。哈喽啊，你这光头手感真不错，还愣着干什么 ？Go go go，follow me，follow me，come on。
刚才他是不是抽我了？对，我们都看见了，他抽你了，抽了2下，抽的头顶。你是什么人？啊，你们不是来接头的人吗？哦，猛哥说有外国人来接头，可没说会跟着这么多龙国人啊！一眼看过去，好家伙，这得有几百号人了吧？难不成你们是打算人力把货物运走？对，我们是来接头的人，怎么就派你一个人过来？你们大哥呢？能有接头的人，说明买家很可能马上就要到了，意外之喜啊！不过必须得赶在买家到来之前，把这个制毒工厂控制起来。按陈队长的速度，估计到这里怕是得到晚上。总共就没几个人，难不成都来接你们呐？跟我走吧！不是我说，你们队伍里这3个外国人真不是东西，不就是打了2下吗？怎么着，还准备用枪打我？哼哼，活腻了。也就是你说话好听点，不然的话看着吧，一会我指定得收拾这3个人。嗨，这不是没有办法呢，谁让人家是老板的人？小兄弟，真不好意思。不过你说的对，这3个人一路上可神气得很。你刚才那句话说我心坎里去了，你就是不说，回去路上我都准备收拾他们3个。不过我们这个身份，哎。我明白，就跟当时猛哥给我骗到这里来一样，他妈的，说好的带我去看大长腿，结果呢，牵了头驴过来让我看腿，我看的是这个腿吗？毛那么老长，有啥可看的？还是头公驴？你等着，一会我给你们出气，不就是3个外国佬吗？有什么啊？你瞧好吧。你们3个是接头的，跟我进去见猛哥，剩下的人你们在外面等着。里应外合，声东击西。好兄弟，一会我们支援你，专业。很可能暴露了，否则的话，上一秒还是亲兄弟，下一秒就准备飞砖头，不对劲，非常不对劲。既然已经发现了我们，为什么现在不动手？很可能是因为火拼另一方的实力也很强，到时候我跟另一方达成合作，那就稳了。掉，等等记得冲进去救我哦！君莫愁呢，联系你家亲戚，买家估计也马上到了，想办法先把制毒工厂控制起来，千万不能让这些人销毁毒品，那都是咱们的钱。陈队长已经在来的路上。书接上回，3个老外进圈之后，君莫笑便领着炸天等人走进一户性冷的人家，其他人则隐藏起来。啥玩意？老他娘个脚后跟啊！在俺们村子制毒，怪不得呢，整天神出鬼没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是你们不用管了。身为大柳树村的村长，一会你们跟我走。骂着骂着，冷大爷忽然想到了什么，差点忘了。这不是几十年前了，你们上报治安局了没？距离这里可不近，不上报不行吧？再就是一会看见什么嘴都给我闭严实点，明白吗？啥都没看见。说完后，大爷站在院子里摇铃了。没错，就是摇人。10分钟后，不少上了年纪但是精神抖擞的一群老头集合到了小院，当着炸天等人的面打开了院子里的地窖。老姑父，你要造反啦？不是，你这些炮哪来的？赶紧收起来，这杀伤力太大了，不能发射啊！你说啥？能不能发射？废话，当年团长给老子这么多炮，天天擦，肯定能发射。不是，老姑父，不能发射啊！我的老姑父啊，怎么关键时刻咋又耳背了？啥？威力咋样？能送人上天？看着一个个大爷抱着迫击炮筒子，直播间内的粉丝都看傻了。好家伙，这都啥年代了，还能有人家里有这玩意呢？都成古董了吧？不是，这大爷年轻时候必然是个有故事的人啊，能让一个团长送这么多迫击炮，这在当年怎么这也是个名人啊？说真了，我现在有点同情制毒人员，选什么地方不好，选这个村子。瞅见没，大爷家里有迫击炮，就问你慌不慌？不对吧？我看着好多都生锈了，真的能发射吗？别一会出什么意外啊！而且炸哥可把人家大爷害惨了，
人家大爷都嘱咐了，千万不能说出去。我刚才看了一眼直播间的人数，都他妈过100万了。大爷这大炮估计保不住了啊！都没人问问那3个外国悍匪吗？刚才应该是发现什么了吧？一会他們要是跟罪犯聯合起來，那不是麻煩了。有乜嘢好麻煩㗎？除咗大爺嗰啲迫擊炮，就算係節目組加選手，都有成100人啦，一人丟嚿磚入去，埋咗佢哋都得啦。快，趕緊聯繫陳隊長，要出大事了！怎麼也想不到，冷大爺能從地窖裡拖出10門迫擊炮出來啊！太刺激了！这玩意保存了这么多年，云斗治安局的人就没发现吗？喂，陈队长吗？你们到哪了？看直播间了没？没看啊，出大事了！你赶紧停下看看直播间吧。啥？我们先不要行动，不行动不行啊！迫击炮都架好了。前方的冷大爷猛然回头，阿胖忙挂断了手机，咧嘴露出一个尴尬到崩牙的笑容。哎呀，大爷，你们这山里的空气真好哈！谁要是再打电话，一会过来给我抱着炮筒子，给我对准喽！先放1炮，然后过去个人敲门，问问投降不投降。现在也就是治安好了，这要是哥大爷那个年代，还问个屁，直接就轰了。很快，一发布满铁锈的炮弹塞进了炮筒里。开炮！直接轰在了村委不远处，威力太大了，也不知道村委不远处那是谁家的坟，一炮弹都给炸平了。大爷，我去敲门。与此同时，屋内，猛哥瞅瞅站在一旁的三儿，再看看面前的3个大光头外国人，感觉脑子有点不好使。别急，你们刚才说什么？你们跟外面那些人不是一伙的？不是，你们不是来接头的吗？一起来的，怎么就不是一伙的？对，不是一伙的，我们怎么可能是板砖帮的人？是跟板砖帮火拼吗？我们可以帮你们，我们有枪，只要把领头那个人的头跟腰子给我们就行。接头？我们不是来接头的，我们是杀手，专业的。板砖帮？都啥年代了，哪来的板砖帮？难不成是施工装修队？而且对方3个外国人扛着突击步枪能走到这里，不是接头的人还能是什么？杀手？鞋子都没穿，裤子还都烂的，你告诉我你是专业的杀手？问问门口的狗信吗？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你们究竟是不是接头的？我可以向上帝发誓，我们真是杀手，专业的杀手，一切都是误会，接头的事我们不清楚，但是强强联手，我们手里有枪，可以帮你们解决外面的板砖帮。这是我的誓言，请你相信我。龙国有句话说得很好，如果我撒谎，天打5雷。话没说完，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炸响在每个人耳旁，整个屋子似乎都在摆动。看来上帝不允许我们合作。光头3人组同一时间举起突击步枪，枪口对准了面前的几人，后退着准备退出房间。炸天这时正好打开门进来，一回头的功夫，看着远处一个个黝黑的炮筒。上帝，我们他妈现在到底跟谁是一伙的？为什么会有迫击炮？我需要联系老板，这种活需要加钱。我的专业告诉我，再牛逼的杀手法克也干不过迫击炮。还扑投降？炸天老大，我们投降了。在龙国维持专业水平太难了，不就是2个帮派火拼吗？怎么连迫击炮都拉出来了？书接上回，炸天开门走进房间，3个光头外国佬直接被迫击炮给吓到投降。另一边猛哥冲出来看远处的10几个迫击炮，整个人都懵了。至于吗？尤其是站在炮筒旁边的几个大爷，专业的姿势，这真是平日里坐在门口懒洋洋晒太阳的几个老头吗？看大爷们这个架势，明显就不像是装出来的。退，快，抄家伙！都包头蹲好。竟然有隐形的后门，虽然没找到制毒人员，里面的暗格已经堆满了已经装箱的毒品，最起码有上千斤，发财了。这都没唬住吗？卧槽！看来现在的人学聪明了，以后别仿造迫击炮了，这玩意现在唬不住人。我瞅着那几把突击步枪就不错，还看什么？迫击炮是假的。啊！刚才不是还发射了吗？发射个屁啊！你都不看方向吗？我就说奇怪呢，
明明是冲天上打的，咋把村委的那个坟给炸了？还以为在空中能2次提速改变弹道呢，一看就是提前准备好的。真能吹呀！特么的，差一点连我都唬过去了。很明显，几个制毒人员估计也看出来，或者是根本就不相信他们一群人敢开炮。除了国外那3个憨批，估摸着也没人能相信了。胖子跟我来，再来个人，我们去追制毒罪犯。不用来这么多人，钱已经到手了，把屋子里的毒品全部搬出去，留下人看着。对了，还有村口，注意有街头的人来。很快，上百名选手手提板砖，埋伏了在村口的2侧，等待着街头的人出现。刚才我合计了，这一次单是缴获的毒品，每个人在治安局最少能领上千块的奖金。帅气！如果再能抓住接头人，纯纯的意外之喜。对方既然来接头，那肯定会带着枪，等会大家都小心点。怕什么？到时候上百个板砖同时飞过去，有枪能有什么用？吓都吓死对方。不过我就担心炸哥，几个制毒人员当着炮筒子的面都敢扭头就跑，一看就是亡命徒，不知道能不能顺利抓回来。都打起精神来，大哥是什么人，就没有比他还邪门的了，一定不会有事。我可告诉你们啊，咱们必须把街头的要摁住，马上就要出境。说到底，大哥能带着咱们赚钱，一个个心里有点数，到了国外可就全靠自己，不可能这么多人一直跟着大哥，不然的话节目也办不下去了。另一边，茂密的树林里，猛哥几人人手一把粗制猎枪，喘着粗气狂奔，时不时回头看看跟在后方的几个人。猛哥，不行，干了他们算了，这么跑咱们也跑不出去。放屁！你傻？你手里拿的是啥？打钢珠的猎枪，人家拿的是啥？突击步枪，这么远的距离，你能打到人吗？接着跑，马德！这几个月算是白干了，不过真是见鬼了，从哪来的这群人？也太牲口了，明显看着就不是治安局的人，难不成几个光头说的是真的？真是什么板砖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翻山越岭的跑到村子里来，想要抓我们？不是抓我们。对方一进屋子，看着那些毒品的眼神，明显比看见我们激动多了。难不成是街头人派来黑吃黑的？越想，猛哥脑补出来的可能也就越多，几乎都要魔怔。忽然，背后传来一声低沉枪声，猛哥低头看着身上，发现并没有受伤之后，狂奔速度骤增。而相隔几百米的后面，炸天看着自己裤子上冒烟的枪眼。不是，你干啥啊？我他妈在你侧面，你冲前面开的枪，子弹都能飞我这来，人形瞄边器啊！你对我有意见啊？他妈，我也懵了，明明瞄准的是制毒罪犯，莫非自己天赋异禀？子弹咋跑你裤裆去了？通往大柳村的小路上，陈大力一边火速前进，一边龇牙咧嘴看着手机里的直播画面。迫击炮都干出来了，他妈的太吓人了！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一个隐藏在大山里的小村子，哪来的迫击炮这种武器？要知道，就是我们治安局也不够资格配备这玩意啊！不行，不能听秦大爷的，得通知人家云都治安局。村子里不仅有国外杀手，还有制毒人员，就我带来的这些人，够呛能稳住局面。你看直播了没？我这网络卡的不行，迫击炮响了以后画面就花了。你现在赶紧带着人到山里来支援我，缴获的毒品，我们2个治安局一家一半，咋样？另一头，宁凡坐在办公室内，看着笔记本画面中正在追罪犯的炸天。傻，喂，你是不是信号不好？我这会开会呢，没在云都，你再说一遍什么直播？现在赶过去，黄花菜都凉了，说的好听，一家一半毒品，这话我宁凡说什么也不相信。迫击炮是假的，陈大力这家伙真以为我不看直播吗？撒谎也动点脑子好不好？卧槽，手机没信号，你他妈在城里手机也没信号，你现在赶紧出门，搁外面找个电线杆子抱着，再跟我说话。书接上回，宁凡装傻不肯支援陈队，陈大力便电话通知了云都治安局。还是云都比较靠谱，不过我好像忘了通知人家，来的时候带上钱了。
此时云都接线中心负责接听电话的小姑娘挂断电话后，扭头一脸拘谨地望着布置任务的队长。秦都的这个陈大力够意思啊，制毒工厂，这要是抓了，今年咱们局新车可就有了，还得是好几辆，太够意思了，不愧是当年的同学。一会进山后都打起精神来，抓人我们先上，千万不能让秦都的兄弟受伤，人家发现如此重要的线索都能想着咱们云都治安局，太够兄弟了。队长，刚才陈队长电话又来了。哦，说什么了？陈队长说让您过去的时候把悬赏的钱带上，要几个罪犯就掏多少钱，还有90般毒品，一箱子多少钱的悬赏，这钱也得给。陈大力真的这么说？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个陈大力当年在学校的时候就他妈不是个东西，现在当了队长还是这个鸟样，穷疯了，罪犯都得让老子掏钱。此时大柳村外猛哥等人一口气跑了近半个小时，累得满头大汗。猛哥真跑不动了，我不行了，肺都要炸了。山路啊，截图跑不见了，再跑下去，先不说会不会被抓，累都累死了。他妈的后面那俩人真的跟牲口一样，耐力强的吓人，始终保持相同的距离，总能在关键时刻出现在我们后面，给我们一个惊吓。你要是想死，现在我就打死你。你要是被抓住了，其他兄弟能活吗？给老子站起来，接着跑。马上就要到边境，一旦过了边境，后面这2个牲口绝对不敢追了。跑路老子有绝招，都憋着尿。我给你们说，要想跑得快，跑得久，那就得憋尿。此时后面的胖子忍不住举起了枪，瞄准了猛哥，不过随后眼神瞥过，炸天裤子上的枪眼。这枪真他妈的是累赘啊！我他妈的就一共打了3枪，炸天的裤腿上多了3个枪眼，完全对得起人体瞄边器这个称号了。哥，要不算了吧，实在是追不上，反正主要的毒品也到手了，跑着跑着就剩下咱俩人了，后面的队员早就跑不动了。再往前可就是边境线了，这几个家伙一旦跑过去，想要再抓起来可就麻烦了，再追，实在追不上的话，也只能这样了。与此同时，村外从山上下来的一个老头相当茫然地看着自家地头，使劲眨了眨眼。妈耶，他妈的，我媳妇的坟呢？我媳妇那么大个坟咋不见了？几个小时后，陈大力等人终于跑进了大柳村，随即就听见齐刷刷一阵破空声袭来，只见密密麻麻上百块板砖在半空中旋转，蜂拥的飞了过来。快退，都快躲起来！他妈的，我完了！你完了，人都没看清你就飞砖头，哪是什么接头人，是陈队长。可以，一个个都跟炸天学会了，是不是？都会飞板砖头了。我看你们这个节目干脆改名算了，不如叫社会人培训节目。这名字你们觉得怎么样？能成的话，我回去跟你们孙导商量商量。他妈的，你们导演都吸上氧气了，瞅给你们一个个能的，人手1块板砖，干啥啊？你们要去征服世界？现在看起来，炸天领着你们这群参赛选手，特么比罪犯还像罪犯。还好迫击炮是假的，怕你们忽悠着人家村里大爷真扛着炮筒子去追罪犯，这要是曝光出来，还能有活路吗？现在情况怎么样？炸天人呢？炸哥马上就要回来了，不过在边境线出事了，有人接应几个制毒罪犯，人没带回来，好在3个国外的杀手留下了，人没摁住。以炸天邪门的程度，还能有罪犯从他手里跑了，真是天大的奇闻。全是新型的，怪不得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能生产这么多。这几个制毒罪犯很重要，绝对不能让跑了。这3个就是杀手吗？坟都敢给老汉平了，得是不想活了。枪毙，必须枪毙！狗屁的杀手，杀手就这素质啊！我媳妇都死多少年了？咋地？你们要挖出来再杀一遍呢？那么大的坟，说给我平了就平了，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一旁的冷大爷尴尬摸着下巴，连忙上去扶着对方，顺便狠狠一脚踹在了光头老大的脸上。就是太不是人了，老李，算了，再重新整个坟，大家伙都给你帮忙，不行买我们家地里，跟我几个媳妇也能有个照应。这冷大爷太凶残了，惹不起，真的惹不起。3位光头大兄弟委屈一下了。刚刚打听了一下，我算是明白人家冷大爷年轻时候是干啥的。土匪啊，山上的土匪。我们需要电话，
我们愿意配合，背后有老板，给我电话，我帮你们。你帮我们？对，出卖老板我们是专业的，杀手只需要为自己负责，请您相信我们的专业程度。书接上回，三大光头正在讲解如何专业卖老板的时候，炸天正好从外面赶了回来。你这是怎么搞成这样？哎，追了很长的时间，眼瞅着对方马上就要越过边境线，接近边境线后，对面那边当时就冲出来5、6、7、8人，将枪口对准了我，被毒贩等人在暗中打了一枪。所幸的是，只有很少一部分钢珠打进了胳膊里。对了，陈队，赶紧清点毒品。孙导怎么样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境？他妈的，要是在境外抓的人，你们治安局认不认？卧槽，你还真的想出去抓回来啊？你们的孙导现在还躺在医院抱着氧气瓶呢。秦都特护病房内，除了抱着氧气瓶的孙导外，节目组众多负责人也赶了过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京都方面特意致电我们节目组，允许我们提前开放选手出境。炸天受伤了，看这小子的眼神挺吓人啊，估计想杀人的心都有了。第一次有罪犯能从他手里跑了的，我估计啊，一旦允许选手出境，这小子很可能会过去报仇。万一再弄出什么大事，咱们这个节目组真的都不住了。老孙，你说句话，别吸了，一晚上功夫，你都吸没好几瓶子了。护士人家都有意见了，就是人马上不行了，也没见过吸这么猛的。你们就没好好想想，为什么京都会让我们马上放开出境？说白了，咱们不过是个真人秀节目，凭什么能得到京都的关注？因为炸天，其实京都关注的只有炸天，说难听了，就是让炸天去报仇。这几年被骗到那边去的龙国人，足足有好几万人。毕竟治安局的人过去，在当地也没有执法权。咱们节目组不一样，等于是旅游过去的。说白了，上面的意思让炸天把这水搅浑了，治安局也就好出手了。尼玛啊，不得不说，自从吸上了氧气后，我脑瓜子瞬间聪慧了不少。曾经很多想不通的问题，吸了一晚上的功夫，全都想通了。能引起龙国上层的注意，对节目组对炸天来说都没有坏处。所以我觉得马上可以发布公告，允许选手自由出境，反正是国外，难不成国外的人还能到龙国来抓老子不成？咱们站在道德制高点，怕啥？众人足足商量了几个小时，最后节目组在内部频道发布了可以出境的公告，一时激起千层浪。不少走另一条路线的选手此时后悔万分，可算是放开出境了。一会等我按完这个帝王洗脚套餐，然后就去办手续。南都的这个边境小城，别看地方不大，妹子是长得真水灵，服务也好。哎呀，一个帝王套餐才699，真便宜。我操，楼上的不是秋哥吗？你特么这么奢侈吗？都去洗帝王套餐了，兄弟就差远了，最多也就洗个498的套餐，剩下的钱点了个烤羊腿，其实也挺美的。我操，你们是人吗？又是帝王洗脚套餐，又是烤羊腿，不值！你们赚了多少钱呀？敢这样造？上面的是走另一条路线的吧？没多少钱，一个人也就大几千块，走过隔壁这个国家足够了。而且大家伙也想明白了，冠军谁知道是谁的？一路上不能太遭罪。不说了，我点的18号技师来了。躺在病床上吸着氧气的孙导看着聊天，当时就上了头。我在医院吸氧，这群选手倒好，在外面可劲的潇洒。帝王洗脚699套餐，我也没体验过啊。又没氧气了，大叔，不是你这个吸法不行啊，再整下去你得氧气中毒了呀。不是，氧气还有，吸的少了。我是想问问你，医院附近有啥能洗脚的地方吗？那种有帝王699套餐的，你能帮我问问，能上门到医院来洗不？吸氧太多了，我脚丫子有点麻。那要是你也会的话，699你给洗吗？主任，赶紧来看看，特护病房这个吸氧中毒了，脑子吸出毛病了。边境小城，在狂欢了一夜后，其他选手都已经前往出境关口。
这回炸天胳膊上缠着绷带，坐在广场上。表，等等我。走，我们也去办手续。啊，哥，咱俩去哪办手续？咱俩连护照都没有啊！不是，我说你心也是真大，我忘了也就算了，你好歹是参赛选手啊，你护照有没有？你自己都不清楚吗？跟我走就是了，谁说没有护照就不能过去了？很快，炸天两人走进了一家名为合法出境的劳务公司，接待小姑娘带到洽谈室坐了下来。你们2个人放心，我们现在只办理旅游证件。不过说实话，那个地方没啥可旅游的，除非你们是过去玩一把，否则的话，我建议你们还是不要过去的好。我们是正规的，我都劝你们别过去了。打工的话可就算了，现在没有这种证件。怎么个意思？能不能给我们办旅游证？办旅游证用不了这么多钱。没有护照。没有护照？不是，大哥，你们是不是便衣啊？你看看你旁边这个人还顶着个摄像头，我这里真是正规劳务公司，没有护照咋办？办不下来啊？你们再去隔壁问问成吗？能办不？实话说吧，前几天这小城里的劳务公司都是我们抓的，节目组的选手，这么说明白了吗？我们俩忘记整护照了。行了，小姑娘你别装了，昨晚上环球夜总会我都碰见你了，冷大爷抱着你啃了半天，以为我没看见？你们劳务公司肯定有办法过去。不过你放心，我们俩是特殊情况，治安局不会管你们。呀，你们是炸天跟陈胖子，这俩人现如今在我们劳务圈子里可是名人，甚至上面有大佬都放出话来，您送鬼出境也不送这俩人。没有护照，想要出境，真不会有事吗？真不会有事。胖子，来给陈队打个电话。陈大力坐在办公室内，仔细听完炸天的要求，脑门上冷汗都冒出来了。直播啊，这问题能正大光明的问我吗？你让我怎么回答你啊？你说啥？我这信号不是特别好，听不清啊。你们要出境啊？去吧，常联系啊。没事，我挂了。这下能办了不？可以是可以，但是你们在那边出了事，可跟我没关系。再就是昨晚上那个大爷跟你们是一起的，还能找到人吗？你们能不能给大爷说一声，能不能把丝袜还给我？昨晚上说什么天冷，我也是喝懵了，看着他穿我丝袜走了，挺贵的啊。你大爷还是你的大爷啊，太狠了！要不说是土匪出身的，绝不走空。秦都住院部精神科，孙导抱着个氧气瓶向面前医生咆哮：你们咋诊断的啊？来，你给我说说，什么叫脑子波动不正常？意思我是精神病呗？我干啥了？我他妈就多吸了点氧气，你们就说我是精神病啊？我就想洗个脚。大夫，你也是个男人，你就没洗过帝王699套餐吗？这位病友别那么激动，你要控制好自己。护士，来，病人精神失控了，镇定剂，来2针，先让他安静一下。夜，炸天两人跟着劳务公司的小姑娘悄悄出了城。一会你们别多嘴啊，人家让怎么办就怎么办。说实话，我这么干风险很大，你们可不是过去干劳务的，到时候可别说跟我有关系。连在边境线上大名鼎鼎的毒贩子，最后都栽到这俩人手里。用这种办法过去，根本就不是为了徒步走过这个国家，是奔着抓人赚钱去的吧？希望嘎腰子团伙能顶得住吧。你放心，一会我们不说话，就埋头跟着走。对了，你今晚不去环球夜总会兼职了？不去了，我辞职了。等把你们送过去，我估计也去别的地方了。夜总会生意也一般，动不动碰见一个冷大爷那样的，我还赚个屁的钱啊！我那双丝袜多少钱啊？亏死了！我只能把你们送到林子里，一会你们沿着小路往前走，会有人接应你们。大妹子，你回头去哪兼职了给我说一声啊，等我们参加完节目我会来找你哈，你放心，我指定不能偷你丝袜穿。呸，你这腿也穿不上。走了，
你们保重，有空我会去直播间看你们。走吧，我们也上路。大家日盼夜盼，这么多天过去，炸天两个人终于是要出酱，等着炸天两人的又会是什么呢？关注点上，后续我慢慢来告诉你们。哥，我想退出节目去找刚刚的那个妹子。书接上回，妹子把炸天胖子带进了一个小树林，等着接头人，便转头回去。走了，你们保重，有空我会去直播间看你们。走吧，我们也上路。哥，马上就出镜了，一会咱们是直接动手，还是再等等？先别动手，不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而且陈队长说，不论是通过任何手段，只要能劝返回来一个人，足足有3000元，还是上不封顶的那种。被骗过去的那些人想要逃出来，几乎毫无希望。一旦被发现，这个腰子都是青的。先摸清对伙的来路，打入内部再说。再就是你这个摄像头也会换成微型的，藏身上。来者何人？报上暗号。什么暗号？小妹没说什么暗号啊？天王盖地虎。阿大，这个胖子太胖，质量不好。瞧不起人？什么叫质量不好？走路他妈的都甩大腿，敢说我质量不好？不是，哥几个，你们干啥的啊？我们就是想过去找个工作，你们这还对上暗号了？根本就没有暗号，不过是试试你们。成，既然是过去找工作，那你们俩说说，都会干什么活？这两个人肯定不是卧底，如果是卧底，刚才说出暗号的时候，一定会动手，绝对不会露出愤怒的表情。更何况，其中一个人都胖成什么样子，龙国的治安局只要不是瞎子，也不会派这样的卧底过来。不是你们给安排工作吗？劳务公司的那个小姑娘给我们说，在你们这个地方1个月就是刷盘子，那工资也有1万多，这种活我就能干啊。你们俩1个月就想赚1万，自己擅长什么，我们才好给你们安排什么，这样工资也能更高。我好像啥都能干，只要是来钱多的活我都成。哥，能吃算不算？你好好说。那什么，能吃不算吗？那就只有这一个了。大哥，我那方面特别强，真的。去年的时候，我二叔让我去干，都没去。听说老赚钱了，1年买车，3年买房。大哥，你们那有这种厂子吗？我能干这个，陪个富婆什么的，我特别在行，不吹牛。要不到书后面，我掏出来给你们看看。他妈的，出怪事了！这几天怎么了？1天之前，另一个团队在边境线又击到了一伙人，其中有个名为曹三儿的半大小子，好像也是这么说的。行，我们有这种厂子，你有这个特长，我信，不用掏出来看了，一会你们2个人都去，月入10万不是梦。然而此时位于原始丛林内的一处破败工厂里，焊死的铁笼房间内，猛哥几个人神情愁苦地盯着外面的月亮。猛哥，这就是你说的接应的人？快拉倒吧，接应咱们就关铁笼里呀，别骗我了成吗？我当初跟着你就是为了去看看大长腿，到现在真的不是我三儿不够意思，你就说牛腿、驴腿、狗腿我都看了，就是没见人腿。你不能看我年纪小就这样忽悠我啊！早知道会是这样，真不如当时不跑过来呢，让后面那俩畜生抓了，就是被枪毙，那也不至于被人嘎了腰子啊。都别急，嘎事绝对不能被嘎，不能乱。那么多大事都过来了，迫击炮咱们都没害怕，还能让这伙人给唬住了。咱们想想办法。马德，关在隔壁那个人回来，我都看了，腰子被嘎了，这就不是什么接应的人，人家他妈是嘎腰子的，我他妈才19啊，都没尝过啥滋味呢，再被嘎了，你说我冤不冤啊？猛哥啊，我可去你妈的吧！整天你就会给我画饼，什么到了这边你就能横着走，你现在麻溜站起来，横着走一个我看看。你是螃蟹咋的？到时候腰子被人嘎了，爬着走都费劲，还横着走。别嚎了，再关进来2个人，谁晚上再出声，先嘎谁。哟嚯，什么是缘分？这不就是缘分吗？兜兜转转，
最后居然又锁一个笼子里了。哟，这不是咱们猛哥吗？最后跑的时候不是豪迈的很，什么天高任鸟飞，只要到了这边就能横着走吗？咋地了这是？飞累了，咋还关笼子里了呢？然而此时陈大力、宁凡两个队长根据上级的指示，成立解救遣返人员的小组，现已集结了一大批组员，在南都的边境小城的广场，目的就是为了应对即将发生的情况。点个关注，后续更精彩哦。书接上回，炸天胖子被嘎腰子团队抓走，被锁在了跟猛哥等人一起的铁笼里。此时的边境小城观察会议室内，多方联合组成的解救遣返人员小组正在商讨方案。你们胡闹，这就是你们的卧底。这么多年以来，派去了多少卧底，最后呢，根本一点效果都没有。难不成这一胖一瘦两个人跟你们有矛盾，是故意送过去的？你们两个这样干是要犯错误的，明白吗？别急，老董，你先看一下昨晚发到你手机上的这两个人资料先吧。啊，这牛批呀！见过邪门的人，从没见过一个普通人能给治安局的2个队长薅的去银行贷款。炸天是故意被这群人绑进去的，可赤手空拳真能制服这群穷凶极恶的罪犯吗？咱们接着看下去，我估计以炸天的尿性，既然已经摸清地方，后半夜的时候差不多就应该动手了。哦，秦都精神科。好了，别激动，当时你们也没有个家属在，大半夜的，你说他一个成年人，非要我们的小护士给他来个帝王木足，这谁能受得了？就是2针镇定剂，马上药效就消失，人不会有任何问题。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眼珠子都是直勾勾的，人都认不出来，你告诉我没有任何问题？我告诉你，人家孙导的媳妇正在来的路上，人要是变不回来，马上就会找你们医院的麻烦。多关键的时刻啊！今晚上炸天2个人就要出镜，在这个需要节目组负责人坐镇的时候，该死的大夫给孙导打了2针，硬生生把个好人打成了这个逼样。我要699的帝王木足。我要699的帝王木足。不应该啊，这个时候药效应该都过去了。孙导，醒醒了喂！孙导，18号技师来了。啊，来了，是不是骗我呢？699的套餐啊，帝王木足啊，你就派个大妈来啊，换一个，说啥也得给我换一个。节目组几个负责人怔怔看着刚走进来的孙导老婆，不约而同的擦了擦冷汗。医生，我觉得你说的对，可能精神确实有点问题，你赶紧再给打2针吧，快点，赶紧再给打2针，再不打也会出人命了。孙导看着面前熟悉的这个人，猛地打了个哆嗦，整个人都傻了。咦，老婆，你咋来了？我给你说，我真没病。对，你没病，我相信你，你就是有点皮松了。孙导在遭受他夫人亲切关爱的时候，房间里，炸天已经完成了对猛哥等人的教育。别打了，一会人来了，我服了成吗？只要能出去，我跟你们去国内自首，枪毙我认了。卧槽！赶紧让这个胖子起来，给我腰做断了。不多时，炸天用之前系统完成任务奖励的开锁大师技能，把铁笼的门打开了。还瞅什么？赶紧出来了！出来不难，怎么能搞到枪，然后整明白外面嘎腰子团伙才是最难的。这个嘎腰子团伙相当专业，外面不停有巡逻的人，个个身上的装备不比光头杀手组合差，一看就是经受过专业的训练。这地方是真乱啊！这群人看着像是当兵的一样，你瞅瞅那个站姿，绝对是训练过的。哥，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够呛能跑出去啊！我猛子这辈子没佩服过谁，要是能跟你出去了，枪毙我都认了，真的。谁说我要出去了？看到那个画着红色十字架的小楼吗？这地方应该就是手术室。我说大哥，不出去留在这里干什么？你不会是想去那偷腰子吧？都别吭声，小心点，跟我来。几人紧随其后，没有丝毫犹豫跟着跑了过去。
偷偷潜进去了手术室大楼。这个小楼里就是医生手术以及住的地方，都分开找找，别出声。找到医生了，拖回来这个手术室里面。好，猛哥，没人看着咱们了，跑不跑？你是不是傻？人家不看着咱们，那时就不害怕咱们跑，腰子都快跑没了，跑你妈！赶紧老实去找医生得了，你想死，别带上我们。跑是跑不出去，找人看看这个炸天到底要干什么。书接上回，炸天教育完猛哥，利用解锁大师技能打开了铁笼，逃了出来，然后偷偷潜进了手术楼，找嘎腰子的医生。炸天已经钻进了一个房间，在床上摸索了一阵，整个人都不好了。被窝是热的，人却不见了，难不成听到动静跑了？你们是什么人？怎么进来的？摁马桶里，他妈的没冲呢！说不说你是什么人？是不是医生？说慢点，说慢点，法克，我中文不好，说太快听不懂。上帝，不要这么粗鲁，温柔点，温柔点 ，OK。我跟你们干，真的，查理愿意对上帝发誓，愿意跟你们干。跟着我们干什么？哥，我明白了，估计这俩人把咱们当成另一个嘎腰子团伙的人。能这样开口问，能说明一个问题：嘎腰子团队中医生很稀缺，不然的话，不至于整两个话都说不利索的黑人过来手术。怎么看这两个黑人都不像是专业的医生。蒙子，你们几个人躲房间里，别出声，一会人进来了，先控制住。来，把这两个黑人的衣服扒了。不是，明明已经把医生控制住了。炸天两个人换上了医生的衣服，又走出了手术室，这是打算干什么去？别问了，社会上的事少打听。尼玛，我现在也摸不清炸天究竟想要干什么。装医生逃跑，外面那么多的守卫，不可能跑得出去。很快，炸天跟胖子两人穿着医生装走出了大楼。真吓人啊！尼玛，一回头的功夫，身后出来这么两个货，连防毒面罩都戴上了，这是准备干什么？大半夜不睡觉，你们两个干什么？明天还有手术，滚回去睡觉，快滚 ！You follow me, come on。难不成真出事了？不然的话，这医生咋一晚上功夫肿了这么多 ？Follow me, come on。把人带回到手术室，正准备拿出板砖，此时的猛哥从里面的房间走出来，跟士兵对峙一下。胖子见状，拿起手术台上的针管，就捅进了士兵的屁股。我操，这是什么针？劲这么大，一下就倒地了。哥，这上面有字，麻醉针仅供大象使用。大象用的针啊，给人打，确定没问题吗？不得直接给麻死了？脱了他的衣服，你们来个人换上，把枪也下了，等着，我们去给下一个打针了。干啥？大晚上不睡觉，你们俩要干啥？打针。卧槽，进针大！哥，这玩意要是能近身的话，简直无敌啊！这一针下去，不得睡好几天啊！格局小了，怎么也得睡半个月。不对劲啊！今晚上有几人巡逻？我怎么感觉好像就咱们两个呢？其他人呢？怎么一个都看不见了？找地方偷懒去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身上带东西了没？给我里面塞一点，让我抽点精神。不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敢抽？你不要命了？哎呀，赶紧的，我难受的不行，就一口，抽一口，精神点就成。这个劲很大，容易出现幻觉。你少抽！卧槽，你是没抽过啊？哟，来了，你猜我瞅见啥了？啥？你看见啥了？好像看见我爹跟我娘了，真的，两人穿着白色的校服，
爸妈，你们是不是过得不好啊？咋脸色这么黑呢？要给我打针啊？我就知道前几天晚上我还梦见你们了，还是你们对我好，怎么知道我感冒了呢？不对啊，感冒不是吃药吗？还要打针吗？大半夜的要不要这么吓人？连他妈父母都出来了，还要给你打针？从哪来的针？不是，兄弟，你听我说，你抽迷糊了，真的，你先给我放开，你爸妈都死了快20年了，没事来看你干什么？咱们到时候该去巡逻了，你给我放开啊！卧槽，叔叔跟阿姨真来了吗？爸妈，不是给我打针吗？打错了啊！书接上回，乍天跟胖子两人拿着大象麻醉针捅嘎腰子团的，足足捅了2小时，最后一个竟然把屁股对到胖子的脸，让胖子给他来一针。爸爸妈妈，你们刚刚打错了，我在这里，快来给我打针。啥意思啊？哥，这人好像有病，主动让咱们打呢，打还是不打？打，赶紧打了，把人拖进去。爸没吃饭吧？我回去给你做饭去。我操，碰见个精神病，赶紧把这个人拖回去，然后可以去解救人质了。很快，乍天跟胖子把最后一个士兵拖回到手术室，看到手术室里面堆积如山的士兵，整个直播间都炸了。我的天，炸哥跟胖子这个操作是真骚啊！我还以为怎么的都能打起来，没想到一盒的麻醉针就悄无声息解决了这么多的士兵。我操，炸哥真是牲口啊！就连今晚上没值班，在宿舍睡觉的士兵都被这2个家伙摸进去，被窝里就把针给打了。不过就是有些可惜了，这么多罪犯啊，要是都能带回来，那得换多少钱？好几十号人呢，咋带回来？能把人质带回来就不错了。对，人质应该也能换钱吧？怎么着，治安局也得表示表示啊！此处爱特勤督陈队长，陈队长，我知道你潜水着呢，赶紧出来说句话啊！人质马上就要解救出来，是不是赶紧到边境线上去接人？陈队长敢出来吗？这得有多少人质？有那么多钱吗？你饶了陈队吧。与此同时，南都观察会议室内，老董坐在主位上，看着画面中的人质，怀疑人生的厉害。牛批呀！这2牲口戴上防毒面罩，真就跟生化医生一样，去到哪都能放到一片全副武装的士兵。这么好的苗子，怎么就没被观察部门发现呢？这是多大的功劳？咦，陈队长呢？不是说去上厕所？这都过去半个小时了，是掉厕所里了吗？卧槽，这2个治安局的队长不会这么不要脸吧？联合行动了，他们不带咱们就过去接人去了。我刚才去厕所看了，根本一个人都没有，治安局的车都不见了。不过当务之急，董司，我觉得咱们是不是赶紧筹措资金？治安局的人都走了，临走前那个陈队长在厕所里留了纸条，你要不亲自看看吧？董司，秦都治安局有紧急任务，我们急需返回。此次接的人质功劳全部算你们的，虽然有些难以启齿，但我陈大力相信董司的人品。上面拨等款项到了之后，我秦都治安局绝对不会赖账。劳烦你们关闸先行垫付。对了，人质一共需要垫付55万2千，制毒人员的悬赏奖金9万8千元整。谢谢了，陈大力，勿念。我的妈呀！3000、6000、9000、8万1。哥，我算了算，这一次咱们解救人质就能赚55万2千。至于猛哥几个人，估计也能换点钱。早知道咱们应该早点出国啊！不说多了，再端上10个这种寨子，咱俩说不定能成千万富翁。这几箱子突突该怎么处理？治安局也没说从国外上缴这个东西有钱拿，而且如今的陈大力同宁凡真是让我薅成了铁公鸡，给钱绝对不可能那么利索，人质的钱还不知道会拖到什么时候才给，更别说这些突突了。查理过来，怎么个事啊？上帝，炸哥你简直就是个天才！如果是在我们非洲，你绝对会成为最大的商人，你实在是太会赚钱了。果不其然，蒙子几个人趁着队伍人多又跑了。
此时猛哥等人狂奔了足足半个小时，正在河边喘着气。猛哥，不是说好不跑了吗？跟着炸天他们戴罪立功会去国内的吗？你们说话不算话，怎么又开始跑了？有机会当然要跑，就是能戴罪立功，回去以后那也得踩多少年的缝纫机，你想过吗？我算是看明白了，在这个地方赚钱简直不要太容易。这个地方最缺的是什么？就是缺人才啊！咱们如今手里有枪，这地方不做买卖的话，那干什么？干诈骗吗？那玩意不是也犯法吗？事到如今，我也不瞒着大家了，其实我是个医生。医生骗鬼呢吧？还在给我画大饼，你给我画的饼还少吗？真的，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干过，不过是个兽医罢了。那俩黑人被骗过来之前，他马赛黑，非是给驴看病的。就那逼样的都能摘腰子，虽然是被骗过来的，但人家有提成拿，嘎一个腰子，这2个人能抽1500呢，一天要是能嘎10个，那就是15000，是不是能发财？这一次咱们找个偏僻的地方，绕着炸天走，我就不相信了。这么大的地方，得有多少嘎腰子的团队，还能次次都让炸天遇见？眼前这个男人看着自己的一群小弟，莫名其妙被人弄晕了，堆在手术室里，脸色阴沉的可怕。能不能把人给弄醒？被注射了大象使用的麻醉剂，倒是可以弄醒，不过对人体的损害比较大。说是什么人把你们弄晕的？那些人质呢？说话！花费了这么大的价钱，雇佣了如此多人驻守在这里，日夜不停的巡视，怎么会一夜之间人质就全没了？不仅人质没了，就连2个绑来的黑人医生也消失了。毕老板，对方一定有很多人，我可以用人头担保。我的士兵从12岁开始就会训练，到18岁时候才会参加任务。可以说，整个缅寨内，我的士兵是最专业的。你要相信我们专业的程度。专业，又是专业这2个词，就是因为相信专业，3个专业的杀手，这会在龙国都踏马踩上缝纫机了吧？说，究竟发生了什么？实话实说。我想起来了，是阿丽的爹娘给我扎的针。扎古将军太邪门了，阿古爹娘死了20多年了，一针就给我扎走了。专业，真专业！死了20多年的父母给扎晕的，有理有据，真他娘的专业！此时导演着这一切的主角正好走到边境线附近。哥，人来了！你就是炸天吧？干得真不错，这一次能解救回来这么多人，全靠你的功劳。对了，我是边境关闸的负责人，你可以称呼我董司。这一次由我负责接人质。人呢？大巴车过不来，让他们走到路边，赶紧上车，先去医院检查身体。不是说治安局来接人吗？董司、陈队他们人呢？不来了吗？他们暂时不来了。那钱的话，我找谁拿啊？一共是552000，零头就算了，给55万好了。开始都说好了的，解救一个人是3000，不会说话不算数吧？戴了1晚上的防毒面罩，给人扎针扎的大拇指都摁疼了。钱我们出，财务立马转账。合作愉快。那什么，人质交给你们了，董司，我们先走了。还好，炸天没提那伙罪犯，我也不敢问呢。掏出这55万，已经是挪了不少别的资金，再来个近10万，我是真的掏不起了。董司，下一次不能咱们出钱了。自从被这个炸天盯上之后，他们治安局都被掏空了。这一次的拨款虽然说起来要多少给多少，可一旦超过一定数额，估计上面也不敢这样给啊。一晚上的功夫，人家就拿走了55万。就是整个缅寨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被骗过去的人，单是嘎腰子团伙人质，恐怕几千人都挡不住。一个人3000，这得是多少钱？就这还是人质，没算罪犯。是啊，我也没想到，堂堂2个治安局的队长能老溜到这种程度。上个厕所的功夫，直接跳窗跑了。看来跟这2个队长合作，必须得长个心眼才行。一会你回去，把几层楼的厕所窗户全给我用钉子钉死，再去巡逻队借10条狗来，就拴在大门口，老子看下一次这2个家伙怎么跑。秦都转播厅，孙导胳膊上吊着绷带，一瘸一拐走了进来。
孙导，国内的观看直播的人数再次增加，已经超越了平台最巅峰时期的数据。因为炸天昨晚上捣毁嘎腰子团伙的原因，今天各大门户网站头条全部是这个。不过国外的直播数据很惨淡。具体怎么回事？是鹰将那边也开了一个求生节目，并且噱头比咱们的足，拉着明星一起野外求生。据说要在荒岛上生存60天，任何工具都不带，大部分流量都被这个节目买走。咱们确实没办法，抢不过流量。哼哼，那是对方不清楚炸天直播间的内容究竟有多精彩。喂，胖子，你跟炸天说，把事情都搞得动静大一点。行了，带着这2箱突突走吧。哦，上帝，炸天，能遇见你是查理的荣幸，是上帝给查理的指引。原来查理漂洋过海，连最心爱的毛驴都放弃，就是为了在这里能遇见您。哎，炸天，别走啊！突突卖了之后，在哪里碰头？该死的，马上去找上一次联系我们的诈骗团队，问问他们要不要最新生产的突突，非洲制造，质量保证。对了，以后你要称呼我为查理将军，明白吗？我们手下有整整3000人的突突工厂。Oh my god！ 上帝，查理真不愿意骗人，可没有办法，炸天给的太多了。眼前这男人多倒霉！愣神的瞬间，一辆载满货物的大卡车速度不减，直接向他冲过来。一声巨响，身后的水果摊倒塌，水果老板的西瓜滚落在炸天脚下。就在刚刚被查理舔得落荒而逃的炸天，带着胖子坐到了一个水果摊前。老板，给我切半个西瓜，再开3个椰子。哥，这地方真不错，水果太便宜了。咱们接下来干什么去？继续赶路。昨晚上凌晨一过，系统就提示升级，直到现在都没升级结束，不知道运势，不敢到处乱来啊！万一再来个大凶之兆，说不定就麻烦了。胖子，光吃水果能够吃饱吗？去旁边买2条烤鱼过来，多放点变态辣。就在这时，炸天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系统升级成功，检测到宿主今日未签到，是否进行签到？终于升级完成了，签到成功。今日份运势9死1生，请宿主务必按照宜行之事选择，可逢凶化吉，宜入职，忌出行、坐车、聚餐、露营、交友、恋爱、婚嫁、入土、祭祀、睡觉。枪械能力+1，格斗术+1，智力+1。好家伙，9死1生啊！一就一个，记这是足足排了好几行，就没一个今天能干的。这意思就是，今天自己如果不按照宜的去干，走哪都是死路一条。就在炸天愣神的瞬间，才有刚刚开始的一幕。我尼玛，9死1生果然非同凡响。胖子，赶紧走，去劳务公司找份兼职工作，保命要紧。很快，炸天拉着胖子冲进了一家写着中文的劳务公司。快，有没有工作介绍？马上就能上岗的，速度。啥活都成，只要能干，有没有啊？赶紧给我找一个，最好10分钟之内就能开始的，什么工作都成，快一点。有倒是有，不过给我资料，在哪应聘？胖子，走。美女，这2条鱼送你了，今晚带回家煮饭吧。哥，你要干这个，正规不正规啊？来不及了，先进去再说。另一边，刚刚走出原始丛林的猛哥一脸笑意看着三儿。走，哥带你去见识见识，啥叫挑战你的软肋，啥叫洗浴中心，让你明白啥叫金蛇郎君。猛哥，牛逼，你真牛逼，我现在相信了，你在这里真能横着走。联系的这个老板大气啊，越多越洗浴中心，这才是干大事的人。不行，我得给二大爷报个喜，哥他妈能瞅见大长腿了，一会找个手机，我给二大爷拍过去。金碧辉煌洗浴中心，一间4人包厢里，
人还没到吗？毕老板，不要急，现在医生很难找，买家催得这么紧，你们龙国的货源过不来，根本没有那么久的时间去找靠谱的医生。不过别人介绍的这几个人，听说在业内比较有名，技艺精湛。说实话，我也不清楚这个医生好不好。可寨子里不仅人质丢了，医生也丢了，没医生没办法运转啊。最后相信你了一次。还有，不要再跟我提专业2个字，赶紧处理好腰子手术的事。我得腾出手好好整顿国内的劳务渠道。尊贵的客人，您等候的人来了。快让进来。说好的专业呢？确定眼前这几个人是医生？真不是精神病院跑出来的，还是搞行为艺术的？哈哈，能干黑医生的，精神自然没几个正常的。别人给我推荐的你们，听说你们世代从医，能否为我们讲讲？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曾毕业于咖里顿院校，研究生物人体科技技术，从我祖上开始就是悬壶济世的名医。专业的必须憋住，而猛哥也口若悬河，临场发挥的特别好，看听的毕老板跟扎古将军一愣一愣的。我家族谱上写的很清楚，华佗你们听过吧？听过。刮骨疗伤听过吗？当年我家祖上就是在旁边端盘子那个。为了研究人体构造，我才愿意来打腰子。人体构造很特殊，理论上来说，人的腰子强弱能直观的影响寿命。根据我的研究，挺直的年岁越长，活的也就越长。100岁还能变直，最起码能活到120。要是120还能，王医生是吧？你等会，虽然我很愿意相信，可你说的太悬了。这样，你们祖上不是医生吗？家中可还有从医的人？当着我的面打个电话，可以的话，晚上你们准备第1场手术，如何？喂，二大爷，我是猛子。草泥马，啥时候你就打电话？忙着动手术呢。挂了。呵呵，正在给人动1场重要的手术，我们家老人就是这个脾气，到底行不行？动1场手术不就能看出来了？也是，走，我们去放松放松。与此同时，遥远的河沟郊外，一处猪圈前，二大爷单手提着刀，大喊：“马德，扇了一辈子猪，还能整不了这头猪？把这猪给我摁住，腿叉开，快点！”眼前这男人去洗浴中心1晚上，竟然消费了197万，抹了500瓶的帝王油，就是喝，他妈一天能喝500瓶吗？你是不是拿回扣了呀？刚进来应聘的炸天跟胖子来不及更换工作服，便被部门主管拉进了洗浴中心的搓澡室内。我给你们说，议会里面需要按摩的几个人，可是扎古将军的贵客，你们卖力着点，皇帝油推销着，明白吗？1瓶奖励500，现结。不是，我操，我俩新来的，也没给人按过啊。哥，咋整？咋按啊？光抹油啊？你就当揉面了，咱们等等看。哈，进来进来，大长腿来了，猛哥，你说的有特服啊？真是命中注定哈！来，胖子，先给猛哥下100瓶帝王油。今天要不给你抹秃噜皮，我都不信雕。卧槽，一定是泡多了，出现幻觉了。能不能不抹油了？炸哥，我们几个真想跟着你回去自首来着，可走着走着迷路了。孙子撒谎，不相信你问三儿，一泡尿的功夫，你们就都不见了。三儿，你快给咱们炸哥解释解释啊！说好看大长腿特服的，结果呢？不仅大长腿没看见，人家特么的要给抹100瓶的帝王油，100瓶啊！抹完那还能看吗？猛哥，要不你给二大爷打个电话吧，我想回家，真的再也不看大长腿了。这会是早上10点，今天夜里12点之前，你们不准离开这个包厢。咋样，舒服不？钉耙有点不得劲，胖子，一会让接待送几个钢丝球进来，那万一滑溜。别抹了，炸哥我服了，真的服了，以后再也不跑了，马上我们就回去自首，求求你了，别抹了，再抹这辈子我都洗不干净了，我感觉这油都渗进去了，我能举报，我知道另一个嘎腰子团伙，真的，我能戴罪立功。
反正今天晚上12点之前自己不能离开洗浴中心，不我玩100瓶帝王油绝对不算完，好歹一瓶提成也有500块呢，还是现金结账，这不就又赚了5万块吗？整个包厢内时不时传来鬼哭狼嚎的声音，门口路过的接待服务员听着里面的动静，脸上不由露出骇然的神情。里面在干什么？杀猪吗？怎么会叫得这么惨？嘘，别问了，赶紧走。里面的你知道是谁的人？扎古将军的，嘎腰子的呀，说不定在里面嘎腰子呢。哥，胖哥，抹就抹，别做我了，赶紧下来，我憋2个小时了，都没敢吭声，我憋不住了。所有在观看直播的粉丝，尤其是经常挑战自己软肋的广大男性，此时表情精彩万分，看着直播间内的弹幕，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哈哈哈哈，老娘服了，火箭刷起来，说什么也得感谢炸哥，可算是找到办法整治我那个老公。他妈的，一会我就去买100个钢丝球，今晚上说啥也得给他来个钢丝球抹油套餐，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去按摩。对，我爸就喜欢去，还次次都让我给他打掩护。刚才我把直播间推荐给我妈了，这会我妈马上就从菜市场回来了，听说不光买了钢丝球，还买了1桶菜籽油，晚上有没有人收留我？家里是肯定不能待了。太狠了，不过我好喜欢，不论多爱按摩的男人，被钢丝球刮上这么一次，估计这辈子都不想抹油按摩了吧。炸哥整活我是服气的，嘿嘿，你们看那个猛哥，这会疼的都直抽抽，腿惨了。按完舒坦睡了一觉的毕老板，穿戴好衣服，同扎古将军回到了豪华包厢。您好，您一共消费了197万六，我们经理说了，零头就算了，给197万就成了。好家伙，这些人干什么呢？怎么一天的功夫能消费这么多？而且全都是购买帝王油的钱。傻，消费了197万，我看看。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拿我当傻逼呢？还能合作吗？这就是你叫来的医生？抹了500瓶的帝王油，就是喝，他妈一天能喝500瓶吗？你是不是拿回扣了呀？妈的，消费了这么多钱，经理才偷偷给自己塞了2万，这是拿我当大冤种啊！毕老板，你放心，肯定是哪里搞错了，我去问问。你先坐一会，别着急，相信我。怎么就能干到197万？就是把整个洗浴中心的接待全部睡了，那也用不了197万啊，太离谱了。眼前这2个男人，兼职第一天竟然卖了500瓶的帝王油，就连部门主管一脸诧异，看着眼前这2人，你们俩到底是什么人？我他妈的就从没见过一天的功夫啊，推销出去了500瓶的帝王油。要知道500瓶可是我们整整1个月的库存，要不是最后没货了，估计这2个家伙还能再推销出去点。呵呵，我们就是出来干个兼职，人家客人签单了吧？签了，干得不错，等会去财务那里领2万5的奖金。这钱不对吧？应该是25万。打算黑吃黑了，也不打听，我炸天是什么人？谁敢黑吃黑我的钱？更何况这地方不是国内。一瓶提成50，2万5不是正好吗？初来乍到，劝你们2个懂事点，我们免债这地方可挺危险的，说不定出门就会被人抢了，懂了吗？也不打听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免债，龙国人在这里下场可不怎么好，别逼我们动手。懂了，胖子，咱们走。2人走出洗浴中心，在门口前面坐了下来。哥，就这么算了，反正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陈胖子绝对不行，讹了咱们20多万啊，这能行吗？不把钱弄回来绝对不行，咱们不行找查理吧，把突突要回来，跟他们来一场硬的。最后几秒钟就能开启新一天的签到，先签到看看运势，被讹了20多万，怎么可能就这样过去？胖子，你说这么大的一家洗浴中心，一天的流水能有多少？一共有10层楼，可洗浴加按摩的就3层，剩下的7层，你说是干什么的呢？哥，我就知道你，我不是跟门口那个接待聊的挺好吗？
我偷偷打听了，这家洗浴中心楼上很可能是玩牌的跟客房，很多在这里洗澡的客人按摩完都是去了楼上。孙导白天的时候给咱们怎么说来着？整点动静，最好能是吸引眼球的动静，越大越好。他的意思，咱们这个节目在国外没啥流量，砸钱也砸不过人家，所以哥，不是吧？你别吓我，这玩的有点大啊。咱就把20多万要回来得了吧。再说了，咱们手里还有猛哥他们几个人呢，万一再跑了呢？别急，猛哥几个人马上就出来了。啥？不行不行，我们决定金盆洗手了，回国自首。踩缝纫机我们认了，不敢再犯罪了，真的。37分，能戴罪立功，不用回国。卧槽！一会给我整个喷子，突突我使不惯，啥时候动手？ Oh my god， 亲爱的炸哥，真的决定好了吗？查理愿意为你而战，什么时候动手？武器都在这里。转播厅，孙导和助理都怔怔的看着面前的大屏幕。不是让你们整点活，不用整这么大吧？他妈的，你们是节目组的选手啊，不是流窜在国外的悍匪啊！你们一群人是要打算干什么？孙导，是不是赶紧联系炸天啊？ 这样整下去，他们2个人铁定会被通缉的，到时候怎么办？晚了，这会怎么劝？你现在给这俩牲口打过去电话，铁定连电话都不接。算了，爱咋咋吧。对了，我的氧气呢？赶紧让我吸一点，我有点缺氧。还是氧气好，吸了几口，我脑瓜子瞬间聪慧了呢。看炸天几个人的模样。 冲这个洗浴中心那是冲定了，也算是震惊世人的大案。这种情况我只能自救了。想到这里，孙导深吸了一口气，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喂，精神科的崔大夫吗？我啊，节目组的导演老孙啊。那什么，上次精神病的鉴定结果算数不算数啊？什么？我不算？怎么能不算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一口气睡半个月啊？ 你再说一遍，我不是精神病，操你妈啊！我咋就不是精神病了？我就是精神病，真的精神病！你等着，我马上就去医院。洗浴中心大厅，气派的中式沙发上，毕老板坐上面，时不时皱眉看着远处电梯口。过去都快1个小时了，扎古这老家伙还没问清楚，看来得重新选个合作伙伴才行。这个扎古有点太不靠谱。 忽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为首的壮汉手提一把冒着烟的喷子走了进来。都给老子抱头蹲好，把你们经理给我喊来！眼前这2个男人有多猖狂？手提突突，头戴黑丝，带领着一群小弟站在墓族中心门口。准备好了没？出发！ 都给老子抱头蹲好，把你们经理给我喊来！他妈的，什么情况？冲进来的不是扎古介绍的黑医生吗？好像说是华佗旁边端盘子的后人，不愧是黑医生，干事都这么猛的吗？提着喷子就进来了。你们是什么人？知道这里是谁的场子吗？活腻了！还有谁？妈个逼！ 老子龙国9族的，谁的人专门干你的人？真的敢开枪？我怎么也没想到，炸哥一句话都没说呢，就把对方1个人崩了，太尼玛的狠了！听不见我说话，把你们经理叫出来！炸哥，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见面的嘎腰子老板，随行的那个什么扎古将军不见了。我操！ 就连系统的提示都一连用了2个非常。同猛哥几个人见面的这个逼老板究竟是有多值钱了？老板没事吧？啊，你们这是？找到了。钱呢？197在哪呢？袋子呢？拿个袋子来！今天我们可不是抢你们，就是拿回自己的钱，让你们经理长个记性，以后别什么人都敢惹。 要是不服，尽管来找我们，看我嘎不嘎他腰子就完了。不是，我还没给钱呢。老板，你不用说了，既然你是猛哥的朋友，
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交没交钱我们还能不清楚吗？有我们几个在，保你没事。我说的话记住了没？能记住人吗？以后见了我们老板，知道该怎么办吗？记住了，以后见了毕老板，我们免单，都免单。走了，告诉你们老板，要是不服气，尽管来找我们。你们这干什么了？怎么还能有血？干什么了？我拿你当朋友，你拿我当傻逼是不是？手里有点钱，扎古，你真是够飘的。大老板的场子你都敢讹钱，我看你是活腻了。楼下出了这么大的事，给你那个毕老板打电话，马上带着钱回来，否则的话，今天我先嘎了你的2个腰子。我被抽了，被一个狗屁都不是的小逼崽子给抽了，什么意思啊？你知不知道我扎古是谁？你敢打我？老子不光敢打你，还敢偷你，赶紧打电话。喂，你人呢？到底怎么回事？洗浴中心怎么说你拿钱走了？到底怎么了？不是你安排的吗？猛子几个人把我接出来了，你也出来了吗？他妈的，完了，人家他妈的太专业了。毕老板初次见面，我是炸天。狠呐，这他妈才是专业的，抢了人家洗浴中心，明面上给我揪出来，完全就是个圈套，自己成背锅侠了。现如今，估计整个洗浴中心的人都清楚了，在洗浴中心开枪的人手是我的。厉害，我服了，你们手段确实厉害，他们几个也是故意接近我的吧？根本就不是什么医生。这个你错了，我们真是来投奔你的，可没办法，嘎一个腰子才提成1500，来钱太慢了，所以我们决定弃暗投明，跟炸哥干了。我劝你啊，赶紧有啥能交代的，趁着这会直播呢，都交代清楚，要不然等到了龙国边境线，可就没机会了。送我回国可没那么容易，扎古可还在外面呢，你们几个人不一定能带着我回去。不过既然是为求财的话，不如我给你们钱，就这样放了我成吗？我在国外聚的财富就是被关押在龙国，我不吐口，谁也拿不出来。好好考虑考虑，我有钱，有很多很多的钱。对，你说的对，你有钱，可腰子就2个吧。猛哥，摘他个腰子，这种人不配跟我们谈条件，要不是你，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被骗到这个地方来。嘎你2个腰子，算便宜你了。我操，钱都不要吗？还要直播嘎我腰子？眼前这个男人手提大刀准备嘎人腰子，吓得毕老板当场认怂。等等，我配合，我愿意配合，我认栽了。随即炸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拨通了陈大力的电话，听筒内就传来震耳欲聋的咆哮，其中夹杂着各种粗言粗语。喂，陈队，在看直播吗？我们整了个大鱼，嘎腰子团队的幕后老板。炸天，我现在郑重其事地告诉你，马上带着所有人返回边境线，你们整得太狠了。你们走之后，洗浴中心有人嘎了，当场被人打爆西瓜。我没跟你开玩笑，现在不光那个扎古在找你们，洗浴中心的人也在找你们，就连官方的人也在找你们，翻天了，明白吗？我们正赶往边境线，你们现在立刻出发，一刻都别停留。千算万算，怎么也没算到躲厕所里的那个扎古能一枪给人西瓜给打爆了。虽然说在这个混乱的地方嘎一个人不算什么，可问题是那是在暗处，现如今正大光明的爆西瓜，再加上洗浴中心老板的势力，我们现在也不好整啊。哥，那咱们走吗？现在往边境线赶可不好赶。不去边境线，好不容易走到这里了，难不成换路线走？不行。胖子，凡是都留在缅寨这个地方的参赛选手，全部发一条短信摇人。我就问你能不能打，我吸氧气都上瘾了，我他妈的就是神经病！快给我打2针，不，给我打5针！不能打，打了我也不能给你打。刚到医院的时候，炸天已经在洗浴中心开枪了，陈大力直接把我电话打爆了。
好不容易赶到医院来，就为了打一针，没想到说什么这一次也不给我打了，完了啊，事大了，这一次不进去踩缝纫机都不行了。你别哭了，我就想不明白了，你就没病，整天打哪门子的针？哎，男人的苦你不懂。孙导失魂落魄地离开了病房，驱车返回了自己家。我回来了，收拾点衣服，这一次见一面，说不定以后就没机会了。我这一次真的去谈缝纫机生意了。说着说着，孙导不经意间瞥见沙发旁边2桶加强版的帝王油，以及摆了满桌子打开的钢丝球，心里升起一个不好的预感。你没看直播呀？人家炸天没事，治安局的人都去了。来，你躺下。当天晚上，大部分参赛选手聚集在草地上，彼此聊着天，等着炸天等人的到来。卧槽，想过炸哥到了这边一定会整活，没想到整得这么大。光天化日之下，带着猛哥几个人冲进洗浴中心，劫走了近200万现金。通缉令都发出来了，不过里面可没有炸哥的名字。现在看来，这些人还不知道炸哥是谁。不过很快就知道了，一旦有人关注直播，不就露馅了？近200万的现金啊，带上我们多好。至于什么通缉不通缉的，说实话，在这个地方真的无所谓。这个时候，炸哥通知我们，必然是有好事。无论是洗浴中心，还是那个嘎腰子团伙，都是钱啊！送到龙国都能换钱啊！虽然不多，但是蚊子腿也是肉。而且人家炸天赚这么多钱，哪一次失败了？兄弟们，这次聚集大家有个计划，要是计划能成功，到时候拿悬赏拿到手软。走，我们进去仓库里面参观一下嘎腰子的毕老板，再具体的商量一下细节。洗浴中心，大老板沈北脸色阴沉坐在大堂上，底下站着各种大小股东。我们的洗浴中心最赚钱的莫过于上面的卡牌，可在这里出了这种事，被人抢走了近200万现金，并且还把我们的人给打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楼上的玩家几乎将账户内的钱全部兑现离开。这个毕老板以及渣古必须找到。北哥，整个后台的钱差不多都要被掏空了，就连好几个大玩家把存在这里的几千万也掏走了。这么下去，咱们这个场子可就完了。是啊，必须赶紧想想办法，要不生意真的黄了。他妈的，这个老毕我知道，不是干脏活的吗？也不缺钱啊，200万都得抢。而且我也问了，他确实用了500瓶帝王油，那个消费没有问题。我说2句，出了这样的事是我的错，不过生意还得继续，所以不论是渣古还是老毕，今晚上之前必须要带回来，给所有客人一个交代。都下去把各自的人手叫出来，然后给老子找。凡是找到地方了，让找人的兄弟现在都去关注一个雕炸天的博主。老毕现在正在直播，直播间账号随后发给你。卧槽，这个老毕真的是活腻了，现在还敢开直播。随后沈北掏出手机找到雕炸天，进去一看，顿时傻眼了。眼前这男人操作有多骚，直接绑了个嘎腰子团伙的头开直播卖货。进来的兄弟们点个关注，尤其是扎古的兄弟，我是老毕，进来不准走，办个卡再走。我这辈子长这么大，我都没想过有一天自己能成为一个主播，还是给别人拉人气的主播。在炸天这个骚操作下，海外直播间观看的人数以直线上升的趋势增加，火了，彻底在缅寨这个地方火了。这个毕老板是不是疯了？这是怎么了？身为一个嘎腰子团伙的幕后老板，这是他妈的接代言广告了吗？卷成这样还能有活路吗？停！再播5分钟，告诉你所有的手下，3分钟之内给我把这个链接上的芒果秒完。胖子，来，你毕哥不会笑了，给他上点绝活，这可是秦大爷亲戚家种的芒果，每一笔都有提成。拉人气也就算了，尼玛咋还得带货呢？让我的手下3分钟秒完，这不是强买强卖吗？直播间里，凡是我老毕团伙的，赶紧通过右下角连接下单，9点9包邮到边境线自取，大芒果、烂果不赔，大小不一，速度秒完，快！扎古在不在？你秒10个。有人开始秒了，可以啊。毕老板在缅寨这个号召力确实有点强哈，边境线自提都这么多人秒。
嚯，马上秒干净了。下个商品是啥？长毛的苹果，那他妈人家快递能给送吗？换一个，冷大爷村里有菜，先上这个。我一生不弱于人，没想到自己好歹是嘎腰子团伙幕后老板啊，被你们胁迫着带货也就算了，能不能发点正常的商品？大小不一的芒果，发霉长毛的苹果，这些也能接受。带土的小白菜是什么鬼？这玩意按斤卖的呀，菜他妈连1斤都没有，土就有10斤，妈了，真的妈了！喂，宁队，国内能上架的货物还有多少？这边芒果、烂苹果都被秒完了，赶紧安排下一个货物。我操，怪不得现如今这么多人想当网红，几分钟的功夫，但是秒芒果的钱居然就有好几十万，就这还是芒果不足的原因。要是能无限量供应，说不定能通过这个方式一举将毕老板团伙薅到刚开始原始群穷困潦倒的状态。胖子问问伟哥，看看对方已经到哪了。伟哥说已经在原始丛林边缘了，扎古一共来了有上百号人，装备精良，正准备往这边走。不对，停下了，秒芒果去了。查理，去，还在磨什么刀啊？有没有点眼力劲？咱们的毕老板不开心了。毕老板，开心点，下一件商品要上架了。这一次咱们卖的是尿不湿，来，先把台词都给记熟了，给你1分钟的时间。毕老板，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哪一个商品没有秒完，可别怪我给你整活。我可告诉你，龙国监狱里面捅皮燕子可是挺严重的。你说我要是给你嘎上点小伤口，你就说，到时候你会不会痛并快乐着？直播间里嘎腰子团队的人听清楚了，马上通知小丽，账户密码的清楚。现在你们放下手头的工作，全程看直播，眼皮子都不准眨。我上什么东西，马上调集资金，给我秒干净它，就3分钟，明白吗？来，名牌尿不湿是真的尿不湿，包邮到边境线，字体破损自认，型号随缘。好了，开始秒吧。扎古在不在？你秒20件。什么山沟沟里造毒，去嘎腰子团伙当黑医生，跟他妈挟持一个大老板直播带货比起来，简直屁都不是啊！刚刚瞅了一下后台上的金额数字，一次性3分钟秒完，起码能有近10几万的资金啊！挟持一个老板，全天24小时上货秒货，干2天老板猝死，那能整回来多少钱？都支棱起来！炸哥说了，3七分，唯一的要求就是咱们得领着有枪的人顶住扎古，能不能做到？而且炸哥给咱们指了条赚大钱的方向啊！以后咱们就专干大哥带货，回头让二大爷带着全村人开始种烂水果。与此同时，原始丛林边缘一处草丛中，伟哥同自己摄影师一人手提一把砖头，将目光盯住落在后面一名扎古团伙的士兵。伟哥，刚好有个落单的，咱们整不整？必须整，这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等会我们飞板砖的时候，瞄准点，他手上有突突，最好要直接一板砖就给干趴了，不然咱们就有危险了。原始丛林中，扎古一边摸着下巴，一边看着直播画面。这时手机又传来了毕老板的声音：“扎古在不在？大裤衩豹纹的，你不是喜欢穿吗？秒50盒，快一点！”秒，我秒你他妈呀！别人都秒1件，凭什么我秒50件？要不是毕老板到现在欠着很多的款项没结清，就这个整法，别说人家要嘎他的腰子，就是准备卸他的腿，我扎古都不打算管了。都秒完了没？秒完了赶紧上路，都记着账。他妈的，要不是这个老毕欠咱们上千万的资金没给，说什么也不会让兄弟们受这个委屈，都忍，人就出来以后给我们报销。没秒完的赶紧秒完。笨死了，你他妈不会开个刷脸啊？次子输密码烦不烦？老婆，你就不能把密码告诉我吗？我特么都被将军给骂了，秒个豹纹裤衩都不行。啥？买豹纹裤衩干啥？买给你妈穿，一天到晚干啥干啥，气死老子了！赶紧给我密码秒一单，快点！边境线观察会议室内，老董坐在最前方的位置上，看着炸天直播间正在卖货的老毕。真的没见过这么邪门的人，你说人家的脑子咋想的？正常人抓住了嘎腰子团伙的大老板，想的是安全送到国内，至于巨额资金这种问题，根本就不是普通人能考虑的。这个炸天不一样，胁迫着大老板，
不停用手下以及自己的资金在直播间中秒获，不秒就嘎腰子整活。旁边那个黑人医生一直磨着杀猪刀了，就这种阵势喊救命都没用。董司，你得帮我们个忙。董司，这两人刚来的时候，先去厕所看了，去巡逻队把狗牵过来，20只吧，就撒院子里，不用拴着了。你们两个来，想让我帮什么忙？我们关闸部门可没钱了，上一次的钱你们什么时候到账？3天之内你们必须把这个钱还给我。既然是合作，我就没见过半路跳窗跑的治安局队长。我明说了，窗户我给钉死了，院子里撒了20条巡逻犬。你们今天要是没个说法，想要走出去可没那么容易。想过去接人哪有这么好的事啊？掏钱的时候是我，接人的活是你们，脸怎么这么大呢？不是，我们过来暂时不是来接人的，上一次真是资金没到位，但这一次不一样，我们刚接到上面的命令，那个卖货的毕老板无论如何这一次都要被炸天掏空，这不找你帮忙收集货物，你知道的，就是抓住人，罪犯所携带的所有财富都会被逃亡的那个国度扒一层，狠的能扒走90%还要多，用炸天的方式，这也算是创收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是能答应驻守边境，其实日子挺苦的，战士们能合法的赚点钱，这个只要上面同意，我没有任何意见。通知所有人，马上给家里人打电话，再通知附近的村子，筹备商品，全部统计起来。二手的也成，薅羊毛的机会可不多，其余人成隐蔽小队模式，向寨子方向前进。总之，确保炸天等人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明白了吗？家里还有没有那些烂袜子、烂衣服那些？快收集起来。对了。昨天的隔夜饭到垃圾桶了吗？还没的话，用保鲜膜打包起来。原始丛林，废弃仓库里。休息几分钟，给咱们毕老板整点蜂蜜水，嗓子都哑了，快点。怎么样了？哥，牛，你太牛了，能想出来这种办法。我刚才算了一下，扣除所有成本以及上面拿走的钱，还有这么多选手分走的钱。这么一会的功夫，咱们最少赚了有50多万暴利啊！直播带货太他妈挣钱了才半个小时左右就进账了50多万。要知道毕老板团队自卖自买才消耗了多少资金，根本没多少。如果能从这会一口气卖到明天早上，妥妥发财了。一个老毕有点慢了。对了，扎古这会都走进来了，那个洗浴中心的人呢？不是说也来了上百号人吗？领头的是不是老板？不是，领头的怎么可能是老板？不过，哥，我刚才冲老毕打听了，这个洗浴中心的老板叫什么沈北，手底下控制着不少排场，资金比老毕还雄厚。哥，咱们临走前要不给这个老板嘎了算了。开设排场，大肆敛财，这种祸害不除，对不起咱们聚了这么多人啊。但是老毕的资金如果能榨干的话，分到手里最起码能过300万，其他每个选手估计都能分个好几万。要是再能加上这个沈北，差不多在这个国家薅够了。这个回头再看，也会让别人看着老毕直播，咱们出寨子了，先去埋伏扎古一波。我听说这家伙手里资金也不少，看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扎古也整回来。我算是看明白了，在扎古到来之前，我只能不停地配合对方，否则的话真会嘎我的腰子。那2个反水的黑人医生那把杀猪刀磨了很久了，如今只希望扎古能撑住了。就这一会的功夫，锅碗瓢盆都秒了快1卡车了吧。卫生纸啊，竹炭卫生纸可沾水擦屁股的呀，不伤手，残次品自认，19.9包邮。眼前这个男人刚体验完一晚上钢丝球帝王游套餐，第2天就强撑着赶回节目转播厅。热度怎么样了？人数已经几十万了，还在持续增加中，而且里面普通人也不少，甚至就连咱们国内的粉丝不少都翻墙去国外这个直播间。这个正常，没办法，噱头太足了。嘎腰子团伙幕后老板直播带货，弹幕又不互通，自然有很多人愿意过去。这确实是个问题，弹幕不互通，交流起来确实有点麻烦。对了，炸天跟陈胖子怎么不在直播间跑哪里去了？直播带货开始，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带货直播间。炸天好像已经好久没出现在直播画面中了。导演，我刚刚看了伟哥的直播间，炸天应该马上跟扎古碰头了。不是吧？这家伙是打算主动出击？好不容易海外直播才有了点起色，
现如今的带货节目，官方都参与了进来，炸天可一定不能出事。太大胆了，治安局跟关闸的人现在已经在路上，这个炸天再坚持一会啊！现在带人迎上去，万一出事了怎么办？不行了，我要吸2口氧气缓缓。就在这时，屏幕里传来了声枪响。扎古中枪了，都给老子别动！对，谁他妈敢动，我先崩了谁！妈个逼，再看不到大长腿，我把你们腿砍下来！炸天就开了1枪，居然把扎古给崩倒地了。什么时候炸天的枪法这么好了？难不成是我氧气吸太多了，产生了幻觉？扎古呢？没人知道。签到成功奖励了枪械精通加1后，没想到这么厉害。刚才1枪绝对击中了扎古，不愧是系统挂一般的存在。他妈的，这垃圾网络，秒个豹纹大裤衩都要爬上树才有信号，可偏偏这个时候跳出来这个家伙，整的我不知道是继续待在树上比较好，还是现在跳下去蹲在地上，这搞得我很尴尬啊。多余的话我不说了，现在放下枪，你们这些人最后不会交给龙国，我只要扎古。卧槽，你是不是听不懂炸哥说的话吗？把枪放下，信不信我立马把你拉去嘎腰子？这才乖嘛！你看你们那个什么扎古都跑了，你们还反抗什么？1个月多少工资啊？敢这样整，划算不划算？现在投降的，我能给你们保证，刚才秒货的钱，一会毕老板都给你们报销。说话算数，我们都是跟着扎古吃饭的，事后真的不会送我们去龙国。如果是真的，我这个小队愿意投降。扎古拖欠了我们3个月的工资，听说他在洗浴中心一次都用500瓶的帝王油。兄弟们，给这种人干活不值，就是那个毕老板也拖欠了咱们不少钱。投了，跟谁干不是干？对，他妈的，刚才明明是让扎古鸟实践，这狗东西太不要脸，明明让我付的款。枪都收起来，让他们沿着林子直接走，不用带回寨子里。退款的钱，用手机申请退款，一会钱就返回去了。他妈，比我自己还要钱不要命！赶紧找扎古，这老家伙跑不了太远，顺着血迹找。他妈的，怎么会这么准？喂，人解决了没？我受伤了，你现在到小溪附近来，记住不要带别人，就说我伤得不重，处理好伤口后马上就会回去。扎古将军，对方来了很多人，就连龙国的人也来了，不得已我们跑散了。放心，我身边没有人，现在马上就过去接您。您的意思我明白，不会通知其他人。快一点。寨子里结束直播的毕老板见炸天等人很久都没返回，偷偷转了转一旁的秋哥。我有钱，扎古马上就会带人杀过来。你们这群人连突突都没有，怎么可能是扎古的对手？我可以给你们钱，放我走怎么样？真的，我说的都是实话。扎古是专业的，手里全是经受过专业训练的。你知道专业的力量是什么样的吗？来，你往仓库门口那边看一看。老子这辈子就栽到专业上了，这古扎他妈带着那么多人也能被抓呢？废物，真是个废物！老子这辈子就栽到专业上了，这古扎他妈带着那么多人也能被抓呢？废物，真是个废物！整天给老子吹你的兵牛逼多牛逼，最后怎么让自己人抓了？我就发现了，你真是个废物！给你多少钱了，连自己人都控制不住，你还能干点什么？这下完了，怎么出去？等着去龙国采风认鸡呀！他妈，我也想不明白，我刚给亲信打完电话，对方马上就把我卖了给炸天，我认了。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上尉手段不正，看来很多人都不服我。你绝对是最专业的，真的，我是服了。干啥不行，抹油第一名，500瓶帝王油啊！你是准备抹到死呢？放心，安排的明明白白。扎古的资产有多少，国内已经打听清楚了。准备开始吧。后面洗浴中心的人马还在路上，要利用起一切的时间，尽快将货物秒完。随后
扎古在2个黑人医生威胁下，答应打电话给他女人准备资金。当着炸天的面，扎古拨通了家里女人的电话。喂，阿花，你赶紧去找小黄，阿里叛变了，带着我给你的钱，马上离开缅寨，听见了吗？如花我扎古完了，但是你一定要照顾好孩子。没想到死到临头还能想着通知自己女人，看来扎古一定很爱这个女人。将军，我是小黄。小黄，你这么快已经到了？不可能啊，我事先安排好的钱，不可能有人知道。对了，你应该是看直播。你看直播了，那你都知道了。将军，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不瞒着你了。哎，同样是男人，这么多年，您应该也明白。不过，将军您放心，秀丽跟孩子我会照顾好的。将军，你还在听吗？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这个消息真的太意外了。与此同时，申贝团队带队龙哥来到了原始丛林，掏出电话。北哥，我到了。明白，人全部摁住带回去，尤其是开枪的人，一个都跑不了。我阿龙办事，你放心，等我好消息。呵呵，扎古一群普通士兵，跟咱们亡命徒能比吗？你看我让不让他跪下就完了。我知道了，等好消息吧。挂了。龙哥，背后有人跟着来了，好几车人，好像是冲咱们来的。会不会是扎古的人？直播最后那个炸天可是把扎古的人给放了。走，你们先下去埋伏，等到了给包围起来。一会到了地方不能表露身份，明白吗？上面之间都没搞清楚龙国9组究竟是什么部门。不过通过这种手段想要把老毕的财产全部收回去肯定不行，钱不能丢，人要抓回来。我的意思明白吗？队长，可沈北的人怎么办？他们也带着人去抓人，目标同样是龙国几个人。没事，沈北已经提前打过招呼，我马上给他们的人打个电话。怎么了？队长，人，树林里冲出了人。你们要干什么？活腻了？治安局的人也敢拦？干什么？告诉你们，在老子面前，你们就是弟弟，跪下！这个男人有多作死，带着一帮小弟直接拦停治安局队长的车，还口出狂言。告诉你们，在老子面前，你们就是弟弟，跪下！我操，这么牛的吗？瞬间，几十名扛着防爆盾的治安女火速冲了上来，声势浩大。来，打电话给沈北打电话，你告诉他，谁他妈是弟弟？赌场不想干了，你让谁跪下？帅气！此时的炸天正领着一群人隐藏在仓库必经两侧的草丛里，左等右等，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不应该啊，就是爬，这会从外围也爬到寨子门口了。哥，这伙人会不会是迷路了？去，别胡说，一定是哪出了什么问题。人家是来干什么的？怎么可能迷路？咱们第一次来的新人都没见一个人迷路，你去看看直播上货怎么样了？别在这瞎鸡巴乱猜了，出怪事了！不可能今天不来了吧？洗浴中心不来人，那缅寨治安局也应该来人啊！真是麻烦，早知道当时给那个洗浴中心老板也绑来好了。此时，不仅埋伏参赛选手心急如焚，就连国内直播间内的粉丝，一个个也是急不可耐。不会胖哥说对了吧？对方的虎比成什么样啊？能在原始丛林里迷路，我现在就想知道对方领队了是谁，是不是脑子被门夹过？赶紧上任啊！就逼老板跟扎古2个人直播卖货，明显忙不过来，赶紧上任。可不是嘛，等的我都急死了，饭都没心思吃了，能不能给对方打个电话，问问啥情况？咋还不来呢？大家都等急了。不是，咱们能不能别这么愣啊？好歹给人家点面子成不成？都严肃点行吗？一会干仗呢，你们一个个的，这是看不起人啊！别的我不清楚，我就想知道啥时候能轮到我们家的萝卜上架。快递员我都联系好了，就等秒完货，马上就发货了。萝卜水大还甜，便宜得很，19.9，整整100斤。我他妈多良心呐，100斤里面还放了1斤的萝卜呢。我操，楼上的妹子，你确实良心啊！那我咋整？
我都把箱子封好了，那我是不是给里面放点菜叶子？要不然显得有点太没良心了吧？凡是还认我老毕的，秒我这个商品，谁要是秒扎古的，就是跟老子过不去。海外老子还有很多资金，秒了扎古的，就别想老子最后给你们报销。而且扎古老婆都卷钱跟人跑了，他还有个屁的钱，就算老子最后进去了，也不会赖账。来，兄弟们，上车了，9块9包邮发芽大土豆，吃了必中毒。3分钟，给我秒完他，干干干！好家伙，老毕什么时候学的直播卖货听得我热血沸腾，差点也掏出手机来秒上一单。瞅见没？专业不专业？我劝你呀，学着点，赶紧好好卖货。可能你还不清楚，那个炸天都说了，如果卖得好的话，老子回国之后不一定会被枪毙，说不定能混个高级监狱，也活得好好的。哦，我扎古团队的人在不在？现在马上带着人把老毕的公司给老子炸了，老子死定了！说什么也得拉着这个老毕，不是说专业吗？老子祸害人就是专业的，这辈子就祸害咱们毕老板了。炸哥发现人进来了，就在距离寨子不远的地方，足足有上百号人。哦，给这俩人打一针镇静的，好好冷静冷静，直播不要停，有武器的兄弟跟我走，有钱的活来了。另一边，被暴锤了一顿的龙哥，此时领着一群亡命徒行走在密林中。龙哥，最后在车里咋说的？曹，还能怎么说？几个保安局的人开始是眼花了，不清楚老子的身份，我阿龙是什么人。最后北哥已解释，在车里当时差点给我跪下求我原谅。哦，哥，那你身上咋多了这么多脚印子？我发现你屁话怎么这么多？该问的你问，不该问的你就别问。马上到寨子了，所有人注意，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来，看老子的眼色行事，明白吗？哟呵！我操，眼睛都被人锤得剩下个一线天，再加上这黑灯瞎火的，怎么看你眼色？伸手不见五指的原始丛林里，一群正躲在草丛里商量着，都分散躲起来，等这群人进来，能不开枪就不开枪。晚上这么黑，其实咱们有优势，这群人都不是什么好人，能下重手就下重手，全是洗浴中心养的一群亡命徒，都注意点。放心吧，咱们都明白，大家伙都注意，亡命徒一个人最多能换2万现金，都打起精神来啊！真有这么多？来来来，刚我在寨子里翻出来1箱大象用的麻醉剂，人手1个，想办法给这群人扎1针。快快快，拿了麻醉剂赶紧走，躲树上去。哥，一会要是解决了这些人，咱们真到城里去啊！对，把这些人控制了。趁洗浴中心还没反应过来，领着蒙子几个人，咱们去把那个什么神杯解决了。不过出发的时候，你把镜头蒙起来，别让人发现了。炸哥，你们这地方好啊，这么大个坑。我刚才去看了看，已经有人动手了，不过有点奇怪啊，这些亡命徒好像在找什么东西，真的，刚才都快跟伟哥对到一起了，都不动手，说什么看不见颜色。邪门啊！找东西能找什么？既然已经有人碰面，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惨叫声传出来，众人的行动应该很顺利。这时，背后传来脚步踩碎树叶的声音。谁这么好？从哪整了个金链子？选手里面还有人买金链子了吗？傻逼到这个地步，在这种地方带着个金链子，不是活靶子吗？生怕别人发现不了你。你们几个干什么呢？我是不是说了，看我眼色行事，你们躲这坑里干什么？斗地主啊！说话，我真是服了。嫌我阿龙纵横免寨多少年，就没碰见过你们这么笨的。进寨子啊，都躲坑里干什么？其他人呢？怎么一转头的功夫啊，全部都不见了？说话，龙哥，我们这不是等你呢吗？其他人估计都冲进去了，走，我们也冲。林子里实在是太黑了，其他人都走散了。他妈的，确实够黑。你是哪个部门的？我怎么记着洗浴中心里面没有这么小的呢？跟个豆芽菜似的。你成年了吗？抹油部的。哦，你说你得标成什么样？
赶紧爬上去拉人啊！一点眼力劲都没有，看眼色行事明白吗？哎呦，带你们出来干活，真是要了老命了。走，先摸进寨子里。我说一下啊，太黑了，看眼神确实看不清。算了，一会看手势吧。我一伸手，前方不论有多少人，就地给我干倒，明白吗？龙哥在这呢，是兄弟的都聚过来，准备冲寨子了。距离寨子不远处的一处空地上，狂奔了许久的炸天等人，总算是将节目组的人手聚了起来，做着准备强攻寨子的准备。都检查好了没？快一点！我跟你们说，一会都机灵着点。刚才在外面，我跟治安局的人都谈好了，龙国的几个人全部交给人家，毕老板跟铡骨归咱们，别抓错了，明白吗？再就是洗浴中心我都安排好了，抓住人以后接待随便挑，今晚上好好乐呵乐呵。走。说话算话嘛，能不能舔大长腿？真是个人才啊，似乎比我还牛逼。一伙人直接冲进仓库，把老毕和扎古等人围了起来。都给老子蹲下！龙哥，我眼神可不太好，别一会给你打死了。谁不蹲，就地干倒！去你丫的！抽了老子3下啊！我给你记着呢。这个塑料链子，你是真能嘚瑟啊！眼神确实不太好，都不看看是不是你手下就冲。不是，我兄弟呢？上百号的兄弟呢？一眼望过去，咋全都不认识？先锤一顿，再让他说话。去把外面扎针晕过的人都拖回来，估计陈队长他们也快到了。一会你们帮忙把人送到边境线去，老毕跟扎古也送过去。直播的话交给治安局去整，我跟胖子就先走了，大家分完钱之后各自离开，下一次再见。渣哥虽然不舍，可我们心里也明白，如今寨子应该不会再遇见什么危险，更何况国内接人的队伍也马上来了，有缘再相见。书接上回，炸天等人摆平了龙哥他们，便离开了寨子。此时秦都节目组会议室内，您说的这个我们很难办到啊，临时改变炸天的行进路线，这个已经都走到这个路程了，突然改变线路的话等于是绕路，炸天也不会同意的。说到底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还是以野外求生徒步为主。这个京都过来的人想炸天走出缅寨，然后绕过旁边那个小国家，直接通过高原地带，顺利的话是缩短了路程，问题是海拔非常高，并且人迹罕至，非常危险。我说一下上面的意思，或许你们还不清楚，有海外直播在，炸天很可能会被很多国家纳入黑名单。上面提供的这条路线，你们现在不选择，等炸天准备出境的时候，迟早也会走这一条线。毕竟连护照都没有，正常进入一个国家，炸天很难办到。那你们让炸天翻越高原的原因是什么？自然是有所诉求的，不过诉求是什么？我相信到时候就算我们不说，以炸天邪门的程度，应该自己就会碰见。关于这一点，会询问炸天的意见。你等等，我现在给胖子电话。电话刚刚接通，没等孙导开口，电话中便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喇叭声。挟持人质的匪徒听着，马上放下武器，否则……快打开炸天的直播，看看到底怎么了。孙导打开手机里的直播间，看着现场全是闪烁着红蓝光的治安车和无数把黝黑的枪口对着洗浴中心的顶楼。孙导，有事没事？我们忙着呢，先挂了。你们这是干啥了？没干啥，这不想着到洗浴中心来，没想到进来的时候，治安局的领导跟这个北哥同流合污，让炸哥一枪给干了。洗浴中心顶楼上，阿胖用枪口顶着几个人，低头炫着洗浴中心的零食。不是，你们就不害怕吗？下面可是聚集了上百名本地治安员，虽然现在还没有强攻，可那是因为我们手里有沈北以及那个老头的原因。一旦拖得久了，谁也保证不了人家会不会使用武力手段。有啥可怕的？要是害怕的话，当初我们几个就在加山猪，怎么会跑出来干这个？你也就整天忽悠我，能不能不吹牛？要不是你整天被猪撵，至于跑出来吗？出来看大长腿，到现在也没看见，你们上来就给人家老头崩了，好歹也让我瞅一眼啊！本以为这一次有钱了，就算不能舔大长腿，摸一下总行吧？可这个愿望被猛哥你一枪就给终结了。这能怪我吗？你问问炸哥，真不能怪我。当时冲进套房里，
我不是想着给这个北哥一个下马威，随便开了一枪，他妈的，我也想不到，给在隔壁被窝里正在努力耕地的老头屁股给崩了。哎，老头醒了没？醒了。哎，你们别说，这老头看着年纪挺大，没想到强得很，是不是吃药了？人都晕过去了，刚才我弄醒过来，这会正骂那个什么北哥呢。炸哥到底打算怎么办？咱们是跑啊，还是跟底下这群人干？能干过吗？老头，下面的人不能推下去吗？这里是缅寨，你们知道绑了查老的后果是什么？就算从这里逃出去，你们也别想走出缅寨。查老在缅寨地位非同一般，屁股上被人崩了一枪，就算这几个人被打死，我的洗浴中心估计也开不下去。我他妈赚钱赚得好好的，都怪那个扎古，干啥啥不行，魔油咋那么强呢？吃饱了撑的，点500瓶帝王油干什么？你就没什么想说的？放我走，我保你们能出缅寨，不然的话，我死了，你们会有很大的麻烦。就是龙国派人来，也不可能救走你们。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能量很大。你是南服啊，你还能量很大？三儿，来，你过来，咱们查老对你刚才的服务不太满意，你没吃饭，我瞅着都没谈清，拉直了接着谈。本以为真的会出事，可没想到系统鉴别出来老家伙的身份，可真的不一般。老家伙的事一旦抖落出去，说不定缅寨方面也得给我掏钱，这事太过重大了。陈队宁队够呛能决定，看门的秦大爷后台应该挺强的。喊话下面的人，让他们送点宵夜过来。我想吃猪蹄，你们想吃什么？列个清单，交给胖子，让他送下去。明白。喂，秦老，跟你说件事。不久后，洗浴中心大门口暴躁了一顿龙哥的治安局队长，看着胖子送来的物品清单，足足在原地愣了1分钟左右。在缅寨这个地方，什么样穷凶极恶的罪犯我没遇见过，但是像楼上这样的，我真是第一次见。挟持了人质，首先要的不应该是大量现金，然后是逃生工具吗？要这么多吃的干什么？他们隔着开派对呢，3个小时把这些东西准备齐全送上去。狙击手观察的怎么样了？查老情况怎么样？没有受伤吧？书接上回，炸天等人冲进洗浴中心，把查老等人劫持了。另一边得知消息的孙导在会室里直接晕倒，住进了精神病院的特护病房。真的是完了，好好的选手不当，炸天跟陈胖子这2个家伙干起悍匪的活了。我的财产分为2份，一份给我父母，另一份给我老婆孩子，还有就是我这里有个人间路墓地的优惠券，可以打5折，墓地就选这里了。他们说火化是赠送的，一定要给我烧干净了，剩下的没什么了。站在病床前拿着纸笔记录的小护士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短短几天没见啊，不就是没洗699的帝王墓族吗？至于吗？不是，您没什么病啊？我觉得这个遗嘱就算了吧，看着怪吓人的，氧气真的不能多吸，身体都检查过，真的没有病。你不懂，我不打算活了，真的，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煎熬，你可能体会不到，心惊胆战啊！命运交在别人手里，实在是太难受了，真想离开这个世界了啊！孙导，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就睡了？孙导醒醒！书接上回，护士给孙导叫来699的帝王墓族，正在孙导一脸享受的时候，秦大爷冲了进来。特么的，这是特护病房啊，怎么还能洗脚呢？来来来，别洗了，还洗什么？你蹲墙角去！臭小子在医院都敢叫上门来，手机呢？给你老婆打个电话，让她过来领人。你瞅啥？正经服务你都不问问？蹲那边那个男的，跟大爷我熟不熟？关进去多少回了？那什么，秦大爷，真的，我早都不干了，店里人手不够，这小子说好了就是洗脚，我寻思着也不干啥就来了，真的就是正常按摩。你说俩大男人能干啥？我掏出比他的都大，这应该不犯法吧？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此时洗浴中心顶楼上，刚才的猪蹄真不错哈，没有加什么科技与狠活，差不多该离开这里了。要走了，可老头跟洗浴中心老板怎么办？钱还没到手呢。这老头是个大人物，不能出事，所以
我们必须把老头带走，说什么也不能让底下治安局的人带走。至于那个北哥，我也会跟这个家伙好好谈谈。炸天将北哥拉到了一个角落，两人面对面聊了起来。你是龙国人吧？不错，小时候确实是龙国人，不过很早就被拐卖过来了。那你知道不知道茶老的身份？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我其实真的是龙国9族的人。你肯定没有听过这个部门，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部门是干什么的？你不用骗我，什么龙国9族，反正我不相信。而茶老在本地的能量很大，你们这样搞，最后绝对不会有好下场。而且我跟茶老，你跟茶老是同伙，这么说你也是间谍。我说你玩得够大，敢跟着去跟间谍贩卖机密，虽然不是龙国的，这是一旦暴露，我们不知道走不走得出缅寨，但你跟茶老绝对走不出去。我怎么可能是间谍？那就是茶老是间谍，不可能吧？如果真是间谍行为的话，那缅寨上层不可能放过他。我们马上要离开，至于你自己想想吧。如果有安门能悄悄通往后面的平民区，那我们就暂时安全了。同时，远在龙国秦都医院的孙导，此刻正拿起电话。缅寨情报部门吗？我咨询你们，一个大间谍你们能出多少钱？啥？没有钱？我再给你一次组织语言的机会。大间谍，实锤的大间谍。我是谁？老子699按摩战士。洗浴中心，距离后门不远处的一个下水井盖正被悄悄地打开。炸天第一个爬了上来，马上侧身躲在一旁，将枪口对准了2个保安员。马德，都啥时候了，你还想着逃跑？你要是跑了，小爷我的大长腿怎么办？真看猛哥的。镜头盖好了吗？哥，你放心，北哥裤衩子套着呢，保证不能泄露咱们的行踪。啥时候脱的？我怎么没看见？脱啥？我给拽断了。想要跟着咱们活命，不得付出点代价吗？直播你可看了，老毕是什么下场？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我可告诉你，我们要整起活来，那可相当不是人了。你就说，万一让你带货卖个计生用品的话，你一个大哥受得了吗？服了，是真的服了，不服不行啊！特别队伍中这个炸天简直不是人，按到入口处可是一块足足需要3、4个人才能抬起来的花岗岩，没想到这家伙单人就给挪开了。炸天直接将茶老扛在了肩膀上，冲进了贫民窟。烤玉米的一个肥胖的中年妇女，她铁签子往前一伸，拦下了众人。不买玉米，绑架呀？是不是需要地方躲一躲？啥意思？这地方人这么彪悍的吗？碰见绑架的不举报也就算了，还主动提供躲藏地点吗？一个个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绑的老头值钱吗？2万。春姨做生意绝对有信誉，不相信你可以在贫民窟打听打听，哪个绑架没地方去了？不是找的春姨，不过需要先付1半的定金，就是保安局的人来了，剩下的你们就不用管了，我来解决。不相信你等等。上个礼拜你绑的谁？啊，你压个几把，锤你了呀？绑了那谁呀？不是上新闻了吗？交通管理局领导的儿子。告诉你们，吹是专业的，躲起来绝对没问题。好家伙，哥，这地方的人真猛啊，比咱们节目组的人还猛。这个大妈胆子有多大？遇到绑匪不跑，反而拦下了问绑匪要不要帮忙找藏身之处。行，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过治安局应该很快就会追过来，如果能躲过去，我给你5万。随后炸天跟随胖大妈走到闪烁着粉红色暧昧灯光的胡同里，每一个门口都站着一个化着浓妆、衣着相当暴露的女人，笑着冲炸天等人挥着手。到地方了，你们就躲这里，不会有人来查。不过这是我自己的店，在里面玩需要掏钱的呀。可算是圆梦了，这地方太棒了。猛哥，你表现的机会到了，赶紧拿钱了，别逼我给二大爷打电话，快点滴。缅寨治安局搜遍了整个洗浴中心，根本就没见茶老等人的身影。队长，不用猜，对方肯定是挟持着茶老进贫民窟了，咱们是不是不想活了？贫民窟能轻易进去吗？整个贫民窟的人
几乎都不归他们治安局管辖，里面简直乱得一塌糊涂。刚才上层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将茶老从龙国9组的几个人手里夺过来，现在他们跑进了贫民窟，这棘手啊！等待支援，给我把这个胡同口围起来，我去给上级汇报，希望能得到支援。得到上方明确指令后，队长带着所有人涌到了贫民窟胡同口，全副武装的立在原地，审视着出现在胡同口的人群。怎么，人又想来清理我们？上一次嘎的人还不够，你藏的人啊？我藏的人，当初不是都说好的，我男人当年为了穷人帮拼命，被保安局的人打死了，以后藏人的钱都让我来赚吗？藏好就成。不过你藏的这几个人估计不是一般人啊，看这个狗屁队长的样子，应该是呼叫支援，早做准备吧。人不能交出去，但是需要加钱，一旦治安局真的要冲进来，起了冲突，看那几个兔子国人愿意出多少钱。明白，尽量不起冲突。我们需要那几个龙国人，还请你们平民给个面子，把人交出来，保安局可以给钱。给我钱？呵呵，你给我多少钱啊？那老头就跟你们算账，我6个儿子全是你们保安局打死的，你得赔我多少钱？说话，你赔多少钱？能赔6个儿子啊？都让开，让治安局的人进去，赶进去，再让你们找。刁民，敢跟保安治安局作对，一会支援马上就到了，我看你们能嘴硬到什么地步。同时，春样人按摩店，3人脸色苍白从楼上跑下来，抱着一桶矿泉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哟，3儿不是看大长腿去了吗？咋又下来了？哟，你这身子板也不行啊，这才几分钟啊！快去他妈的吧！再也不看大长腿了，给老子都要吓死了！这是啥店啊？嘎嘎店啊！我还没等上手呢，他先摸索起我来了。摸着摸着，我就觉得不对劲，一扭头，好家伙，那就是个没动完手术的男人啊！不看了，不看了，我看不了这个。你们需要加钱，治安局的人堵在胡同口了。直播打开吧。就这个阵势也不用瞒着了，看来孙导问上面要的钱不少啊，连装甲车都出动了。加钱了，你说咋办？咱俩的口号是什么？铁公鸡1毛不拔，钱给了哥，咱们得从保安局身上赚回来啊。虽然保安局赶来支援的人不少，可至今仍没有强行开火。他妈的付出了上百万的代价，才让贫民窟的这个同意，绝对不会后退一步，亏大了啊！还不清楚秦大爷跟节目组能要回来多少钱，又能给自己分多少钱？胖子，反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已经属于通缉犯，别说保安局想要抓我们，就是那些给保安局上供的各种组织也想抓住我们几个人。擒贼先擒王，能把那个治安局队长控制住，后面的事就好办了。胖子，走！这一刻，在直播间内等候多时的粉丝见画面刚亮起来，就是如此劲爆的场景，忍不住惊呼出声：“我怎么有点看不明白了？咋个不应该跟保安局是一伙的吗？咋现在看起来好像要去干了治安局队长啊？”楼上的，这你就不清楚了吧？那是在咱们龙国，我曾经去这个地方旅游过，险些被人嘎了腰子。第一次我逃出来的时候就去的保安局，结果他妈的趁我睡着的时候，几个保安员给我又卖给另一个嘎腰子团伙了。这么说你们就明白了吧？都是一伙的，没一个好东西。擦，这么可怕的吗？怪不得被骗过去那么多人，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呢。不过炸哥他们这样干是不是风险太大了？人家的装甲车都开出来了，万一没第一时间控制住那个队长，后面咋收场啊？这是你能操的心吗？要相信炸哥整活的能力。我现在就在想，你们说万一一会把保安局的这些人全弄到手，到时候要多少钱合适？不过这样一来，估计炸哥得马上跑路，尽快想别的办法离开才行，不然的话，人家能算完吗？眼前这2个老六刚刚交了100万的保护费，心里不服，此时竟然打起了楼下保安局队长的主意，打算弥补一下损失。把人交出来，别逼我们动手。为了几个兔子国人，你们再嘎上不少人，划算吗？钱保安局可以给你们，只要把人交出来，否则……
打死你！还我爸爸来！小畜生，你想死？滚回去！打死你！我再问最后一次，教不教人？爷爷怎么教你的？不给糖糖就打死他！蹦去！小家伙手里的是真枪，卧槽！卧槽！在这个地方5岁的小孩就玩真枪了。胖子，动手！嘿嘿，给钱！没有3个棒棒糖，打死他！卧槽，太猛了！5岁的一个小孩子啊，就已经学会生存方式了吗？一句不给棒棒糖就打死他，说的是那么的熟练，一看平日里就没少练习啊。有前途，这小子长大了以后了不得啊！退后，都退后，速度让他们退后，不然小家伙他不给你棒棒糖，再崩一枪。都后退，快后退！你们想我死吗？我死了你们也跑不了。尼玛呀，是个成年人崩的我也就算了，最起码还有讲条件的机会，可崩了我2枪的是个5岁的孩子啊！跟孩子怎么沟通？我是真的不知道啊！早知道贫民窟彪悍成这样，就连小孩子手里的枪都是真的，说什么我也不会接这个活。去通知你们上面的人，来个能谈的人，我在里面等你们。棒棒糖，棒棒糖！没想到啊，兔子国人里面也有这么厉害的人，我还以为都会像那些被骗过来嘎腰子的人一样呢，只知道哭。你也不想想，兔子国有多少人，人家经济能发展到这个地步，会缺拼命的人吗？真羡慕兔子国呀！如果我们也能生活在兔国，谁愿意孩子5岁就开始拿枪啊？真是。哎，这几个兔国人刚才先行给了100万兔国币，后续能弄到钱还会继续分给你。这几个兔国人挺仗义的。此时秦都整个转播厅内清一色全是治安局以及各个部门的人，所有人静静看着大屏幕上的直播。这辈子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干过敲诈的活啊？还是这么多部门支持的敲诈活动，压力山大啊！不是，对方给你咋说的？愿意不愿意给钱，给多少钱？我可告诉你，炸天那边坚持不了太久的时间。你现在不是节目导演，你是一个纵横国际的悍匪，身上背了上百条人命的那种。你不是个导演吗？揣摩角色不是基本功吗？再不成的话，我们官方出面，你们节目组可就分不到1分钱了。再就是，这是你要是办不明白，你在医院 PC 的行为，按照治安管理条例，不仅要通知你媳妇，还要在你的单位通报。你别忘了，你 P 的是个男人啊！啊，这，马德不就是当一回悍匪吗？有什么啊？反正自己在国内，对方难不成还敢到这来暗杀我？他妈的，看来你们没把老子当回事啊！还敢派保安局抓老子的人，你给老子等着！大间谍给的情报，你就看我明天给不给你贴满电线杆子就完了。等着啊，半个小时之内，5000万要是还没到账，老子给你来个全球直播。不对，你们保安局的队长也被绑了，涨价了！告诉你，老子涨价了，5500万，少1分都不成，外加半车的棒棒糖，半个小时，就半个小时，不错吧？够不够悍匪？多要了500万，老子真他妈的聪明。真爱上了阿强。喂，老婆，怎么给我电话了？在忙。你要死啊？喝多少啊？你问我要5500万，今晚你早点给我回来，我给你准备了2份帝王油钢丝球套餐。春样人按摩店，炸天等人坐在沙发上，低头炫着桌上的食物。至于沈北贡献了裤衩子的原因，也能跟着众人炫饭。治安局队长同茶佬被捆在地上，项目吞着口水。你们什么打算？什么打算？谈判吗？什么时候谈判？你们抓了人，现在暴露了，治安局派来谈判的人也来了，什么时候见？不谈判，谁说跟他们谈判了？你那会在胡同口不是？钱很快就会到账，也会马上付给你们。有人跟他们谈判，至于外面的人不用管，他们不是冲不进来吗？春姨，谢谢你们收留我们，
钱我会多付一部分，不过恕我多嘴，你们这样发展下去，其实不是办法。我这里有个赚钱的办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书接上回，三儿听到炸天要给春姨介绍赚钱的办法，于是推了推旁边的猛哥。猛哥，你知不知道炸哥说的是啥办法啊？哎，还能是什么办法？咱们准备干的活啊！特么的，我把整个缅寨团伙头目都打听清楚了，就等着炸哥他们上路，然后带着你们大干一场呢。现在咱够呛了，再想别的办法吧，整不过人家。5岁的孩子都敢拿着枪崩保安局的队长，我们真整不过。整一个贫民窟的人，谁能整得过？那咱们怎么办？我心里已经有主意了，你们不用担心，发财的机会很多。到时候跟我走哥，一点不吹牛，看什么大长腿有啥意思？大洋马知道吗？哥带你去整这个美太太。一旁的春姨听完炸天的建议，整个人笑得花枝招展，而一旁的沈北听到计划，整个人都傻了。哟，只要这次没事，回去马上抛售产业，回国成立物流公司。别的啥都不干，就用最低的价格为直播带货节目拉商品。实在不行，我感觉在边境线投资个废品收购站好像都有赚头啊。那些货物都没人拿呀，那我就上岸洗白了。哥，到账了，咱分了500万。走，可以把茶老送回去了。至于那个队长，棒棒糖不是还没来吗？留在贫民窟吧，小悍匪，看好你的棒棒糖。棒棒糖呢？这小家伙以后恐怕能整出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太火了。与此同时，节目组转播大楼厕所里，孙导左手电话，右手氧气管。媳妇，你听我解释。啥？医院联系你了？联系你干啥？谁699没付钱？第二天清晨，贫民窟紧挨着高架桥的一个出口，两个身影贼兮兮探出脑门，四下观察了很久，确定周围没有抓捕人后，不约而同长舒了口气。哥，完了，现在咋整啊？人家全程都在搜捕咱俩，通缉令都把电线杆子糊满了，徒步够呛能走出去了。明明都已经谈妥，缅寨上面连钱都给了，按道理来说都是江湖儿女，事情翻篇了，咋还通缉上我们俩了？缺上还足足88万，数字挺吉利的。走是肯定要走，不能再待在城中村，钱现在也到手了，咱俩得加快速度，尽快离开缅寨才行。实在不行的话，咱俩得迂回一下，换一条新的路线。反正节目组只是建议了路线，也没有规定咱们中途不能更换路线，你看看这条线怎么样？哥，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打算带我去修仙啊？这绕的也太远了吧，咱们他妈绕到藏区去了，去干啥？御剑飞行啊？中间还有无人区，能走过去吗？要不你说怎么走？你看，走这条路线的话，咱们翻越这个大雪山之后，就能抵达白象国。中间的路程短了啊。再就是，你别忘了，咱俩现在属于黑户，入境只能用别的办法。你不会以为你3个连证件都不看，能正常让你进去吧？你干什么去？出发上路，赶紧离开这里啊！直播间内粉丝在得知炸天准备改变路线后，一个个惊讶不已。什么情况？炸哥跟胖子这是打算临时改变路线？我操，周围可全都是山啊，而且还是海拔不低的山，不得再迂回到国内，然后再走吗？好家伙，我给大家说个笑话，经过1个礼拜的努力，咱们炸哥不仅一步没走，他妈的迂回着又回来了。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那边的人都疯了，不吹牛逼，也就是动物看不懂悬赏，不然的话，我估计动物园的猴都得出来找炸哥2个人。就这种情况，铁定得绕路，不然的话，再跟当地的犯罪分子整下去，3年过去，炸哥他们也别想走出来。这条线路上的选手不行啊，人家走海边那条线路的，这回都快走完南蚌国了，进度快的一批，你们得支棱起来啊！
对，现在资金这么充足，别忙着整活，赶紧把进度拉上去，尽快到大毛国问问大洋马骑一次多少钱啊？我一个朋友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哥，我要不要铲个坑起火做饭？别，今晚上吃干粮不开火，别他妈的又铲出些不得了的玩意。当初就是因为胖子这一铲子，在秦都的山林里足足多待了好几天，这地方发现炸弹的几率可比国内大多了。吃饱喝足后，相继钻进了帐篷，便感觉到地面一阵晃动。卧槽，哥，赶紧出来看看，啥情况啊？太不是人了吧！大象都想拿悬赏，别动我的包，那玩意你们不能吃。书接上回，炸天跟胖子刚钻进帐篷准备闭眼，便感觉到外面一阵震动。卧槽，哥，赶紧出来看看，啥情况啊？太不是人了吧！大象都想拿悬赏，别动我的包，那玩意你们不能吃。今日签到已刷新，是否进行签到？大象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在这里，难不成跟议会签到的运势有关系？签到成功，今日份运势福星高照，宜参加葬礼、吃席、入土、祭争吵，耐力+1，智力+1，登山能力+1。我操，真是硬核的福星高照啊！是乙干的市里面，整个一村里白是一条龙，从葬礼到入土再到吃席，一样都没落下啊！哥，救命啊！这大象是不是成精了？咋还会扒我裤子呢？别害怕，象群应该是没有恶意。热带丛林中的大象性格温润，属于亚洲象，一般情况下轻易不会攻击人类。如果是非洲象，我觉得可以给你在国内订一桌酒席了。我没有恶意啊，你们是一群野象，还是野生动物园的大象？哎，别卷我。哥，咋办啊？他们不会给咱们送到治安局去吧？不会，我估计是要带我们去吃席。吃席？还说这群大象没成精，都他妈会带着人去吃席了，那咱们随份子不？就这样，炸天胖子被大象背着走了没有多久，居然趴在大象背上睡着了。秦都转播厅，此时留在转播厅的值班人员看着炸天直播间内的画面，真的已经麻木了。咱们是不是通知孙导？别了吧，下班的时候我见孙导提了一塑料袋的创可贴回去了，估计这回就是通知他够呛能赶过来。要不通知治安局吧？哎，别急，你快看看，我就说嘛，炸天的直播间出现的东西必然会很邪门。果不其然，我搜出来了，你们快过来看看。卧槽，太邪门了吧！我有时候都怀疑炸天是不是财神转世啊？这哪是赚钱，这他妈不是天上掉钱吗？一只大象是5万，直播画面里这得有15只大象了吧？75万。服了，不过好几年前的新闻，现在还算数吗？不清楚，但是想想炸天邪门的程度，我感觉这事应该是算数的。咱们是不是赶紧给治安局打个电话？现在那边可是在通缉炸天跟胖子，一旦被人发现，不仅大象带不回来，很可能人都会被抓吧。喂，陈队长吗？我们节目组的值班人员啊，很抱歉这么晚了打扰您。您看炸天的直播了吗？要不您现在打开手机看看。这是又整活了？不是，从哪整这么多大象？打算干什么？天色渐亮，等炸天同胖子两人悠悠转醒的时候，来到了一片空旷的草地上。手机拿出来，我看看位置。对了，节目组说不能使用交通工具，大象应该不算吧？一晚上的功夫，象群给我们带什么地方来了？哥，大边就是边境线啊！从这边穿过去就是云都同藏区的边境线。我看看，不行，估计这地方咱们不能过去。这是一个自然保护区，里面严禁随意进出，说是有不少的食肉性动物在里面。我操，你数数大象，看看是不是少了只小象？哥，少了一只。那就没错了，那边死了一只。小象身上的伤势，居然是被脚下的陷阱里面尖锐的木头扎死的。这地方怎么会有陷阱？那边不就是自然保护区吗？几个国度之间其实并不会限制象群移动啊，可这个地方
怎么会在这里设置了陷阱？难道就是为了防止大象跑过去吐果？没有这么扯淡吧？我操，这里大象的骨架最起码都超过10架了吧？居然是真的！炸哥，陈队长来电话了。80，来，干活了！看见前面这些空地了没？把里面的陷阱全挖了，铺一条路出来。哥，吃饱了撑着，咱不上路了。对面那个自然保护区，一只大象给5万。他妈早说啊，铲平他。80。听到一只大象给5万，胖子二话不说，抢过工兵铲就开始干活。大天则在一边喊着口号给胖子助力。一个卖力喊，一个卖力干，其乐融融。直播间内进来的粉丝看着刨地的2个人，不约而同的傻眼了。咋了这是？怎么还刨上地了？不是绕路走吗？昨晚上我睡得早，哪个兄弟给说发生什么事了？昨晚上炸哥被大象绑了，带到了这里。几年前的那个新闻我翻了出来，他妈的，免债的这个动物基地负责人挺不是人啊！大象不还给咱们也就算了，设置了这么多陷阱，死了多少大象了，气死人！意思是炸哥又要赚钱了，5万一只大象，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楼上的一看就是新来的吧？自然保护区前几年发的那个新闻上说得很清楚，可不仅仅只有大象有钱，其他的保护动物只要能带着通过边境线送到自然保护区，人家都给钱。这不是贩卖动物吗？不犯法吗？夕阳西下，陈大力终于赶到边境线附近的时候，看着被刨了一遍的地面，整个人都不好了。我能直接掉头走吗？不然的话，指不定一会也拉着我开始刨地了。我自己堂堂一个治安局的队长，再闲也不能跟着在这里刨地啊！而且这2个家伙是真的大胆，人家动物保护基地是有管理人员的，你们不管不顾的就开始报边境线，别一会再引起什么冲突啊！你们刨完了吗？陈队，等等，马上就完了。这群大象确实很听话，一直立在原地，没有离开。大象之所以能找上门，估计就是为了想要返回吐果吧。毕竟，同类在穿越边境线的时候嘎了那么多。钱呢？钱在这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可算是见到真人了，钱就在这里，你们赶紧把大象带过来吧。一般下午时候，那边就开始巡逻了。哥，70万，1分不少，还多了2个钢镚。又耽误了1天的时间，坐大象的路程居然不算，现在又要再返回昨晚上扎帐篷的地方，然后重新上路。幸好1天的时间，又收入了70万的现金，虽然耽误了时间，但好歹功夫没有白费。行了，你们2个赶紧上路吧，我就是赶过来做个见证人。既然动物也回来了，没我什么事，我得赶回去。等等，这里面是当初设立的奖励金，里面还有足够的资金，如果你们能把剩余的动物也带回来。好不容易碰见2个愿意涉险的2个人，这很可能是个机会，说不定能带回来不少的动物。这2个人的表情怎么激动中居然带着那么一丝感谢？什么鬼？不过对方这个动物基地比较危险，除了有人巡逻之外，同样也有不少猛兽。基于这样的原因，凡是你们找回来的动物，我再给你们多加1万，仅限于猛兽类型的动物。站在一旁的秦都治安局队长全身打了个激灵，脸上一副看见大傻逼的表情。你们2个人敢不敢干？敢干的话，我把帐篷都拉来了，就在这边等着你们。很久没见过这么好的大爷了，好家伙，一只猛兽类型的动物多奖励1万啊！大爷，你到最后不能扯皮吧？说话算话，我这么大年纪了，不可能骗你们。行，那我们明白了，你扎帐篷吧。大爷啊，我能问问你，你这卡里有多少钱吗？曾几何时，我开始的时候也像这个郑大爷一样，不就是讲钱吗？能讲多少啊？
秦都治安局当初是一只毛发多浓密的绵羊啊，到现在硬生生让炸天给薅成秃子了，还是那种好几年都不长毛的秃子。啥家庭啊，敢放这种话？这里面可还有300多万呢，嘿嘿。您扎帐篷吧，我去打个电话。贷款还能办吗？不是我，一个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年纪有点大了，那他孙子年轻着呢，能不能办？办多少的话，我估摸着怎么也得1000万吧，能办吗？哥，真干啊！不过，这得耽误多久的时间？丛林里太大了，咱俩找多久才能找到一只动物啊？谁说一只去抓了？跟我走，先找这个动物基地的负责人。哦，绵寨动物基地内，野区动物园管理处，几个负责人靠墙站着，颤抖看着横在脖子上锋利的兵工厂。资料在哪呢？问野花呢？我开始还以为是来打劫的，结果他妈是来抢动物的。我管理这个地方这么久，盗猎者倒是没少见，可正大光明准备用车了，真是第一次见。在小瑞区文件夹里。整个动物基地，动物种类确实不少，但是猛兽类型估计就有上百种。有能通车的路吗？有运输车，可动物都在丛林里，现在抓也来不及啊。摩托车有没有？有3D 摩托车。炸哥，我这套闪电3连拍咋样？耐撕不耐撕？不得不说，这3连拍耍得非常哇塞！胖子整点肉来，一会我带着你去丛林里兜圈子，找个棍子，见动物就敲一棍，明白吗？骑着山地摩托车轰鸣着冲进了丛林里，不到10分钟，此起彼伏愤怒的兽吼声响彻在整个丛林上方。就连正挨着2只猴没逃过胖子的一棒也强行分开。大批被2人挑衅过的动物疯狂追在摩托车后，龇牙咧嘴，恨不能将2人当场撕碎。转播厅内的工作人员同样也傻眼了，就连留在边界线等着接动物的郑大爷也一脸懵逼。孙儿，快拿我的速效救心丸过来，太刺激了，我要磕一粒缓缓。而直播间里面的观众也是傻眼了。好家伙，太狠了，太狠了！我就没见过不当人到这种程度的。炸天不当人也就算了，胖子这家伙也学会了，人家那只老虎正睡觉呢，冲着屁股就捅了下，光听声我就能感觉到有多疼。这算什么？最过分的不应该是树下那2猴吗？人家正恩爱着呢，被胖哥强行分开，多惨啊！哈哈哈哈，笑不活了，连湖边的鳄鱼都给干出来了，这是疯了吗？一会你得把保护区的大爷给活生生吓死啊！我第一次见如此硬核的走私野生动物，真的，这要是让那些走私动物的犯罪分子见了，都得跪下喊声炸哥，我服了！我操，刚那俩恩爱的猴给我朋友看激动了，谁有网站？我朋友想要一个。哥，差不多了吧？我看后面，恨不得一眼都看不到头了。再整下去，那老头能有那么多钱吗？差不多了，行了，你别捅了，说好了就找吃肉的动物，你瞅瞅你，把他马和马都给干出来了。界碑旁，郑大爷倒了倒瓶子里的速效救心丸，发现几个小时的功夫，自己把半个月亮的药吃完了。卡里的钱肯定是不够了，就后面疯狂追出来的动物，别说300万，恐怕600万都挡不住。浩浩荡荡，太多了，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狠的人。爷爷，我刚才大致算了算，当然有些离得太远了，看不太清。咱们一会估计最少得掏出去500万左右。就这还只是您奖励的钱，没算动物本来带回来给的钱，咋整啊？卡里就300万，差的有点多。您别看我就2钢镚，真的，哄你是孙子。发工资我这不是去泄火了吗？真就剩2钢镚了，
您再凑凑。年轻考大学，感觉都没这么费劲过，差这么多钱到哪去找？就在这时，陈大力笑呵呵地走了进来。大爷，您刚才那话一说，我就联系银行了。以你们保护区这个地方的资质，贷款办下来不难，利息不高，怎么样？贷不贷？不贷，贷款不得还吗？差这么多，还到什么时候是个头？我有个办法，爷爷，你看，动物都跟着跑回来了，不可能再返回去啊。人要是没了，那后面那几百万是不是不用给了？来，你躺地上，我给你盖上白布。乍天两人回来了，我就说我爷爷刚才脑梗走了，要是还不行，蜡烛我也带着呢，我给你点上。夕阳余晖映照在边境线附近，一阵轰鸣的引擎声从远处丛林中传来。赶紧点蜡烛吧，人过来了，你们爷孙两个真他妈是人才啊！反正丑话说在前面，贷款我给你们问了，是你们不贷的。不过至今为止，还没人敢不给炸天这两个牲口钱，我先躲了，你们自己谈吧。这爷孙太不靠谱，孙子给爷爷出主意装死讨赏金，爷爷二话不说就把孙子给放倒盖上白布。本以为郑大爷的这个孙子就够不靠谱的了，没想到郑大爷也丝毫不差啊，两棍就给孙子抽晕，然后麻溜的盖上了白布。孙子爷，姜还是老的辣，你还是在这里好好躺着休息休息吧。你先到一边吧，实在要是谈不拢，最后就以我孙子的名义跟银行贷款。怎么感觉动物又多了？感觉单是盖个白布估计不怎么保险啊，这得掏出去多少钱？都让开，赶紧让开，他妈的捅了蛇窝了，怎么都想不到，最后就因为胖子的一竹竿给一个大土堆里面的蛇窝捅了。我就说你别瞎鸡巴乱捅，服了，真服了，你竹竿上抹什么了？怎么能勾引出来这么多蛇？停下，你们骑哪去？陈队，后面好多蛇，赶紧跑！看啥啊？赶紧跑！先说好啊，蛇可没有钱。爷爷，咋样了？人还没来吗？你说句话，不是，人家能相信吗？我就说你盖白布比较好，我这么年轻，你这不是扯淡吗？这一下，缅寨这个动物基地里面的动物差不多都过来了吧？是啊，对了，郑大爷呢？你眼神怎么样？能看清动物不？统计的话，我们觉得就算了吧，打包给你怎么样？要是单个算的话，您那个银行卡里的钱够吗？其他都算附赠的，掏个500万行了。兔国人不骗兔国人，我们也好说话。不过动物全都过来了，边境线你得想办法围起来，不如雇人搭个墙吧，这样以后动物也就跑不过去了。哎，不对啊，界碑旁边咋还有人盖白布了呢？谁啊？卧槽，光顾跑了，把你孙子给忘了，他还躺白布底下呢。那还瞅什么？赶紧过去救人！要不谁去银行贷款啊？什么意思？哎，说来话长，不过这爷孙两个人真是人才，别闲着了，赶紧过去救人去。随个屁的份子，人没死呢，人就不回来，你们的200万可就黄了。郑大爷年纪大了，银行可不贷给他。都他妈给老子让开！谁敢动老子的200万？别看你们是保护动物，今晚上就烤了你们！妈耶，这才是真要钱不要命啊，太狠了！他们把烧鹅给漏了，咱们边吃边等吧。缅寨动物基地，一名爬起来的负责人颤抖地拿起电话：“喂，这里是动物保护基地，我们被抢了，速度来人！什么被抢了？动物被抢了，一只都不剩了。边境线那边保护区的兔国人，真的这种事能是开玩笑吗？遇见狠人了，太狠了，全部被赶到人家那边去了。老子门口养的哈巴狗，都他妈被赶过去了。”赶紧来人！半个小时后，动物群逐渐散去。山地摩托车经过炸天胖子3进3出救人后，成功宣告散架。呼，太悬了，差一点我就真的要摆席了。说啥以后也不盖白布，太危险了。好家伙，刚才那河马张着大嘴，马上都对我脸上了。整活啊！
看着挺老实一个老头，没想到竟然敢给我们整活，居然能想出这种办法，就为了不给钱，咋想的啊？动物也回来了，300万我们先拿着，天马上也要黑了，今晚上在这里休整一晚上，明天咱们再上路。万一他们对方来人呢？不瞒你们说，整个自然保护区现在就剩下我们爷孙2个人，本来已经马上就要破产，可现在多了这么多的动物，就我们2个人，万一对面再来人整动物回去，我们2个人也很难守得住。不得给你说办法了吗？雇个工程队把这一片的边境线围起来，对方就算是人能过来，难不成还敢撞断墙把动物带回去啊？而且非法入境，你旁边就是治安局的队长，你问问他，如果有人非法入境，该怎么处理？回头我问问关闸的董司，你这个地方确实比较容易有人偷渡过来，他们会想办法的。哦，来人了，都小心点。这老头，你是不是活腻了？敢把我们的动物运回去，你想干什么？不用给老子解释，给你1晚上的时间，马上把动物送回来，不然的话，来之前我给你把火葬场都定好了。明天早上动物要是没回来，以后你就躺小河里吧。对方说话很狂，这是什么人？看一个个的装束，并不像是动物基地的安保人员，反而像是缅寨那边社会中的闲散人员，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盗猎队的人，他们这个动物基地背地里就是跟这种盗猎队勾结。本来他们基地内的动物数量很多，有些你们应该听过，花费大价钱到他们这个基地内打猎，久而久之，动物数量同种类越来越少，所以也就是几年前，这些盗猎队的人把目标放在了我这个保护区，说什么动物也不能还给他们。小何我自己准备好了，不用你们准备。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这边的动物是你们的，你喊一声，看他们答应吗？要是答应你就带走，不答应你在大爷面前装什么大尾巴狼？没想到郑大爷这么刚，面对几十把突突，丝毫退缩的意思都没有。走，我们也过去看看。不要来救我！不要！书接上回，双方在界碑对峙，现场气氛凝重，大有一言不合就动手的趋势。见此情形，直播间内的粉丝不由双拳紧握，跟着一颗心悬了起来。对面这个地方盗猎这么严重，都敢跟动物保护基地合作，太猖狂了吧？不过这里是边境线，对方应该不会动手吧？敢冲过边境线，事情可就大了。我觉得不一定，观察巡视人员过来也需要时间，别忘记了，对方手里可是有不少猎枪，就算现在不动手，可大哥他们走了呢，好不容易弄回来的动物，过一段时间不是又没了？大哥不如绑到底，把这群盗猎队全部整了算了。这种人抓起来，动物保护部门应该会给予奖励的吧？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动物保护部门的人？出来说句话啊！大哥你还不了解吗？钱到位，人看废。别说一群盗猎者，只要有足够的报酬，就是对方的将军，估计咱哥都敢想办法给干了。已经联系上面的领导了，马上就会有回复。卧槽，还真的有动物保护部门的人啊！这下好了，就看对方敢不敢越过边境线，赶过来让他们好看。动物保护部门回话了，这群盗猎者在咱们自然区可没少犯案，一个盗猎者奖励5万，尸体3万，你看着办吧。胖子准备抄家伙干他妈的！藏区动物保护部门几名负责人聚集在办公室内，一个盗猎者奖励5万，尸体给3万，你看着办吧。这个陈大力是不是有前妻在银行啊？不是，他这是干什么啊？谁通知他来？一个盗猎者奖励5万，人家这有多少人啊？差不多得有50个人了，100万。在昨天对方准备改变路线的时候，咱们藏区的治安局足足开了12个小时的会议，藏区治安局连夜撤销了60多份悬赏通告，就连城市管理局把随地丢垃圾的30块罚款都暂停了。可怎么也没想到，先被薅的是我们动物保护部门。真这么可怕？能逼了治安局连夜撤了这么多的悬赏通告？什么人啊？太夸张了吧！随地丢垃圾的罚款都临时取消了。叫你们大家来，是赶紧想办法，
到哪儿去筹这100万的现金？这个该死的陈大力把话都放出去了，只能尽快把钱筹措起来。而且，自然保护区确实有一部分是属于咱们藏区动物保护部门了。这群盗猎者一直很猖狂，能用100万的现金彻底解决这些人，算下来还能接受。哦，100万啊！我们藏区这个地方的动物保护部门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我们穷啊，可以说是整个兔国最穷的动物保护部门。别说拿出来100万的现金，就是10万也够呛。刚才陈大力不是说了，一个盗猎者的限狱是3万，咱们要限狱行不行？反正按照这群人犯了罪来看，最后难免也是吃花生米，还能给咱们节省40万，这可是40万呀，足够养活多少动物了？不行，陈大力还在呢，不能这样整，先想办法筹钱，然后赶紧派人赶去边境线。人家炸天那是什么人？要钱不要命的人，怎么可能放着5万一个活人不要，就要3万的一个咸鱼？边境线，炸天胖子从侧方树林绕到汽车后面，从侧方冲了出去。我来！我操，大张，你他妈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你封着我的知道吗？谁开的枪？眼瞎了？尼玛，老子这么滚圆的屁股你看不见啊？快给我看看，是不是崩漏了？我咋感觉不对劲？我不打了，我退了，我崩溃了，真的。救命啊！活不成了，一铲子老子都没倒地，被自己人干倒了。你们真是人才啊！疼不疼？疼啊！疼就对了。卧槽，这俩人是什么节目组的人来着？太生猛了，比老子年轻的时候都生猛了。想当年，老子最多也就是一把马刀砍翻了3个盗猎者，多学着点。看见你就来气，都是一个年纪，差距也太大了。除了整天去泄火，还会干点什么？泄的说话都有点娘们兮兮的。这能怪我吗？火葬场我都应聘好了，您非要把我拉回来学兽医，咱就说火葬场待遇多好，看咸鱼夜班1晚上1600的，你非不让我去，以后你去火化的时候有个熟人在，不光能打折，我不是也能给你烧得干净点吗？不要来救我！不要！书接上回，炸天胖子搞定了盗猎者团伙，背靠郑大爷的帐篷坐了下来休息。哥，干太猛了，工兵铲都卷刃了。这2个真是牲口，这得多狠啊！不会因为200万把我也给嘎了吧？陈队长，银行贷款电话多少？一会你发给我。你看我这个孙子能贷多少？能多贷的话多贷点吧。欠人钱，我这心里总是有点不踏实。见识了这2个牲口不是人的一面，郑大爷也屈服了。不屈服不行啊！没等我掏出手枪来，炸天2个人已经提着工兵铲冲了进去，还是太年轻啊！这2个牲口面对几10把突击步枪都敢提着工兵铲上，更别说准头更差的猎枪了。行，反正我都给你说清了，炸天2个人其实很好说话，前提是别欠他们钱，一旦牵扯到钱，这2个人就不能当人看。领头的是谁？哥，我是领头的，外面都喊我亮哥，您叫我小亮就成。哥，您有啥吩咐？赔钱还是怎么着？我不多说一句，我以后绝对不到这地方来了。真的，凡是你们保护区的动物，我只要看见了，马上掉头就走。能赔偿？能赔多少？我可告诉你，看见我这个板砖了没？全球限量版的，就这一块，天外陨石锻造而成的，在火焰山熔岩里，足足锻烧了9981年，无价之宝。现在板砖都崩了一个角，你就说赔多少钱吧。他妈的，这不是我家隔壁建房子的板砖吗？哥，要不给2000怎么样？呸！你摸摸这个材质，它是值2000的板砖。对了，我差点忘了，你没受伤，感受不到我们这个板砖的不同。来，你蹲好，我给你1板砖，你好好感受感受，看看跟别的板砖有什么不同。别，您说多少钱？2万，81年的工艺，怎么着也得2万。嫂，我们2个办事最讲道理了。你看，一块板砖1把，在大雪山锻造了7749年的铲子，怎么着都得4万。还有我们这衣服，沾血了吧？
不能穿了才买的登山服。我告诉你，这工艺，这做工不是我吹牛你。限量版的，哥，我明白，我懂。人家这他妈根本就不是什么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一看就是国际上流窜的大悍匪呀！要钱要的有理有据，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要是讲价，上来就是100砖。收款10万元整。我可没违反节目组的规定，这是人家损坏东西赔偿给我的哈，可不是生讹诈的啊！在场的老铁们都能作证。郑大爷，来，您过来。是这样的，刚才我不是建议您把这一片的边境线用墙给围起来吗？你看，工人我都给你找好了，你明天订购材料就成了。好家伙，真就是生蒿啊！讹完还不算，就连体力活都不放过啊！那行，明天我就订购材料。不过里面不少人都受伤了，能干活吗？能干活吗？能啊，必须能干活。就在这时，远处草原上传来一阵马匹嘶鸣声。初次见面，太感谢你们帮我们动物保护部门将动物找回来，抓了如此多的盗猎罪犯。按照秦都陈队长说的，这是我们动物保护部门凑出来的奖金，你们数一数。呵呵，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客气。胖子，你拿到一旁数一下。总感觉面前这些动物保护部门人员给钱的表情有些奇怪，而且这么小的一个书包，恐怕装不下那么多现金吧。哥，只有60万啊，就是咸鱼也不止60万，这少的有点多啊。不好意思，时间太紧了，而且我们这么长时间只能凑出来这么多钱。来，你电话呢？给经常跟你联系的大老板打个电话，你就说你爹明天出兵，让他们到边境线附近来吃席，把份子钱带上。卧槽，爹死了，莫名其妙的，亲爹就死了，这就是报应吧？还要通知亲属到这里来参加葬礼，咋通知啊？给自己亲爹说不说啊？毕竟是人家的葬礼，本人不来是不是有点不太好？说起这个，我可是专业的，真的，我当初就不想干什么兽医，哪有火葬场有意思？烧锅炉都比这个刺激了。马德，这小子给动物打地针，一样都记不住，对殡葬里面的套路记得是滚瓜烂熟，这是真爱这一行啊！你这个孙子，算是废了，你也别计较了，反正最后这小子绝对能风风光光的给你送走。那是，我天天晚上都在寻思我爷爷的葬礼，清单我都列好了，到时候什么坟头蹦迪、黑人抬棺、老寡妇哭坟，一样都少不了。我就这一个爷爷，能不风光送走吗？眼前这盗猎者遇到了狠人啊，被讹了10万元不说，还要做体力活，做体力活就算了，还要用他没咽气的爹给办个葬礼坑份子钱。流程大概就是这个流程，而且刚才我跟人家动物保护部门的人商量了，份子钱呢，你要是弄回来的多，罪名说不定能轻一点，你那些手下也一样，明白吗？不过葬礼加流水席，还有最后下葬的花费，套餐价格是6万8，这个钱需要垫付，你看扫码还是？时间紧迫，现在联系火葬场殡葬队，2小时之内人家就得过来给你搭棚子。灭了狗啊！用自己爹的葬礼赚份子钱也就算了，办葬礼还得自己掏钱嘛，多亏啊！爹就一个，葬礼他妈的得办2次。50名盗猎贼，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临时充当哭丧人员，好歹是把葬礼的钱凑出来。至于2哥，陈大力的看管下，不停联系各种老板。罗老板，明天一定要到场啊！不到场的话就随个份子钱。好，二维码我已经发在群上了。等等挂了电话，你记得去扫一下。刚才这个说完了，继续。从没干过这种活，我对于炸天2个人整活路子野的程度，可以说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太畜生了，人家爹活得好好的，都能想出来这种办法收钱的，什么脑回路才能想出这种办法？陈老板嘛，明天有空吗？我爹死了，脑梗，对，走得很突然，我心里难受啊。明天没空，份子钱一定到啊。行，您接着忙。站在旁边，藏区动物保护部门的员工
看着篝火旁不停打电话的盗猎贼头目两哥，彻底懵了。什么是人才？这就他妈是人才！我算是彻底明白了，为什么两人还没到藏区的时候，藏区治安局连夜就撤销了60多份悬赏通告。就这个整活法，谁特么也遭不住啊！喂，刘甲，爹没了，走了，半个月前就不行了。昨晚上自己把氧气拔了，我会对他，明天一定来啊！当天深夜，晴朗无云的边境线附近，乍天、阿胖以及郑大爷、陈大力4人整齐蹲在灵堂外，看着远处忙碌的小军。哥，是不是整得太大了？郑大爷这个孙子疯了，整的牌面也太大了。你是没看见那个亮哥的表情，估计都想让自己亲爹现在就躺小河里，太有面子了。不过花费这么大，明天不会连席钱都包不住吧？现在不要讨论这个问题。没看郑大爷这会整个人都恍惚了吗？再聊下去，一会老头万一要是经受不住打击，直接走了咋整？趁着骨灰盒里面空着，把郑大爷撒进去啊！真他娘的是个人才！等这个葬礼结束，说什么也得把这小子送到火葬场去。天生踏马就是火葬场练人的啊！按照炸天这家伙练过拔毛的性格，不会明天也让我随礼吧？日夜兼程，一路上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油钱都是自己贴进去的，别一点好处没捞到，还得随出去份子钱。这要是被秦大爷知道了，回去不得用大耳巴子抽我吗？炸天啊，我看这里整的差不多了，时候也不早了。你嫂子刚发短信都催我了，让我赶紧回去呢。不用了，我刚才都给你老丈人，也就是秦大爷发短信了，秦大爷都答应一起瞒着嫂子，就说你一个老姑父去世了，你忙着来参加葬礼呢。对了，嫂子的意思，份子钱直接通过秦大爷转给我们了，你就等着明天吃席就行了，好歹也随了份子钱。明天给你多发几个塑料袋，你多打包一点，允许你做小孩那桌，他们吃的不多。早知道就不应该到这个地方来啊，又他妈的赔钱了，还是自己老婆让老丈人转过来的。爷爷，来，过来一下。来，爷爷你做端流了，我拍个黑白照片。那什么，亮哥这家伙手机里没有他爹的照片，我这不是寻思着，这灵堂都立起来了，没有黑白照片不行啊。他爹跟你的年纪差不多，我一会修挂上就能用，省得以后再给您拍了。来，矜持点，愁眉苦脸的干啥？喜庆点，就当是你的葬礼，别客气啊。成了，照片收费150啊，亮哥扫钱，这是套餐外的。卧槽，这不是你爷爷吗？你他妈也太黑了吧！灵堂挂你爷爷的照片啊？不是，挂你爷爷的照片不应该你自己掏钱吗？对了，赶紧让大喇叭响起来，得让来的人知道咱们的位置。哦。眼前这个大孝子含泪为自己还活着的老父亲举办隆重的殡葬仪式，途中几度落泪，情难自已。草率了，特么的，办个葬礼总共支出了不到7万，还没等开席的功夫，单是收到转账的份子钱就过了10万，随的份子钱是一个比一个大啊。不过也不算亏，随礼越多越好啊，否则的话，估计自己够呛能坚持到进监狱的那一天。亮啊，节哀吧，太突然了。前几天我还去拜访老爷子呢，咋就这么快呢？而且你葬礼怎么举办到这个地方？实力真是不一般，殡葬队是龙国的呀，还是你面子大呀？回头把这个殡葬队介绍给我，咱缅寨这边的殡葬队可整不了这么好，以后说不定能用得上。哥，这辈子我最佩服的就是你了，给老爷子办得这么风光，一看就是大孝子。专业，这队伍太专业了！瞅瞅刚才灵堂里老娘们哭的，好家伙，晕过去好几回。亮哥，老爷子这个葬礼在咱们圈子里绝对是排第一的。亮哥忙着接待的时候，另一边炸天跟胖子坐在礼桌前，忙得不亦乐乎。到底是犯罪人员，社会上厮混的大哥，讲究的就是个面子。过来随礼的人，最低都是2000起步，看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毕竟人家亲爹还没死呢。估计这回亮哥都后悔死了吧？要知道葬礼能收这么多钱，早就应该金盆洗手，然后给老爷子多说几个媳妇啊，不稀养的不要，最好刚跟老爷子结婚1个礼拜人就进小河，这样算下来，
一年能收多少钱？哥，差不多了吧？钱都超了。胖子，我觉得咱们不能等葬礼结束，万一再有什么事，岂不是又不能走了？这回钱都够了，趁着所有人都在看灵堂黑人跳舞呢，咱们直接跑咋样？宗旨不能忘。前来的不少人都拜访过亮哥的父亲，万一有人打个电话，老爷子快马加鞭赶过来，乐子岂不是大了？行，收拾收拾，咱俩撤了。与此同时，藏区治安局队长阿克斯正召开紧急会议。直播都看了，这个炸天选手临时改变路线，要途径我们藏区，看情况是想要翻越大雪山，然后抵达旁边那个国家，想要进大雪山，咱们辖区是必经之路。通缉令是不是都撤下来了？等这家伙进了大雪山之后，通缉令再放出来，明白吗？通缉令虽然撤了，可根据炸天这家伙邪门的程度，万一真抓住了罪犯呢？人家带着人来，咱们不可能不认啊。如果连通缉令都没有，还能抓到通缉犯，这种情况应该不多。藏区有多大，哪那么容易就能碰见罪犯？而且罪犯也不是傻子，谁没事干了，告诉别人自己是个通缉犯，这不纯纯的傻逼吗？不过凡事都有万一，若是真的抓了人，财物呢？一口咬定，咱们这个没有奖金，不论是小偷还是杀人犯，统一只奖励50，就50，多1毛都没有，明白吗？与此同时，足足跑了好几个小时的炸天两人站在了这座城市的边缘。走，先找个酒店洗个澡，然后好好休整休整。今天把所需要的东西采购完，明天一大早准备出发。对了，一会你问问当地的旅游团，咱们也没爬过大雪山，问问他们一天多少钱。不行的话，咱们先跟着这些人一起，等到了地方再分开。爬山的吗？需要跟团吗？专业的团，价格便宜，童叟无欺，998一个人，送氧气罐，送军大衣，来不来？你们大包小包的，一看就是登山爱好者吧？不会是想自己上山吧？不会吧？不会吧？现在还有这么天真的人？自己上山的话，没有导游领的，不是我乱说，真的，明天你们就上新闻了。什么叫上下浮动的奖金？难不成早上抓的钱比较多，晚上抓的钱比较少？不会这么离谱吧？而且对方居然是黑旅游公司的人，既然是送上门来的奖金，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成。好嘞，我先带你们去交钱，然后咱们签订正规合同。你们放心，明天爬大雪山的队伍都有好几十个人了，到我们这来爬山的人大部分都是我们公司接待，靠谱的很，而且买户外用品直接5折。来，上车。见司机热情的有些过分，直播间内的粉丝隐隐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太热情了吧？我怎么感觉这个司机师傅吹的有点过了呢？5折吹牛吧？不可能差价这么多吧？这家伙绝对是个骗子！我曾经带着未婚妻到这个地方旅游过，千万不要相信本地的这种司机，坑死人不偿命。说好送给你军大衣，可等你爬到雪山上之后，一件就要问你收费1000块，不给马上就要你脱了军大衣，零下10几度啊，谁敢脱？那这意思是对方打算骗炸哥强制消费了。我有点同情这些人了，恐怕还不清楚后面拉的这2个人有多可怕，骗这2个人的钱，嫌命太长了吗？哈哈哈，我也觉得是，我感觉炸哥可能一开始就发现了，故意上车的，看着就是了。整活开始了，不过我特意在网上搜了搜，卧槽，藏区这个地方的治安局是真狠啊！一个罪犯才奖励50，前几天的通缉令全部撤下来了，估摸着就是杜绝炸哥过来薅羊毛。兄弟们，你们说咋整？难不成炸哥要在藏区铩羽而归？兄弟，你们2个人这是出门怎么带这么多的现金？赶紧收起来！真的，财不外露的道理不懂吗？幸亏是我看见了，不然的话，万一有人动了歪心思，你们带这么多的现金还能有好吗？赶紧收起来！真的，这得有几10万的现金，你们最好贴身带好。谢谢啊。不用谢，马上到地方了。就是这里了，你们进去办手续，我在外面等你们，一会拉着你们去买东西。喂，老舅吗？我落吧，来活了，大伙。对，
我刚才拉了2个人，好家伙，包里装了有几十万，真的，我亲眼看见的，这么大火，肯定的您亲自出马啊！我这会在旅游公司门口呢，一会他们就出来了。老舅出马，这钱可以说已经有1半进了口袋，稳了。哥，手续办好了对吧？遇见就是缘分。这样，哥实话实说，我拉你们去买户外用品，有点提成拿，不多，你们买1000，我能有10块。咱们投缘，哥请你们吃饭了。哦。洛巴看着结账单，躲进厕所足足捶了5分钟的墙。兄弟，别捶了，墙皮都捶下来了。我操，你不行去医院看看吧？便秘这么严重吗？你都捶了5分钟了，还没拉出来。结账。一共是4379，零头算了，给4300吧。你们是不是黑店？我可是本地的，刚才不是才3800吗？怎么又多了好几百？你朋友就那个胖子，刚才又啃了3个羊头，还有2个羊排，5个羊蹄。自己家开了有10几年羊肉馆了，第一次见有人这么能吃。2个人啊，吃了4000多，太吓人了。店里1天的存货全被这俩人吃了。我服了，真是嘴贱，请吃个屁的饭。幸亏前2天长了额度，不然这顿饭够呛能付钱。那什么，你扫我能行吗？我用话费。罗哥，你油表亮了。前面就是加油站，我去加点油。哥，是不是太不是人了？咱背着这么多汽油也没用啊。再就是，你给轮胎上塞了那么多钉子，一会这车不得停半路上吗？我看着洛哥这人不错，能出啊。一顿饭请咱俩花了4000多，吃的是真爽，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你在这里等等，我把汽油带过去看看，我过去那边看看。汽油要吗？1瓶5块。油价这么高，1瓶才5块，这人有病吧？你有多少？我全要了。炸天的操作，看得直播间粉丝大脑直接宕机。我是真的有点可怜那个洛哥，真的太惨了，请吃饭花了4000多，这会加油又得200多吧？好家伙，炸哥1毛钱没花，不光吃了顿饭，卖汽油还赚了好几十，太狠了！别忘了，轮胎上还有钉子呢。我要是罪犯，碰见这样的人，我他妈都受不了。什么时候才能到户外用品店啊？你们说一会这个洛哥会不会蹲在街边哭？我感觉有可能，不过不见风雨，哪来的彩虹？可惜炸哥这是暴风雨，一波就给洛哥整住院了，根本没见彩虹的可能。怪不得治安局撤了通缉令，这能难住我们炸哥吗？薅不了治安局，咱们可以薅罪犯的。出发，购物 ，Go Go Go！洛哥，好像咱们轮胎包了，是一次性包了4个。你们等会，我他妈的去补胎。不能崩，不能崩，2人身上有几十万，邪门就邪门点，不就是4个轮胎吗？有什么？为了大局，自己要稳住。书接上回，炸天胖子作妖把这黑导游整得够呛。你这是干啥去了？专门压钉子去了？补不了，你这个得换轮胎，1个轮胎200，人工费就算了，800给你换了。修。藏区治安局，阿克斯同众多治安员相聚在办公室内，看着直播画面，表情要多精彩有多精彩。队长，这个罗巴已经是个惯犯了，因为骗年被咱们处理过很多次，可第一次见这家伙这么惨。说实话，炸天这家伙确实邪门。可这家伙平日里犯的都是些小的不能再小的案件，无非是关几天，教育教育，然后放了。真是第一次见有人能这样薅罪犯羊毛的。问题是，罪犯掏得心服口服。接着看下去，我总感觉这事不会这么简单。
一个落巴就是送到治安局，最多也才50块，哪怕是把旅游公司的人全送进来，也没多少钱。应该后面还有别的事，吩咐队员都别打扰炸天，看看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在一边等候的炸天得知这辆本应该报废的车又不老实了，一旁的胖子是眼睁睁看着炸天是如何向交警队阐明情况，并且报告位置，让对方将这辆车拉走。惨啊，太他妈惨了！就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不到半天的功夫，这个洛哥不仅花被刷干了，现金掏完了，新换的4个轮胎啊，车最后估计都得没了。论整活还得是天哥。换了新轮胎后，车开起来舒服多了，洛巴整个人的心情也好了不少，但仅仅是不少而已，因为没跑500米被交警给拦。行驶证拿出来。我这车没问题，手续也没问题，真的。公里数调过吧，跑了2万公里。你骗鬼呢？28年的车龄跑2万公里。不是，我这个车咋了？刚换的轮胎，你们凭什么收车？3天之内到交警队来缴纳罚金，一共是300罚金。再就是你这个车需要报废处理，你赶紧找个废品收购站，看看能卖多少钱。以后你这个车不准上路，明白吗？太危险了，2万公里，你是真敢调啊！已经绑好了，可以开车了，拖走。洛哥，要不今天算了吧，我们打个车去酒店，明天再买东西。你可能最近有点倒霉，是不是没给家里人上坟？这东西有时候可灵着呢。不行的话，我觉得你晚上回去上个坟吧。钱花了，车没了，怎么就这么倒霉？没人当头吗？没事，我打个电话，你们等会。这地方也不好打车，我叫个朋友来。喂，老舅，我洛巴。你死了？人都过去在店里等了半天，半路窜墓地去了，能不能靠谱点？好不容易等来个大生意，户外用品店老板都给我打电话了，你赶紧过去。真是废物！你在什么地方？说话。青木街。哪？青木街，也就是10几公里。你现在马上给我油门踩到底，以最快的速度到户外用品店，听见了吗？老舅啊，油门没了。什么叫油门没了？老舅，我他妈的车被交警给扣了，你赶紧给我转点钱，我叫个车过去，你快给你妹夫烧点纸吧，今天一天我倒霉到家了。咋回事呢？怎么还哭上了？你不有花呗吗？行了，我转给你，打车100就够了，赶紧过去，别让2个小家伙等急了。哎，小心！没事吧？可吓死我了！你们这的大卡车咋不摁喇叭呢？洛巴看着被货车碾碎了一地的手机，委屈的抿着嘴，扭头红着眼看着身旁的2个人。等我几分钟，我上个厕所，等着我。10分钟后，公厕内跑出来一个眼神惊恐的人，走到路边的炸天2人跟前。里面是你朋友吗？赶紧去看看吧！我他妈的，不行你找根棍给他捅捅的了。便秘成什么样？能把墙这样捶啊？一会公厕都特么塌了。兄弟，再坚持，马上就到户外用品店了。今天他妈的太一言难尽了，真的，老子这辈子都没这么倒霉过。麻痹，幸亏最后碰见个熟人，能把3轮车借过来，要不然今天非得冻死在路上不可。书接上回，洛巴经历了9981难，终于把炸天跟胖子带到了户外登山用品店。老板，这是我朋友，明天跟着旅游团爬大雪山，过来买点雪山上用的东西，你给推荐，打个折啊！怎么到现在才过来？可让我好等啊！哥们，你们先去挑东西，我跟老板聊会天，缺什么拿什么。咱们在大雪山估计得待好几天，东西一定要配齐全。3轮车呢，推到门口来，往上搬东西。价格看着挺唬人，便宜的有些吓人，但质量还真过得去，并且种类比一般的户外用品店都要齐全。洛巴背后这个旅游公司诈骗团伙确实是专业的。胖子走干活了，
不是，你咋回事啊？老舅让2个人揣着大砍刀就到我店里来了，你们还能不能干了？说好整钱的，这都啥年代了，打算铲社会啊？真的，咱们年纪也不小了，不能这样整了。早些年进去踩缝纫机，你他妈都忘了，大半夜要不是我给你皮燕子抹药，你早就换上人工的了。不是砍个屁的人，就是过来把那2人的包偷了就成，里面有好几十万。操，老舅啥耳朵啊？这都听不明白，真是年纪大了，2个迷糊呢。我去找找他们。我操，3轮车他妈也不见了，这俩人呢，速度也太快了。我跟老板才聊了几分钟啊，就装走了这么多东西。啥意思？人跑了？我操，我的货卷走了我这么多货，这2个是什么人？你不是说你都打听清楚了吗？还请人家吃饭，不说特别信任你吗？粗略估算了一下，拿走的这些货价值2万左右，这个钱你们得赔给我，给你老舅打电话啊！还愣着干什么？还没看明白吗？人家不光不给钱，还他妈拿着东西跑了。电话，我给老舅打个电话。你电话呢？家里忘拿了。洛巴没好气低头拨通了老舅的电话，接通后没等开口，就看见一个胖子晃晃悠悠走进了户外用品店。胖子，快看看咱们还需要什么东西，一会一起算账啊。人哪跑了？人家明明是买的东西太多，先拉回去一趟，差一点就坏事了。那天2人又拉了满一车，洛巴因为不放心，主动当起了司机，一脸笑嘻嘻，努力地蹬着3轮车。就在这时，炸天手上多出一块限量版的板砖。胖子打电话通知治安局。你为什么要做黑导游啊？哎，我咋说呀？啊，实话实说就行，这些小案子能解决。做黑导游是为了赚钱。对，就这么说。那你卖钱要去干什么呢？找小姐。你还嫖娼？啊，在哪里？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我后花园有个胡同，上次我老舅带我去的，这个我能说吧？说能处理。那里的老板是谁呀？你老舅怎么认识的？上次跟我老舅一起去赌博认识的。你还赌博？啊，就是有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才玩。啊，为什么压力大呀？因为做黑导游赚不到钱。那你做黑导游能骗多少钱？啊，就骗1000多，没骗多少，还没有抢劫挣得多。啊，抢劫是吧？抢了多少啊？赃款怎么处理了？啊，大概就5、6万，都拿去进货了。进的什么货呀？毒品。你还贩毒？卖家是谁呀？啊，他现在已经不干了。确定吗？确定。上次交易的时候没谈拢，让我跟老舅给杀了。那个阿克斯队长，这个洛巴跟他老舅能给多少悬赏？这可是一条大鱼啊！悬赏最多就50，不能再多了。喂，陈队，我这藏区这里抓到个毒贩，还有杀人犯，悬赏有多少啊？你啥时候有空过来把人给拉回去啊？忙着呢，最近都没空。对了，你抽空回来秦都吧，给你转正。啥？我现在还在参加节目啊！你不是想要强硬拉我回去，不让我参加节目了吧？对了，忘记跟你说了，你参加的这个节目是一个骗局，就是骗你们去参加节目，给他们赚取网络流量收益。骗局曝光了，你们的孙导都已经跑路了，我们现在正在全力追捕。你那边我是没办法过去，你赶紧搞定你那边的事，回来正式入职吧。先不跟你说了，挂了。就这样，炸天与胖子结束了这3个月以来的徒步之旅。然而很快，他们将迎来更精彩的旅途。